你打官司20年毫无败绩，只因法官判你的官司输了，你竟把法官给送了进去，就连张三都得叫你一声祖师爷。然而一次意外，竟让你穿越到了另一个平行世界。这个世界的你是一个菜鸡律师练习生，出道2年半只接了5场官司，还输了4场，因此穿越过来的你半个月都接不到一个案子。就在你束手无策，准备转行打篮球的时候，一对老夫妇走进了律所。我们要打个官司，是刑事案件，我儿子涉嫌抢劫银行，我想要请个律师进行辩护，最好能够减刑。抢银行？大爷，您这身子骨，城中村的保安您能干得过吗？不是我，是我儿子。抢银行已经涉及到刑事公诉的问题了，这种案子一般都不太好办，但你要的就是一个不太好办，以此打响律所的名气。简单介绍一下案件和你们的诉求吧。老大爷名叫王自忠，大娘叫张翠芳，两人都是本地退休工人，老年得子，有一个独生子。案件的过程是老大爷的儿子去银行取钱为老大爷治病，取的是老大爷的存款，由于不是本人，银行需要老大爷的儿子证明他是老大爷的儿子，拿着身份证、户口本、病危重症通知书都不行。银行工作人员言辞激烈，非要老大爷亲自去一趟，亲口证明老大爷的儿子是老大爷的儿子，要不然的话不给取。然而此时老大爷还在 ICU 等着钱救命呢，怎么来？就在双方争吵的时候，来了几个劫匪，直接把银行打劫了。一个劫匪得知了老大爷儿子需要钱救命，二话不说把抢的钱分给了他一部分。当时老大爷的儿子也顾不上那么多，直接拿着钱去了医院。事后这伙人被抓，老大爷的儿子由于拿了钱被认定为同伙，被判了重大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20年。后面老大爷又提起了上诉，可惜2审败了，维持了1审的判决。现在进入到了终审的阶段，一旦终审败了，将不能再提起上诉，案件就定刑了。这个2审怎么维持1审判决了？是律师的问题吗？提到2审的律师，大爷气得假牙都喷出来了。退钱！大爷，你别激动，有什么话咱慢慢说，别搞物理攻击啊！我们上次找的是南都的顶尖大律所，那名2审的律师还说自己是什么刑事案件的顶级律师，张口就要18万8的律师费，结果在法庭就说了3句话：等，好等，我方接受审判长的审判。3句话赚了18万8的律师费，那嘴是金嘴，一句话6万多。大爷被气得直哆嗦，这时一旁的大妈急忙拍了拍大爷的后背，补充道：苏律师，这一次的案子影响很大，我们听说如果进行终审的话，可能会以直播庭审的方式进行，我们不相信大律所了，可找了好多小律所都不愿意接这个案子。这个案子的影响力很大，还要采用网络直播庭审的形式，太好了，这不是妥妥的给律所打广告吗？这个案子我可以接，并且向你们保证，如果你们的儿子没有减刑，或者是你们对于减刑不满意的话，我不要律师费。于是双方很快签订合同，送走大爷大妈，苏白便带好材料去法院复制卷宗。回到事务所以后，苏白将1审的卷宗取出来，2审的卷宗交给了李雪珍。你把2审公诉方提出来的诉讼问题总结出来，待会儿我要看。好的，苏律师。可是关于己方律师的辩解意见和诉讼问题也很重要，这个不需要总结吗？那个金嘴的发言有什么好看的？你先看卷宗吧。完了，1审2审的判决相同，这对终审的判决影响很大，除非有什么关键性、颠覆性的新证据条例，不然的话，大概率还是维持1审原判。没想到自己当实习律师遇到的第一个案子，该不会就这么夭折了吧？李雪珍心里有些忐忑，这个案子的公诉律师他刻意留意过，据说很猛，银行内部的法务也说过，如果对方再次上诉，那么将会严肃对待。他还特意的询问过自己某个专门处理刑事案件的师兄，得到的答案是银行法务下了死令，要是没有颠覆性证据和辩论，根本胜诉不了，不仅有可能败诉，还可能从严判处。李雪珍心里弥漫出来了一股绝望。走吧。走，去哪？这个案子差不多已经定性了，去见见王自忠的儿子和那群犯罪嫌疑人，听听他们怎么说的。是要输了吗？这一次的案子的确比较难，苏律师，你要坚强啊！王自忠的儿子根本没抢劫，怎么可能会说啊？没有抢劫，苏律师，这话是什么意思？等开庭就知道了，暂时保密。王丽的精神很差，经历了1审和2审以后，看守所的半吊子老哥给他普及过一点法律常识。王丽对于自己能够减刑已经不抱任何希望。律师你好，你看我还有机会吗？机会是肯定有的，我和你父母保证过了，打不赢官司或者你减刑不了，不要律师费用。真的，你不是忽悠我的，打不赢不要律师费用，你有把握打赢官司？我既然选择接下这个案子，肯定有一定的把握，胜诉没什么问题，只要你好好配合，减刑的问题不大。配合，我一定配合。王丽重重的点了点头，心里面又燃起来了一丝的希望。随后，苏白示意李雪珍做好笔录，开始询问有关于案发的细节和在1审、2审庭审上的有关回答。半个小时后，苏白满意的从看守所走了出来，想确认的事情都已经确认了，准备打官司了。
回到律所，苏白简单的处理了庭审的材料，便让李雪珍送去法院起诉。李雪珍看了材料，揉了揉眼睛。苏律师，这样子提交上去会不会有点太猛了？这案子本来就应该下猛料，不猛不行，去处理吧。很快，关于王丽一案的终审提交完成，申请得到了批准。与此同时，法院的传票也抵达了银行法务部门。这是什么意思？疯了吧！一个小小的婚姻咨询律所接刑事案件也就算了，现在竟然还主动对咱们银行发起了诉讼，这是太想出名了。这简直就是一个笑话。当跳梁小丑看看散了，估计是这律所想出名想疯了，想用这种极端的方式哗众取宠。我真的不理解，一个婚姻咨询律师是怎么好意思接刑事公诉案件的？又是一个骗钱来的，谁知道呢？好了，大家都别说了。银行领导对于咱们这一次的诉讼案件非常的重视，务必要胜诉。胜诉还不是最关键的，重点是要赢得漂亮，最好将对方的刑期变得更重一些，明白了吗？部长，根据信息来看，白军律师事务所只是一个个人事务所，还是以咨询为主的律所。职业律师苏白，执业5年，一共打过5场官司，输了4场，还有1场虽然是赢了，但赢得很惨。自己的委托人夫妻共同财产是保住了，可委托人却以重婚罪进去了。这样的律师，咱们法务要是赢不了的话，那不妥妥的丢人吗？时间很快到了开庭的当天，由于这一场案件在互联网上引起的动静不小，有新闻可挖。进入庭审会场前，不少记者等候在法院门口。南都银行的律师一抵达，立即遭受到了记者的围堵。请问南都银行的法务人员，有关本案在网上的议论你们看了吗？你们对于本案的胜诉几率有多大？请问你们怎么看待你们的对手律所白军律师事务所？请问你们对于本次案件怎么看？对于各位记者朋友的询问，我想说的是，网上的评论我们南都银行已经了解过了，我们后面将会进行解释。至于胜诉的概率，这个不用担心，我相信大家对此都有所判断。这场庭审是以直播的方式进行庭审，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进入直播观看。至于对方律师事务所，大家可以百度一下，我在这里不好评价。相比较李默的南都银行法务被记者围堵，苏白这边就冷清了很多，几乎没有什么记者注意。苏律师，咱们这两边的待遇差距好大。现在的待遇差距有多大，后面的媒体报道的打脸就有多疯狂。不用管这些，进去吧。法庭上，信息核实完成以后，法官于彩霞敲响法锤。现在有请原告陈述事实和理由以及上诉请求。我方的诉求非常简单。第一，我方不服1审2审的判决，我方当事人明明没有犯罪，却被诬告犯了抢劫罪。我方上诉申请撤销1审2审判决，申请对原有的判决取消，还我方委托人一个无罪清白。第二，申请对被告，也就是南都银行，对于我方当事人进行赔偿。由于南都银行的错误判断，导致了我方当事人被误判20年有期徒刑，在看守所长时间滞留，申请赔偿我方当事人20万元误工费和精神损失费以及名誉损失。这一点是经过详细的计算的，不算多。第三，由于南都银行对我当事人的名誉造成了严重的侵害，要求南都银行对我方当事人进行公开道歉，包括但不仅限于微博、短视频等各大平台发布道歉信息，时长不低于20天。第四，要求南都银行高层出面澄清事实，不仅仅还我当事人一个清白，并且对那些在南都银行遭受到同等待遇的受害者进行道歉。庭审现场燕雀无声，所有人都震惊不已，就连法官于彩霞对于苏白提出来的申请诉求都微微皱了皱眉。这诉讼请求，请问当事人律师能够拿出来相关的事实证据和法律辩解吗？要是拿不出来的话，可能会以妨碍司法罪被判刑。这个似乎和被告方律师没有任何的关系吧？审判长，对方律师对我进行言语攻击，试图干扰正常司法进展，我申请对方律师离位。你申请无效，驳回原告律师申请。现在还未到被告律师发言，被告律师警告一次。面对敲响的法锤和警告，李默只能忍一肚子气，把准备说的话给咽下去。他死死地盯着苏白，这家伙怎么那么狗？从哪个法大的法律系出来的？不光是诉讼申请胡说，现在他说一句话就被对面这家伙申请离位。诉讼方律师苏白，我作为当庭审判长，有义务提进一步确认，关于你提交的诉讼申请，如果没有事实依据或者是法律依据作为辩解的话，根据刑法规定，在法庭作伪证，将会以虚假诉讼罪被检方起诉，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你确定你的诉讼申请没有任何的问题吗？审判长，我知道自己说的话造假是什么后果，我对我所有在法庭上的言论负责。好，既然你确认了自己的诉讼申请，那么下面请被告方南都银行发表自己的答辩和诉讼申请。我方答辩意见如下：第一，针对于原告，也就是诉讼方王丽一方对我方南都银行的控告，申请全部驳回，并且要求严肃处理这种恶劣的行为，对其从重从严处罚，以达到对法律的敬畏。第二，申请维持原告的南都初级法院和南都中级法院的1审2审判决。第三，要求原告对我方名誉造成的损失进行全部赔偿，金额50万。第四，要求原告承担我方的所有律师费用。审判长，我的答辩和申诉结束。双方诉讼请求提出完毕，下面请原告诉讼方出示相关性的法律事实依据。审判长提交相关的法律依据前，我想请我的当事人描述一遍当时的案发经过。申请通过。现在请当事人针对当时的案发经过进行描述。
当时的案发过程很简单，我爸当时正在 ICU 里面急需要钱，我到南都银行取钱，银行的工作人员以我不是存款人拒绝了，还让我爸亲自来银行，或者拿出来证明我是我爸儿子的证据，户口本都不行。我记得我在和银行工作人员争吵的时候，银行外面突然进来了一群劫匪，把银行给抢。其中一名劫匪注意到了坐在地上痛哭的我，把抢过来的一部分钱送给我，然后我就拿着钱去医院缴费。审判长，我申请询问我的当事人一些细节问题。允许当事人律师询问当事人有关于案件的相关细节问题，但不允许询问案件以外的事情或引导当事人的主观意图。好的，审判长，请问当事人，当时你有没有参与到抢劫当中？没有。那你能够详细的描述一遍当时劫匪人员把钱交给你的经过吗？当时我记得是一个身材矮小的劫匪，看到我在地上抱头痛哭，骂了我一句孬种，说我怎么被吓得这么狠。我告诉他是因为我爸在住院，我取钱没有取到，担心我爸所以才哭的。那然后呢？劫匪把钱塞到你怀里以后，当时你第一时间是怎么做的？当时我记得很清楚，我第一时间不敢要，很害怕。后来那名劫匪骂了我，说我是个不孝子，于是我就把钱收了。好，谢谢你的配合。审判长，我方已经询问完了。诉讼方律师已经询问完成，那么就开始你的法律解释吧。好的，审判长。审判长，这是一审时南都初级法院公诉提出来的公诉问题以及罪行认定判决。我认为这份判决有很多问题存在，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对于我方当事人造成了严重的侵害。对于南都初级法院的一审判决，当事人律师觉得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可以用法律条文进行解读反驳。好的，审判长。这是南都初级法院对于我方当事人罪行认定的判决如下。判决第一点，南都初级法院控告我方当事人明知那是犯罪嫌疑人从银行抢劫的钱财，依然选择取走，所以判定我方当事人的主观意图为从银行抢取金钱，判处我方视为当事人为同伙，或趁机打劫银行，犯同罪。判决第二点，南都初级法院以我方当事人，也就是王丽与犯罪嫌疑人进行交流，作为进一步确认的观点。我方对此两条判决不服，理由如下。第一，刚才我方当事人已经讲清楚了，当时是犯罪嫌疑人主动询问我方当事人，接下来的事情叙述有些复杂，我方当事人以王丽本名称呼。第一，王丽说得很清楚，当时是犯罪嫌疑人主动询问他为什么在银行哭，在听说了他的事情以后，主动要给他钱，让他去医院缴费，救治他在医院病危的父亲，并且在第一时间，王丽说自己的心情是担忧和害怕。试问审判长，王丽第一时间的反应是害怕，又怎么可能从主观意图上讲，王丽是想要从银行抢取金钱？第一时间害怕才是王丽的主观意图。而且还有一点，王丽说了，犯罪嫌疑人骂了他，在当时的情况下，犯罪嫌疑人骂了王丽，显然是对于王丽的做法不满。关键在于犯罪嫌疑人手持危险武器，一个念头就很有可能让王丽遭受到危险。在这种情况下，王丽的生命没有任何的保障。根据我国法律条文规定，王丽符合紧急避险的条件，所以不用负任何的刑事责任。通过以上的说法，针对南都初级法院的判决的第二点不予承认。二审和一审的判决相同，所以我方申请以此方面申请撤销南都初级法院和南都中级法院对于我方当事人王丽一审、二审的判决。徐部长，你不是和我打过包票说能赢了吗？但是现在这是怎么回事？不仅没有能够加重判处，还让对方提出来了申请无罪。万一对方真的胜诉，你知道会对咱们银行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和损失吗？到时候你们法务部都要卷铺盖走人。王行长，您先别急，这个案子还没有结束呢。对方的这个律师是有两把刷子，但是咱们银行的法务也不是白花银行钱，白让银行养着的。对方的这个律师提出来了的这两点的确没有任何问题，可是一审判决可是有好几点的，剩下的几点才是最关键的。不信您接着看，最好不要出什么幺蛾子。是，王行长说的是。这个直播你时时关注着吧，有什么情况再过来向我汇报。看得烦躁得很，记住这场官司不能输。一定，王行长您放心。审判长，我方陈述已经完毕。南都银行和公诉人还有什么要进行补充的吗？审判长，我有疑问。被告方律师有什么疑问，可以当庭提出。审判长，我申请对于原告律师的陈述进行驳回。申请理由：刚才原告律师，也就是白军律师事务所律师苏白，不服一审南都初级法院的判决，并陈述了相对应的理由。可是原告律师苏白避重就轻，只讲述了判决的前两点，故意忽略了后面几点。判决第三点是南都初级法院认定，王丽在明知那是银行的财物情况下，依旧选择使用此财物前往医院进行缴费。当事人王丽在刚才的表述中描述得很清楚，王丽离开了银行以后，已经脱离了危险，而她依旧选择拿钱去医院缴费。依据此点可以认定，这是王丽自己主观上的判断，而不是原告律师苏白描述的王丽是在紧急避险的情况。我请问原告律师，在你方委托人明明知晓那是银行财物的时候，为什么选择前往医院，而不是拨打报警电话将银行的钱上交，或者说完全等到自己抵达到一个安全的地点以后，再将钱进行归还？但是王丽偏偏做出来了将钱用于去医院缴费的行为，这说明了，首先他知道这是从银行抢的钱，其次就算绑匪威胁他，那么在离开银行的那个时间点上，王丽已经脱离了危险，
不构成紧急避险的条件，两者结合，这难道不是从主观意图上等同于抢着银行的钱去救自己的父亲？当然我知道这是人性，我不否认王丽从情感上对于自己父亲的关心和爱，但是从事实、从法律的角度而言，对于王丽的判决并没有任何的问题。审判长，我的陈述完毕。原告一方对于被告一方的反诉有没有什么意见或提出不同的观点？审判长，我对于被告提出来的没有任何意见。被告律师基于他的观点是对的，但是有一条被告律师忽略了。我想请问被告律师，你是怎么认定王丽手里面的钱是银行的？有没有什么证据表明钱是银行的钱？被告方律师也说过，是我方当事人王丽拿着银行的钱去医院交了相关费用，由此判决我方当事人王丽的主观意图。但是这钱怎么证明是银行的？原告律师的说法是否有证据或法律依据证实？有的，审判长。审判长，这是一审时候由检方提供的证据材料。据公诉提交出来的证据来看，当时的银行内部混乱，劫匪不仅仅抢劫了银行内部的钱财，而且还对正在银行办理取钱业务的客户进行了抢劫，将其混装在了麻包袋中。根据监控摄像显示，那名给王丽钱的劫匪是从麻包袋子里面随手拿了2捆现金，这2捆现金根本分不清是从银行抢劫而来的，还是从已经取完钱准备离开的客户手里面抢的。银行怎么证据这钱是银行的？银行怎么证据这钱是银行的？如果不能认证的话，那么银行方面不能认定我方当事人参与到抢劫银行当中，这钱的确是抢劫得来的，但并不是通过我方当事人抢劫而来。劫匪将钱交给我方当事人，我方当事人最多算是不当得利，所以还请南都银行方面证明这钱是银行的。银行方面对原告律师提出来的疑问，有没有什么证据反驳，或者根据法律条文进行反对？南都银行律师李默此时肺都要气炸了，什么时候银行还要证明银行的钱是银行的了？审判长，我反对对方律师的说法。客户在银行内，银行有权利保障客户的安全和隐私。银行客户还没有离开银行，钱当然是要算在银行身上，因为被抢客户的钱的损失需要银行承担主要责任或全部责任。根据责任的划分，客户没有离开银行大厅范围，那么钱自然就算是银行的，根本不用区别抢的是银行还是客户。劫匪抢劫的不管是银行还是客户的，在银行大厅内都属于银行的财产。审判长，关于南都银行方面对于在银行大厅被抢，客户没有离开银行大厅范围，财产损失属于银行责任，所以客户的钱也属于银行财产的问题，我提出异议。审判长，这是半年前的一场诉讼案件，诉讼案件是当时一名银行的客户在银行取钱，钱刚拿到手就被一名在旁伺机等待的抢劫犯作案人员盯上了，抢走了当时银行客户的15万元。随后事后抢劫犯落马，但是由于钱已经花没了，人也拿不出来钱，所以当时的取钱客户寻找银行索赔，一纸诉讼将南都银行告上了法庭，但是银行却以离柜概不负责，当事人没有保护好自己的财产为由提交论证，最终导致那名取钱的客户败诉。难道这就叫南都银行会保护客户在银行大厅内的财产安全吗？这就是南都银行方面说的没有离开银行，客户的钱受到银行的保护，损失由银行承担吗？对此我方保持否认态度。审判长，我方申请当时的那名取钱客户当事人证人入场。原告律师申请证人入场，同意。上场证人姓名王敏，年龄46，身份是否属实？审判长大人，我是王敏，身份属实。证人身份属实，请描述相关情况。半年前我在南都银行存了一笔钱，钱可能在南都银行看起来不多，15万，但那是我和我家那位辛苦了好几年给儿子准备的彩礼钱。当时我刚把钱取出来，就有一名该死的对不起审判长大人，我不该说脏话，是作案人员。就有一名作案人员把我和我家那位的辛苦了几年存的钱抢走了，后面找到的时候钱已经没了。我们听了律师的建议去告银行，可是银行以离柜概不负责和是我自己保存不当为由拒绝了，并且我还败诉了。今天正好我就想问问南都银行，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双标是不是？我和你打官司的时候你说离柜概不负责，现在你被告了，又说什么在银行大厅内被抢客户的钱的损失需要银行承担主要责任或全部责任。根据责任的划分，客户没有离开银行大厅范围，那么钱自然就算是银行的，那你是不是该还我血汗钱？你说是不是？操，南都银行还钱！请原告的证人注意控制自己的情绪，不允许在法庭上辱骂被告方，警告一次。对不起审判长，我在法庭上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对不起。原告出庭的证人王敏，你的出庭证言讲完了吗？回审判长，我已经讲完了。法警带原告证人离场。针对原告证人提出的南都银行不履行在大厅内保护客户的财产安全，被告方南都银行要不要进行补充说明当时情况？审判长，刚才原告的证人在庭审现场当场辱骂南都银行，因此我对于原告的证人精神产生怀疑，所以我认为原告的证人在庭审现场说的话不足以当作庭堂证据。原告律师有什么要讲的，还是有什么要补充的？审判长，我方同意被告方律师的申请，不过我方还有数名证人可以控告南都银行方面没有保护客户在银行内部的财产安全。李默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形容自己的心情，他刚才已经表明了对方人证可能有精神问题，你不和我辩论这个问题，反手掏出来一堆证人资料，你怎么那么狗？他打了那么多场官司，还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的，简直就是破大防现场。审判长，我方掌握的证据材料足以说明银行不具备保护客户财产的情况，所以申请对于刚才被告方南都银行律师方面的辩诉进行撤销。
拒绝原告申请理由，拒绝依据。银行方面在法律上有保全客户财产的义务，原告方所提出来的证据不具有普遍性。同意申请请求，同意依据。被告方南都银行未履行保障银行客户安全的责任。罗老师，这又拒绝又同意的什么意思？对啊，看得我迷迷糊糊的。罗老师讲讲呗。法评人罗大祥微微一笑，针对于彩霞的这一审判进行了解释。拒绝原告的申请理由的原因是，原告的申请理由和证据表明了银行不具有保护客户财产安全的责任，但是在法律的规定中，银行在银行内必须要保障客户财产的安全。南都银行在和其受害客户打官司胜诉，不代表普遍性。如果判了同意，那么就认定了银行没有保护客户财产安全的责任。但是判了不同意，在这场辩论中，南都银行又没有行使到自己的义务，那怎么办？这名于彩霞审判长做的就很巧妙，拒绝了原告提出来的理由，维持了法律的尊严，同意了申请请求，表明南都银行的确做得不到位。这场官司，南都银行一开始就走错了辩论的方向，完全落入到了对方的辩论当中去了。这场官司，南都银行方面恐怕要输。审判长还没有让我继续发言阐述，我申请刚才的审判无效。申请无效。审判长，我想请问为什么申请无效？审判结果已经出来，已经通知了被告方申请无效。如果被告方要继续坚持申请，可以在庭后提出行政复议，但现在申请无效。被告方律师如果再继续就这个话题讨论下去，那么将会被2次警告。好的，审判长。现在请原告、被告方进行最后的法庭陈述。原告方律师苏白做最后的法庭陈述。好的，审判长。尊敬的审判长，审判语案根据我方提交的诉讼和法庭证据，我方已经没有了任何想要补充的了。我只想说的是，法律正义不会误判一个好人，也不会误判一个坏人。我希望审判可以按照法律的正常流程走，牢记誓言。原告方的陈述完成，接下来被告方进行陈述吧。在这一次官司中，我方南都银行是受害者的身份，我认为人有情没有错，但是法律是无情的。我方南都银行毕竟是受害者，原告方提出来的让我们受害者一方提出赔偿的事宜，太过不服。陈述完毕。请当事人做最后的陈述。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我对于此次的庭审没有任何的意见，我愿意接受任何的审判。陈述完成，现在休庭，休庭30分钟，30分钟后开庭宣布审判结果。苏律师，你难道对最后的庭审结果不紧张吗？这可是个大案子，还是直播庭审，听说动静闹得挺大的，你就一点都不担心吗？没有必要那么紧张，该判的判，不该判的不会判的，你就放心吧。该担心的不是我们，你看看李律师，作为南都银行的法务，应该比我们紧张得多。针对于这个案子，两位有没有什么看法？关于原告方提出来的王丽无罪，虽然在法庭上面进行了法律论述，也提供了一定的证据，可是，一审判处了20年有期徒刑，2审维持原判，咱们终审的判处结果相差过大的话，会不会引起争议？审判的结果是依据法律，不用参考1审和2审。那就按照审判长的判处结果来吧。原本以为南都银行肯定会胜，特意做了一个近距离采访，可是看这结果还剩个卵啊！早知道去采访那个什么白军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了，放在网上肯定是一条爆炸新闻。真是后悔死了。要是谁采访到了那个白军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可真是赚了啊！法庭上30分钟的时间很快结束，所有关注这场诉讼的人都很期待最后的判处结果。伴随着于彩霞等3位合议庭成员走进庭审台，全体起立。本案为本院，也就是南都高级法院审理的终审案件，原告王丽，被告南都银行。本案对该案件具有管辖权，所适用法律全部依据国内法律。据我国刑法规定，以暴力胁迫或威胁他人抢劫公私财物为抢劫罪的构成条件，公诉方针对原告当事人王丽提出来的王丽为抢劫同伙，法律条件不予达成，王丽并未达成抢劫罪的犯罪事实，但王丽明知道所得财物是非法所得，依旧选择将其用以给父亲缴费，涉嫌不当得利和转移赃款，涉嫌隐瞒犯罪所得。又由于事出有因，事态紧急，考虑到王丽当时丧失了基本的理智行为，从轻判处王丽6个月有期徒刑，缓刑1年，返还所得违法财物。针对原告提出来的南都银行的赔偿问题，南都银行在本案中的确有所牵连，判处南都银行向王丽道歉，其余诉求全部驳回。针对被告方提出来的诉讼请求予以全部驳回。本庭为终审判决。根据我国诉讼法规定，本庭将在闭庭10日内向各位当事人发送判决书。议庭。徐志强，你怎么向我保证的？你不是说南都银行肯定会赢，并且在舆论上取得胜利吗？这就是你说的胜利？
王行长，这一次是咱们银行法务部门的失误，可咱们虽然失败了，但也没有完全失败。败诉的结果只是简单的道个歉，只要咱们在舆论上取得胜利，最后咱们南都法院依旧是赢了的。舆论个屁呀！咱们银行都被判道歉了，还搁着舆论呢？你是不是当我傻？败诉了还怎么舆论？我限你好好想办法。要是因为这场庭审输了，导致咱们银行的口碑和声誉遭受到了损失，你这个法务部部长准备滚蛋吧！这是庭审结束的判决书，先前寄存在我这里的，你收好，别弄丢了。苏律师，按照合同来算，大概是10万元的律师费用。我和我爸商量过了，这一次要不是苏律师你，我恐怕至少要做个10几年。现在判了一个缓刑，还只是几个月，这里是12万，我知道这些微不足道，算是对你的感谢，您收着。苏律师，这次的官司多靠你了，这钱相比较其他律师的律师费用来说已经很少了，你就收下吧。对呀，你帮了我们家这么大忙，这些感谢费不算多。苏白也不客气，说实话，这么一个案子2审的时候，金嘴律师都能收18万8，他让王丽直接免去坐牢，收这些钱不算多。见到苏白将钱收下以后，王丽如释重负的长呼了一口气，似乎是想起来了什么，问了一嘴：苏律师，你对婚姻这块的法律业务熟悉吗？怎么，你还要打离婚官司啊？实不相瞒，苏律师，我的确有这个想法。我和我老婆结婚5年了，也没有个娃。上一次我爸生那么大的病，她这个女人连医院都不去看一眼，还说我爸到年纪了，根本不用去医院。当时我着急我爸的事情，没有和他计较。后来又发生了银行这件事情，我爸妈一直为我的事情操心，可是我老婆，呸！那个女人一次也没有来看过我，关心的话一句都没有。我估计她正想等着我进去以后，她好继承我们家财产呢。现在我出来了，的确想和她离婚。那你现在怎么想的？打算和她打离婚官司吗？苏律师，我现在还在缓刑期，怕打官司引出麻烦。我问你的目的主要是想要给你介绍一个离婚官司，是我发小，他要打官司离婚。苏律师，你要是打离婚官司的话，我可以把我发小介绍给你。当然可以，我们律所主打的就是离婚官司，这你应该是知道的吧？上一次苏律师帮我打官司的时候，我印象太深刻了，下意识的以为苏律师是专业的刑事律师了。没错，我的确是专业的刑事律师，不过民事婚姻也是专业的。那太好了，有苏律师出马，我那个发小的离婚官司有希望了。能说说你发小的一些事情吗？我看你对于你发小能离婚还挺开心的，这是脱离苦海了。他要是能离婚，何止是脱离苦海啊，简直就是直接升入天堂了。你先别打抱不平，先描述一下你发小什么情况吧。我发小是一名老实人，程序员，月薪2万左右，是南都拆迁户，有3套房子，一套他爸妈住，一套他和他老婆住，还有一套原本是出租的，可是他老婆说有个同事想租，于是就没再出租，想着租给他同事算了，可没想到他老婆私自把房子给他弟弟住了。我发小是标准的老实男，平常工资全交，他老婆平常月光，连带着把我发小的也花光了。我发小平常买烟都是论根，一天攒1根烟钱。说说重点吧，为什么要离婚？因为我发小他老婆说我发小不爱他了，因为这个他老婆非要闹着离婚。我发小原本想着离就离吧，反正过够了。后面分割财产的时候才发现，他老婆已经把大部分的婚前财产转移成了夫妻共同财产，要求进行分割。我发小原本的夫妻共同财产也全被他老婆买包包、买化妆品，还有一些其他的美容充值花光了。如果就这么离婚的话，那么我发小就等于说是净身出户，还赔得倾家荡产。苏白听到这里才明白过来，不爱了只是借口，原来是 ATM 机到期了。这兄弟醒悟的有点晚啊。就在刚刚，王丽又给你介绍了一个案件，原本只是个普通的婚姻财产分割案，而你竟要以诈骗罪起诉，还把对方律师给送了进去。苏律师你好，我叫张同伟。相比于王丽描述的案件，张同伟作为当事人讲得更详细，同时也更具有参考价值。苏白认真地听着张同伟描述相关的案件信息，时不时的还会插问一些关键性的问题。1个半小时以后，苏白总算是弄清楚了整个经过。结婚3年，没有孩子，不存在抚养的义务，2个人的共同财产几乎没有，甚至还有不少的共同负债。而张同伟的婚前财产也就是3套房子，其中2套成为了夫妻的共同财产。对于这一点，苏白很好奇。根据婚姻法规定，男女双方的婚前财产受到法律的保护，就算是张同伟把房子给卖了，那么这笔钱同样属于婚前财产。另外，其中增值的部分依旧是婚前财产。张同伟的老婆是怎么做到将其变更为夫妻共同财产？你的这2套房子是怎么变更成了夫妻共同财产的？提起这件事情，张同伟恨不得抽自己2耳巴子。当时我老婆和我生气，怎么哄都哄不好，最后我没办法，问她怎么样才能不生气。她当时说的是给她写一份保证书，上面写的有房产转赠的事项。我当时只想着哄好算了，就按照她的要求写了。没想到这个竟然还能当做离婚分割财产的证据。不仅如此，现在我们没有离婚，他还在不停的借款，购置一些家庭用品，说是欠钱欠得越多越好，反正我不同意离婚，就是我俩的共同债务。
这不妥妥的故意制造婚姻债务吗？但是又由于对方购买的是家庭用品，对于是否为故意制造婚姻债务这一点，很不容易裁定。看得出来，张同伟的那个老婆是个狠人啊。你老婆身边有没有什么律师朋友？这个倒是没有，不过南都这边有一个出名的女性婚姻律师，会通过短视频讲解婚姻财产分割问题。我老婆经常看她发的短视频，以前还会和我说，要是我们俩离婚了，就找这个律师打官司，让我净身出户。当时我刚结婚，没有太在意。苏律师，你现在一提，我倒是想起来了。苏律师，你怎么知道的？苏白笑了笑，根据张同伟的描述，这不妥妥的利用合法的规则想要掏空男方的家底吗？一个平常的女人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的心眼子？一看就是背后有人指点，而且是专门针对婚姻家庭的律师。苏律师人家可是专业的婚姻律师，随便问问不就猜出来了吗？你说这话不是在质疑苏律师的专业吗？你想想，要不是苏律师，我现在还在看守所待着呢。可是没有可是，苏律师不仅仅是专业的刑事律师，还是专业的婚姻咨询律师。苏律师，针对我这种情况还能解决吗？我想问一下，胜诉的可能性有多大？胜诉了，我还能拿回来多少的财产？张同伟的眼神中有一丝的紧张，这毕竟是他父母奋斗了一辈子的心血。南都一套房子几百万呢，就这么便宜了一个结婚3年没有给他带来任何美好回忆的女人，他不甘心。你这个案子有点复杂，一般来说的话，在婚姻诉讼里面，大概率能拿到现在的60%的财产，但还是要分对方大概40%的财产，其中包括了对方的负债，因为对方的负债的确属于家庭开支。但你如果委托我们律师事务所的话，应该至少能够保住2套房产不被分割，其他的暂时不能保证。你看要不要委托我们律所？听到苏白的话，张同伟有些激动，他也去过其他律所咨询过，对方律师给他的答案和苏白的差不多，2套房产分出去40%，那也是小几百万了，分出去给那种女人不得心疼死。现在苏白直接表态，至少2套房子可以保住，这对张同伟来说绝对是意外的惊喜。委托，苏律师，我的离婚官司就委托白军律师事务所了。既然委托的话，那你就准备起诉你老婆吧，以诈骗罪起诉。苏律师，我打的是离婚官司。你打离婚官司的目的是不是想离婚？对呀，我想离婚。那你是不是不想让对方分割你的房子财产？是这样的，苏律师，那个女人一直在花我的钱，还骗我结婚才3年就想分走我40%的房子财产，我不愿意。那这不就对了？以诈骗罪起诉，我保证你能够达到以上2个诉求。只要能达到以上2个诉求，你还在乎是不是离婚官司吗？不在乎。那这不就好了？是不是离婚官司又不重要。苏律师，你的意思是还能把那个女人送进去？这个我不能确定，我只能确定保障你的诉求。好了，既然确定了委托内容和委托事项，你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就签委托合同吧。律师费用按照你2份房产40%加在一起的10%算。如果你确定了，就可以签委托合同了。张同伟还在犹豫这律师费用是不是太高了，王丽一巴掌拍在了张同伟的身上。你还犹豫啥？能离婚，40%的房产能够拿回来，说不定还有几率把你家那个吸血鬼送进去，只是10%而已。换作是我有几率把那个玩意送进去，20%我都不带犹豫的。你还在犹豫什么？爱情？我爱你妈买麻花去。我不是的。苏白安静的等待着，南都2套拆迁房产大概值得大几百万，10%也有大几十万了。一般人舍不得出这个律师费很正常，这个价格已经很合理了。一般的婚姻官司收取的律师费是在10%到30%之间，他已经取最低标准了。苏律师，我同意了，咱们可以签合同。等到张同伟和王丽离开后，李雪珍拿着整理好的材料走进办公室问道：苏律师，咱们真的要以诈骗罪起诉张同伟老婆吗？不然呢？委托合同都签好了，你以为我在开玩笑呢？现在就等张同伟把收集好的一些证据交到律所以后，我们就可以提交书面起诉材料了。李雪珍惊讶的同时，心里面还有些小兴奋。原本以为这是一场民事案件，可没想到还是变成了一场刑事诉讼。好了，别开心了，交给你一项特别艰巨的任务。苏律师，什么任务？到张同伟提到的他老婆说的那个专门打婚姻律师的短视频下面，每天装成一个怨妇评论，争取得到连麦的机会啊！这是关键证据。好的，苏律师，我明白了。晚上，李雪珍找到那名短视频博主主页，里面清一色的内容标题：女性在婚姻中如何保障自己的权益，如何确保离婚后拿到更多的共同财产，让男方净身出户。李雪珍越看越皱眉，这个叶飞律师的视频内容完全是利用法律的空档来教会人如何得到对方的婚前财产，说白了就等同于窃取对方的婚前私有财产。而评论区的一些人还在拍手称快，有些人甚至炫耀着自己拿到的好处，下面清一色附和羡慕的评论：羡慕姐妹，这一次拿到了不少呀，说出来让我们羡慕羡慕。姐妹真厉害，可以的姐妹，向你学习，冲冲冲！哈哈哈，也没有多少，主要是叶飞律师比较厉害。我是请了叶飞律师，我没有创造1分钱的共同财产，拿到了对方60%的财产。哇，好棒好棒，传授一下经验，让我们学习学习。
看着评论和视频中的内容，李雪珍作为一个女性，完全理解不了这种行为。但为了取证，也就是苏白说的关键证据，李雪珍在视频评论区留言，每个视频下面都留下了求助的信息。第二天，李雪珍来到律师事务所。苏律师，我昨天在那个叶飞律师的视频底下全部评论了一遍，可是对方没有理我。手机拿过来，我看看你的评论。苏白看到评论内容以后，不由得张了张嘴。你管这叫做生活不如意的怨妇？只见李雪珍的评价内容是：叶飞律师，我是一名家庭主妇，我过得很不好，请你帮帮我。这要是换作他是这名律师，也根本不会搭理，因为没有什么打动人的地方。苏白一口气把李雪珍发的评论都删了，接着用飞快的手速在评论区打出来了一大堆的字，发表了上去。按照我刚才发的内容，你先多复制几遍，私信也联系一下。李雪珍瞪大了眼睛，望着评论区里面发的内容。叶飞律师你好，我是一名家庭主妇，我老公年薪100万，在南都有3套房子，还有1套大平层，资产3000万左右。我想要离婚，但是不想放弃现在的生活，我现在很纠结，我想问问叶飞律师有没有什么办法，拜托了。后面还带着一个恳求的表情包。苏律师这样发就有用了吗？当然，这个叶飞教导女性离婚，看重的是什么？看重的当然是律师费啊，要不然白那么好心啊。一个案子分60%财产的10%到30%，妥妥几十万的律师费用。一个案子几十万，10个案子那不就好几百万了？这种离婚诉讼打起来简单，还没有太大的风险，简直美滋滋好吗？苏律师，那个叶飞律师回我私信了。这么快？回了什么？回复我说可以帮我打官司，不过要让我证明资产，证明完了以后可以把我拉到他专属的粉丝群里面。苏白尴尬的干咳了2声，资产证明这个问题有点麻烦了。正当他思索怎么办的时候，李雪珍一脸认真的问道：苏律师，我现在已经被拉到他的专属粉丝群了，接下来怎么做？望着苏白惊讶的表情，李雪珍急忙解释：苏律师，我是从网上找到的资产证明，没想到对方还真信了。苏白一副你看我像不像傻子的表情，看着李雪珍说道：接下来你就把这名叶律师粉丝群里面的内容都截图下来，还有把视频内容也全部下载保存。他如果找你连线，给你支招的话，你要把过程全部都保存下来。好的，苏律师，我明白了。那然后呢？然后等张同伟把我让他准备的证据准备充足以后，我们就可以提交法院起诉了。张同伟家里，张同伟看着自己的妻子谢静又贷款往家里带东西，眉眼间闪过一丝不悦。咋的？看我不爽啊？看我不爽你就离婚啊？你要是一天不离婚，我就一天带2000块钱购买家具、小用品这些玩意，反正我买的你都用得着，不是单独给我自己买的，这是夫妻共同债务。你要是不同意离婚的话，还是得还这债务。我和你说，我不起诉你是给你面子，我建议你啊，趁早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谢静不停地骂骂咧咧，他这么做就是为了逼张同伟离婚，因为要是他自己起诉离婚的话，没有一个好的离婚理由就无法达到他想要的结果，必须让张同伟起诉才行。这是法院的传票，你好好看看吧。谢静听到法院2字，一脸兴奋，以为张同伟终于要起诉离婚，拿起了快递，一边拆一边说：你说你直接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不就行了？你又不是没咨询过律师，打官司的话你还得多付律师费，何苦呢？可等到拆开信封看到传票内容后，震惊的瞪大了眼睛，不敢置信的望着张同伟怒吼道：张同伟，咱们打离婚官司，你特么的告我诈骗！张同伟，你和我说说你什么意思？就这个意思，要么你背着你的债务净身出户，要么上法庭。张同伟说完便转身离开。谢静看到传票有点慌了，急忙联系了叶飞律师。叶律师，我老公把我告上法庭了。不要急，你老公把你告上法庭，你这不正好可以借此机会离婚吗？叶律师，不是离婚官司，是我老公告我诈骗啊。没关系的，你们2个是婚姻关系，他起诉你诈骗怎么可能成功？你放心好了，找我做你的代理律师，99%可以胜诉，但是你要是找其他人就说不定了。那好，那就麻烦叶律师了。不麻烦，但是这个诈骗最难处理啊，律师费用可不低。只要叶律师你能打赢官司，多少律师费都可以。法院对于案件的受理很快完成，进度到了庭外调解。庭外调解是由一名南都初级法院30多岁的女法官主持。她打听过，这名女法官婚姻不是太幸福，和自己的丈夫没有孩子，经常吵架，闹得整个法院的基础工作人员都有所了解。法官的主观意愿很重要，如果是让这名女法官审判的话，不太好搞啊。看来得想办法把她弄走，或者是让她站到自己这一边，最好是换一名审判长。李助理，你也不想咱们这一场诉讼败诉吧？苏律师，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苏白靠近李雪珍的耳朵，讲了一些话。李雪珍睁大了眼睛，不可思议地望着苏白。苏律师，这样做不太好吧？这名女法官婚姻不幸福，由她担任咱们这次案件的结果。你觉得她作为女性会偏向哪一方？女方。那你觉得如果她偏向女方的话，会不会对于咱们的委托人造成一定的影响？见李雪珍还在犹豫，苏白再次开口：想一想，我教你的第2条是什么？第2条是拿钱办事。作为律师，你难道不想胜诉吗？委托人既然委托了咱们律所，那就是代表了信任咱们。再说，咱们做的事情既不违法又不违规，你怕什么？可是，你难道不想赢？想。苏律师，这件事情咱们什么时候去办？越早越好。好的，苏律师。
观澜小区，南都初级法院法官徐梦就是住在这个小区内。李雪珍站在小区门口处，正在焦急地等待什么，直到看到一个身穿西装的女人来到小区门口以后，赶忙跑到那个女人面前。你好，请问是徐梦法官吗？对，我是徐梦，你有什么事情吗？没有什么事情，就是想咨询一下徐梦法官，如果你主审一件婚姻案子的话，会带有色眼镜去审判吗？这件事情是绝对不会的。好的，谢谢徐梦法官。望着离开的李雪珍，徐梦一脸疑惑。而另一边，李雪珍离开小区以后，来到一处转角处，望着正在摆弄手机的苏白，激动地开口：“苏律师，你拍到了吗？”拍到了。苏白将照片发给李雪珍，照片的内容赫然是李雪珍和徐梦站在小区门口聊天的场景。好了，你把照片发给张同伟，并告诉他一定要让他老婆看到这张照片，并且暗示他老婆我们跟这个法官有关系。苏律师，这么做有用吗？当然有用。根据审判长回避原则，一是不能作为亲属，2是不能有利害关系，3是与本案当事人、诉讼代理人有其他关系，可能会影响案件公正审理的；4是接受当事人或诉讼人请客送礼的，违反规定会见当事人、诉讼代理人。你的这种情况不构成以上任何一种，可我们知道不构成，对方律所却并不知道。单从照片来看，对方对此不放心的话，很有可能会提起回避原则的。所以对于这种情况，法院一般都会进行采纳。很快，张同伟表现的胜券在握，让谢丽看到了这张照片，暗示了他有关系。谢丽得知了这件事情以后，也是匆忙的联系了叶飞律师。姐妹不要担心，咱们法院制度健全，可以申请提交回避，法院一般会进行受理，问题不大，姐妹莫慌。叶飞根据这张照片提交了审判人员的回避申请，法院方面很快就对此进行了审查，确定了李雪珍的身份是白军律师事务所的实习律师以后，同意了回避申请。很快，法院更换审判人员，双方律师进行了庭外调解。面对叶飞，苏白提出来了他的调解条件。我方接收庭外调解，但有以下要求：一、谢静净身出户，并且补偿张同伟3年青春损失费；2、谢静对张同伟进行赔礼道歉；3、谢静负责相关的诉讼流程费用。这3个调解条件把谢静和叶飞气得够呛。你一个大老爷们让女方补偿青春损失费，我方绝对不同意对方的调解要求。对方的调解要求太过离谱，我方认为没有继续调解下去的必要了。既然叶律师不同意庭外调解，那我方只好提起诉讼。提起诉讼吧，法庭见。叶飞冷淡地看了一眼苏白，转身就走，望着一脸暴躁离开的谢静和叶飞，负责调解的审判员微微皱了皱眉，对着苏白和张同伟开口道：“既然被告方不同意继续调解，那么原告准备诉讼状和诉讼材料吧，可以进行起诉处理了。”审判员说完后，避免出现其他情况，没有和苏白原告方进行太多交流，便离开了调解室。苏律师，审判员似乎不高兴了，是不是咱们提出来的调解要求太过分了？咱们还没有讲为什么提出来这条件呢，对方就离开了，怎么能说是咱们提出来的要求太过分，让审判员生气了呢？调解最重要的是什么？是调解啊！一般调解谁会先把自己的底牌放出来？都是狮子大开口，一点一点的调解，各退一步，万事大吉。我们提出来的调解要求过分才没有问题。审判员不耐烦的是叶飞和谢静的离场，是他们对于调解的不在乎和不尊重，而不是我们原告方。苏律师，咱们接下来怎么办？接下来就简单了，刚才审判员已经说过了，咱们准备起诉状和诉讼材料就好了，这些我都已经准备好了。庭外调解失败后，关于张同伟起诉谢静诈骗的诉讼官司很快就到了开庭的日子，双方当事人和律师进入庭审现场。书记员宣读完法庭纪律后，审判长和2名审判员走上审判台，敲响了法锤。现在开庭，原告方张同伟控告被告方谢静对其以婚姻为名义进行诈骗，请问原告方案由是否属实？我方控告被告方谢静案由属实。案由确认属实，下面有请原告方陈述事实和理由以及诉讼请求。审判长，我方的诉求很简单，只希望法庭能够依法保护我方的权益。下面是我方的诉讼申请：一、我方申请被告方，也就是谢静一方判处诈骗罪，因为被告方已经对我方实施了诈骗行为，诈骗的数额高达数百万，申请对其从重从严进行判处。二、针对于谢静一方对我方的诈骗行为，我方要求解除婚姻关系，并且申请被告方返还我方这么多年的劳动付出和财务损失。三、由于被告人对我方实施诈骗行为，对我方造成了巨大的精神损失，我方要求对方赔偿每年精神损失费2万元，3年精神损失费用合计6万元。四、被告方以和我方结婚为手段对我方实施诈骗行为，严重影响了我方的形象和名誉等，要求对方对我方进行赔偿，补偿我方的损失，每年1万元，合计3万元。五、我方要求对方承担其相应的律师费用。原告一方陈述完毕，被告一方现在开始陈述诉讼申请。审判长，我方作为被告方，诉讼申请如下：一、驳回原告方所有的诉讼申请。原告方所提出来的我方进行婚姻诈骗，我方不认同，我方具有婚姻事实，不构成诈骗构成条件，申请将其驳回。二、针对于原告方对于我方的控告，表明了原告方对于我方已经失去了婚姻的基本情感，夫妻感情破裂，在此提出解除婚姻关系。三、我方要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和承担夫妻共同债务。分割共同财产如下：南田苑128平方房产1套，
北西苑136平方房产一套，等若干财产公共承担的债务如下：我方为了家庭借贷20万元，我方要求对方共同承担此债务，并且基于对方对我方造成的情感损失，导致夫妻关系破裂，造成了我方郁郁方面病症，我方要求在财产分割方面对我方进行一定的补偿。4. 我方要求对方承担律师费用以及相关的诉讼费用。好家伙，怪不得你这个叶律师打离婚诉讼案官司的胜率那么高呢，原来有必杀技啊！叶飞一脸得意地望着苏白，他能够确定这一次对方输定了。郁郁症这个杀手锏一出，一般的律师根本扛不住。双方诉讼请求现在都已经当庭提出，下面是原告诉讼方和被告诉讼方对于自己的诉讼申请提交事实依据或者法律依据的阶段。先由原告方张同伟一方委托律师或当事人进行陈述。原告方律师针对你方提出来的被告方有诈骗婚姻的情况，你方有没有事实依据？审判长在提交证据之前，我想先问被告方当事人几个问题。这几个问题是否和本案有关？和本案有关，审判长。和本案有关，依据法律庭审条例申请通过。原告律师可以对被告当事人进行提问。我想请问被告方当事人谢静，你当初和我方当事人结婚的目的是什么？审判长，我提出终止提问的申请。原告方问出来的这个问题和本案没有任何的联系，起不到任何对于审判裁定的作用。想必后面的几个问题同样如此，所以我申请审判长终止对方律师对于我方当事人的提问。被告方律师在提问期间不得打断庭审提问，警告一次。原告方律师解释一下你提问这个问题的作用和本案有什么关系？审判长，我提问的这个问题和本案有着重大的关系。问询的目的是判断对方当时的主观意图，问询对方当事人谢静和我方当事人张同伟结婚是否存在诈骗想法。提问符合庭审要求，提问继续。被告人律师不得再次打断提问，否则将给予严重警告。好的，审判长。是因为我们之间的感情，我们是因为爱在一起结婚的。根据我方当事人的描述，你在和我方当事人结婚之前有过2个男朋友，在遇见我方当事人的时候和其中一人正在交往，在得知了我方当事人是南都拆迁户的时候，迅速抛弃了当时的男友和我方当事人在一起，这是因为爱吗？难道不是因为我方当事人的财产？你怎么认定我和童伟在一起不是因为爱？我想请问被告方当事人，你说你因为爱，那为什么抛弃了当初在一起的男友？难道没有一丝丝原因是因为我方当事人是南都拆迁户的原因？并且根据我方的了解，你很想定居在南都，可惜没有能力。你当时的前男友同样没有能力，这是不是你当时选择我方当事人的理由呢？这是不是你当时选择我方当事人的理由呢？不是，我当初选择和童伟在一起就是因为爱情。不爱你妈买麻花去。被告方律师有什么问题？审判长，原告方律师已经提问我方当事人数个问题了，要是这么一直提问下去，那完全是拖延庭审的时间。我申请终止原告方对我方当事人的提问。原告方律师有什么要说的？审判长，我方没有任何问题了。那现在请原告律师针对被告方的诈骗行为提出事实依据或者是法律辩解吧。好的，审判长，这里面是有关于我方当事人张同伟和被告方当事人谢静在一起时和结婚以后的消费记录。消费的记录显示，被告方当事人在结婚前和我方当事人在财务上的联系是 AA 制，可是在结婚以后完全是索取的态度，并且向自己的2个弟弟和自己的父母进行资助行为，侵害了我方当事人的共同财产。法官杨宇简单翻看了一眼消费记录的凭证，作为男性，他看到这些大额的消费记录以后眉头微皱。他虽然对于同为男人的张同伟表示同情，可是这些并没有法律凭证可以证明谢静的诈骗行为。这些只是消费记录的凭证，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被告方当事人针对原告方当事人进行诈骗行为。原告律师有直接的证据表明被告当事人的诈骗行为吗？有的，审判长。苏白让李雪珍把叶飞的粉丝群聊天记录以及短视频账号视频内容、短视频中的评论图片整理完毕，交由身旁的工作人员。审判长，这就是谢静诈骗我方当事人的证据。谢静联合其委托律师叶飞对我方当事人进行诈骗。庭审现场一片震惊，叶飞作为谢静的委托律师，现在变成被告了，而且还是诈骗罪的帮凶。叶飞听完这话快要疯了，气势汹汹的举手。审判长，原告方律师完全是在构造子虚乌有的事实，我申请驳回原告方提交的证据。申请无效，现在是法庭举证的时候，被告方律师不得提出异议进行干扰。鉴于被告方律师刚才是第一次提出异议，现对其只是进行提醒，再有下一次将会对其进行2次警告，严重的话直接强制离开庭审现场。还请被告方律师注意法庭纪律。原告方控告被告方及被告方委托律师对于原告当事人进行诈骗，并提交了证据。现在证据已经交由被告方律师了，被告方律师现在可以进行查看，有什么疑问可以当庭提出。叶飞接过证据以后愣了几秒钟，这不是粉丝群里面的聊天记录和他在粉丝群里面的发言和视频的主页的内容吗？这也能够当做诈骗的证据？还有这粉丝群里面的内容是从哪里来的？审判长，我想请问原告方当事人和原告方委托律师，凭什么以此聊天记录来进行判定我和我方委托人诈骗？还有这证据的信息从哪里来的？如果是非法证据，那么原告委托律师你清不清楚？知法犯法，利用非法获得的证据来进行庭审控告，你要承担什么后果？审判长，我申请公开提交证据的来源。
申请通过。这是我们白军律所实习律师的手机，他加入了叶律师你的粉丝群聊。叶律师，你可以看一下自己的粉丝群聊，以此来证明我方证据的来源是否合法。被告方律师可以打开手机，确定证据来源是否合法。叶飞半信半疑地打开手机，看到了自己那个心心念念的优质客户雪在粉丝群里艾特了自己并留言，留言的内容是：叶律师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彻底疯狂！彻底疯狂！叶飞差点当场气炸，你什么意思？让你公开来源证据的合法性，你就公开证据好了，还来嘲讽我？要不是当场还保留理智，叶飞恨不得和苏白拼命。原告方苏律师在群聊里面调侃我，并用虚假信息通过我的粉丝群，这难道不算违法吗？虚假信息？什么叫做虚假信息？我方实习律师在评论区留言，没有造成任何人或者事物的财务损失。是叶律师你自己硬要拉我方实习生进入粉丝群，还要求提供财产证明。财产证明方面是事实，在整个过程中没有任何的违法行为，此后也没有任何的诈骗或者是诱导行为，完全是叶律师主动寻找我方实习律师进行聊天。叶律师凭什么认定我这证据是违法所得？要不要我方提供当时的聊天内容，证明叶律师你当初是怎么热情的拉我方实习律师进入粉丝群的，以及当时叶律师你的热情态度吗？此时的叶飞心态已经炸了，他明白继续在这方面辩论下去，这场官司他就输了。这场官司原告是以诈骗罪对他进行起诉，败诉的后果叶飞不敢想象，到时候他不但律师费捞不着，还有可能把自己给赔进去。叶飞冷静下来以后，迅速把话题朝着其他方向牵引。苏律师，针对你的发言，就算是你的证据来源具有合法性，可是你凭什么通过这些证据认定我方进行了诈骗？诈骗罪的定义是侵犯的客体是公司财物所有权，构成的客观条件是在客观上表现为使用欺诈的方法骗取公司财物，主观条件是直接或者故意非法占有公司财物。在这个案件中，原告方当事人张同伟和我方当事人谢静是夫妻关系，并且我方要求分割的财产是夫妻共同财产，这哪一点构成诈骗罪了？夫妻间的共同财产也能叫做私人财物吗？再有我方当事人和原告方当事人已经成为了既定事实的婚姻关系，怎么又有了诈骗这么一说？如果苏律师这样认为的话，那么我无话可说。请问被告方律师说完了吗？我已经陈述完毕，还请苏律师回答我的问题。叶律师，你恐怕误会我的意思了。我方控诉谢晋联合其委托律师，也就是叶律师，你们两个人对于我方当事人进行诈骗，诈骗罪的构成条件，这一点叶律师没有说错。在本案当中，谢晋与我方完成既定的事实婚姻，这是法律所认证的，我方没有进行否认。对于共同财产方面，我方同样没有进行否认，但我方一直强调的是，谢晋和叶律师，你们两个人对于我方当事人进行诈骗行为。首先有关于共同财产的问题，根据被告方提交的证据，要求分割我方当事人的房产，法院没有进行判定，现房产在法律的意义上仍然是我方当事人的私有财产。先看看我方提交的证据，证据中表明了叶律师针对自己的粉丝群体有着引诱，教导其分割共同财产的目的。谢静是叶律师的粉丝，这是既定的事实吧？根据被告方提交的分割财产的证据，表明了谢静提交的分割我方当事人私有财产的证据是我方签下来的一份保证书。根据保证书中的内容，对于我方进行控告，其中叶律师引诱、诱导的方法中就有这一条，可以让你的丈夫签下保证书，不管用什么样的方法，只要他写下保证书或者是有关赠与的内容，那么就能分割婚前男方的私有财产。这是不是想要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来对我方当事人的婚前私有财产进行分割？现在被告方提起的诉讼申请中同样有着要求分割我方当事人的婚前财产，这表明了对方的主观意图就是为了占有我方当事人的私有财产，这难道不是诈骗吗？审判长，我想申请我方当事人对其进行补充。申请通过，原告方当事人可以对其进行补充。审判长，当初被告方也就是谢晋要求我写保证书和赠与的时候，我的心里是极为不情愿的。可是对方为了达到他心里的目的，硬是逼我，还说我要是不写的话，他没有安全感，就要和我离婚。但他真的没有安全感吗？我每个月的工资2万，其中19900都花在了他身上，而他呢，不仅仅对我实行语言上的暴力，而且还将钱全部用于自己的打扮，还给自己的父母大把的零用钱。他还骗过我说是让把我婚前的一套房子出租给他同事，可是却给他弟弟免费住，现在还想诈骗我的婚前财产。审判长，这个婚姻完全都是女方在受益。对于原告方的控告，被告方当事人和被告方律师有什么要说的吗？叶律师，我该说什么啊？我方当事人患有抑郁症，对于当时的婚姻关系可能处理的不妥，但造成这个因素的主要还是男方。我方申请驳回原告律师的观点。请问这个抑郁症是我方当事人造成的吗？造成的原因是什么？这和本案我方控告你方诈骗我方当事人有什么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吗？抑郁症分割财产有用，但我现在控告的是你诈骗啊，难不成你诈骗没得逞抑郁了？面对苏白的一连三问，叶飞慌了，这怎么真的变成刑事案件了？我只会打婚姻案呢，刑事案件我不会啊。臣妾做不到啊！叶律师，现在该怎么办啊？咱们怎么反驳啊？你快反驳啊，叶律师！你先不要急，谢晋都快要抓狂了，你让我先不要急，可是我明明都注意到你急了，你现在还让我先不要急。
我想请问被告一方提出来的这个被告当事人患有抑郁，这个抑郁症和原告所控告的诈骗罪有联系吗？我方提醒被告一方，此案是以刑事诉讼起诉，要是做假证的话，构成伪证罪，律师可是要负刑事责任的。原告方不得打断庭审问询，鉴于是第一次给予提醒，再有下次将会给予警告，请被告方针对原告方提出来的问题做出合理的解释。这个抑郁症是在我方与原告方在婚姻中产生的，原因有多种，其中婚姻关系也是其中的一种。至于和诈骗有没有关系，我还是坚持我方没有诈骗行为。我申请法官酌情考虑我方患有抑郁症的事实。鉴于被告方抑郁症和本案没有太大的关系，驳回被告方申请，并判定被告方抑郁症和本案无关。原告、被告双方对于对方提交的证据和辩论是否还有异议？如果有异议的话，可当庭提出。原告当事人或其委托律师是否还有异议？审判长，我方没有异议了。被告一方还有没有什么异议？大招都被禁了，叶飞没有了底气，怕再辩论下去对于自己一方越来越不利，真的出事了就完蛋了，于是开口。审判长，我方没有异议了。既然双方都没有任何异议了，那么现在进入休庭，休庭时间1个小时，1个小时后双方做出最后的法庭陈述，陈述完毕将会当场宣判庭审结果。休庭。苏律师，那个女律师把我从粉丝群踢了，咱们这官司能把她送进去吗？不是人家把你这个卧底踢出群聊了，你就想把人家送进去？上个案子还担心我能不能赢，这一次就直接问能不能把被告方律师送进去，你变化真大呀！这个问题不好说，需要看审判长的判定，但总体来说，对方肯定逃不过处罚的。等开庭吧。哦，好的，苏律师。叶律师，咱们这官司能赢吗？输了官司，咱们俩该不会进去吧？叶律师，你说他们起诉咱们诈骗罪能成立吗？谢晋一连几问，让叶飞也烦躁了起来。毕竟他做的事情的确存在违法的行为。一开始刚做的时候还担心暴露，可是随着越做越大，赚得越来越多，一次次的游走在违法的边缘，心里反倒是肆无忌惮了。这一次被提起诉讼诈骗罪，是让他完全没有想到的。毕竟谁特么能想到，他作为律师来打个官司，还有可能被送进去。不用慌，对方律师的确占据了上风，可是还没有宣判庭审结果，对方说的观点有没有被审判长承认都不知道。现在不是着急的时候，等到开庭进行法庭陈述的时候再说吧。现在谁也说不好情况到底怎么样，你别担心。江浩、红梅，你们两个作为陪审员，对这个案子怎么看？看庭审辩论的话，明显是原告方更占据优势，提出的诈骗构成条件有理有据，我支持原告方认定诈骗罪。红梅，你觉得呢？审判长，我觉得这个案子应该不构成诈骗吧。苏白的辩论观点是对方构成了诈骗罪，诈骗的财物是原告张同伟的婚前私人财产，但是这件事情并没有成为既定的事实。按照他的说法，张同伟的私人财产还是私人财产，谢晋是有这么一个想法，并且在实施的过程中，可这不构成犯罪形成的既定条件，因为谢晋还没有得手张同伟的财物，只能说是未遂。还有最关键的一点，诈骗罪的认定是非法。如果谢晋通过起诉获取共同财产的话，这一行为是合法的。只能说谢晋联合其律师叶飞针对其丈夫张同伟，想要以合法的手段窃取对方的婚前财产。不过叶飞不是刑法律师，对于刑法诈骗罪的理解不是很深刻，又被原告方律师苏白给带进去了，忽略了这一点最关键的内容。我觉得认定诈骗罪不太合适。对于这一点我不赞同。谢晋以逼迫离婚、威胁等手段诱导原告方张同伟签下保证书以及赠与协议，这难道不是违法行为吗？这种行为是处在违法的边缘，但是对于这一情况很难进行界定和取证，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好了，你们两个说的都有一定的道理，不用再继续讨论了。等开庭以后，听听原告和被告的法庭陈述，再做决断。很快休庭时间结束，审判长和2位审判员再次入庭，针对原告张同伟起诉被告谢晋一案继续开庭审理。现在继续开庭，请原告方和被告方做最后的开庭陈述准备。原告方，乙方做好陈述准备了吗？我方已经准备好了，审判长。现在请乙方做开庭陈述吧。好的，审判长。审判长，我想请问审判长一个问题。原告委托询问的问题是否和本案有关？有关系，审判长。申请通过，问吧。我想请问审判长，如何看待那些处在违法边界的人员？说说你的陈述吧。尊敬的审判长，我方法庭陈述如下。我方认为庭审是神圣的，是凡事都需要拿出来证据的地方。这一次，我方以诈骗罪起诉被告方，被告方予以否认，但拿不出来相应的反驳证据。仅此一点可以看出，对方针对我方提出来的诉讼申请根本进行不了反驳。同时，被告方谢晋在家庭中所承担的责任很小，完全没有达到夫妻应尽的义务，并伴有主观意向的诈骗行为。对于这种情况，可视为女方完全没有把男方当成自己的人生伴侣，当成人生中的另一半来对待，这根本不符合对待婚姻的态度。再有，被告方谢晋协同其律师叶飞对我方进行诈骗，这是主观上的事实。我想请问一下女方，我方当事人在婚姻中的3年做出过任何违背婚姻、背叛婚姻的事情吗？谢晋沉默，苏白继续开口。
这个问题女方答不上来的原因是什么？答不上来的原因想必只有一种，沉默代表着无话可说。我方当事人张同伟没有背叛自己的婚姻，但即使如此，女方依旧贪得无厌，对我方进行诈骗，想要利用逼迫我方意愿的方式套走我方的婚前私有财产。这种人对于婚姻的概念很淡薄，完全将婚姻当成了牟利的手段。同时，被告方律师叶律师有着自己专属的粉丝群、短视频账号，传播和诱导不良的婚姻关系行为，以此来进行牟利。身为律师，被告方委托律师叶律师诱导其粉丝谋取自己另一半的婚前财产，完全是知法犯法。他身为律师，难道不知道这种做法是违法行为吗？显然是知道。可是他依旧利用这种方式进行诈骗，显然亵渎了法律的神圣性，忘记了自己作为一个法律从业者的基本操守。叶律师的所作所为完全是游走在法律的边界。我听说叶律师在婚姻官司中胜场达到了上百场，那么就说明至少有上百个家庭因为叶律师的这种行为产生了破裂，不仅仅是破裂，而且这上百个家庭的婚前私有财产都遭受到了严重的损失，这是对私人财产的侵犯。据我所知，叶律师还有很多粉丝因为叶律师的诱导，在准备或者正在进行这一行为。如果成功，后续的严重性不言而喻，这严重违背了法律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就算是叶律师通过起诉合法的分割了婚前财产，可是主观上的诈骗行为是真实存在的。我作为原告方的律师，劝被告方当事人早点认清被告方律师的行为是违法的，是可耻的，尽早检举，争取从宽处理。审判长，我的法庭陈述完毕。叶飞听完苏白的法庭陈述，整个人都懵了，这已经完全将矛头指向他个人了。这法庭陈述要是成立了，他不得直接蹲号子踩缝纫机去了？请被告方进行法庭陈述。审判长，我申请对方的法庭陈述无效，因为对方的矛头完全指向了我，和本案没有太大关联。申请无效，请被告方进行法庭陈述。如果不进行陈述的话，视为主动放弃。尊敬的审判长，我方的法庭陈述如下：我方作为原告当事人的合法妻子，可能承担的义务少，但也承担了部分的义务责任。原告一纸诉状将我方告上法庭，这未免不符合夫妻的情分。我个人认为夫妻之间的关系应当是和谐的，不应该如此。针对于对方对于我个人的控诉，我不能承认，因为我这是在保护女方在婚姻中的权益。被告当事人谢静还有没有什么要说的？谢静现在很慌，说实话，他真的很动摇，很想当庭认错，可是认错就等于自己给自己提前判了死刑，他怕自己再说错了什么，只是摇了摇头。审判长，我没有什么要说的。双方当事人都已经进行完法庭辩解，准备宣判。全体起立，现在请审判长宣布审判结果。本案原由原告方张同伟起诉被告方谢静婚姻内诈骗其婚前财产，此案由本院南都初级法院审理，本院对该案件有管辖权，所适用的法律全部依据国内法律。下面宣判庭审结果。经合议庭研究判定，针对原告提出来的诉讼请求，依据我国对于诈骗罪的定义，客观、主观以及主体的构要条件，被告人以逼迫威胁改变了原告方当事人的主观意愿，达成将婚前私有财产转化成公共财产的目的，虽然未遂，但是有强烈的意向，构成诈骗行为。情节恶劣，财产数额巨大，但因原告和被告是夫妻，关系尚未解除，故从轻判处，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对于被告方谢静针对原告的诈骗行为，已经违背了婚姻的基本法则，同意原告所提出来的解除婚姻事实关系。针对原告所提出来的要求，被告人返还原告这么多年的劳动付出和财务损失，因其存在法定的婚姻关系，予以驳回申请。但被告所给予的其弟弟和父母的财物，这是共同财产，未经过原告同意，部分要求返还。对原告所申请的精神损失予以驳回，原告所申请的严重影响了其形象和名誉赔偿予以驳回。对原告所申请的律师费由对方承担，依据我国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予以驳回。同时，庭审中针对原告方对被告方律师的控诉，由于是在本案中提出来的，涉及到当事人，庭审成立。被告方谢静的委托律师叶飞对于被告方谢静进行授意，从而诱导被告方谢静诈骗原告张同伟方婚前财产，构成教唆罪条件。由于情节严重，证据确凿，判处1年有期徒刑，撤销律师从业资格。此案将会由本院通知检察机关对被告方律师叶飞提起公诉流程。针对被告方提出来的诉讼请求，由于被告方涉及到刑事责任问题，提出来的财产分割问题全部驳回。本案为初审判决。根据我国诉讼法规定，被告方若认定裁定判决有错误或任何疑问，都可以向上级法院申请再审。判决书将会在闭庭15日内向原被告双方发送判决书。闭庭。就在刚刚，罗大祥老师又给你介绍了一个案件，是一个证据确凿的死刑案，很多顶尖的刑法律师都不敢接受。案子是一个青年大学生和2名咄咄逼人的社会人士起了冲突，在对方的攻击下，拿起商场中的刀具反杀了对方2人，慌忙之中还离开了第一现场。最后一点非常关键，杀人离开第一现场这个主观行为很拉分，在1审的判决中，主观故意杀人，并且连杀2人，具有严重的危害性，判处死刑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罗老师，你对这个案子怎么看？这个案子在网上的影响力不小，有人说这是
是防卫过当，也有人说这是故意杀人。根据一审法院的判决的话，需要从正当防卫这个角度去解读。苏白点了点头，这个案子的确需要从这个角度去出发，但是他有其他的想法。这个案件的影响力比南都银行案的影响力还要大一些，是北都高级法院直播庭审。而且这一次公诉方的律师很厉害，上一次辩方律师从正当防卫、过失防卫这两点进行出发，就是因为公诉方律师的辩论才没有得到法院审判长的支持。你要做好心理准备。下午，苏白约好和当事人父母签订了委托合同，律师费用不多，只有2万块钱。当事人和当事人父母拿不出来更多的律师费用，这一点罗大祥提前和苏白打过招呼。苏律师，咱们要去找证据吗？不用找了，一审的时候检方已经找好了，找的可比咱们详细多了。咱们只需要在检方寻找的证据里面抠细节、抠法律条文就好了。不过当事人还是需要去见见的。那我出去买华子。苏律师，我记得第一课人情世故，对不对？李雪珍的眼神彪彪单纯。不错，记得很清楚。那你还记不记得第2课和第3课是什么？第2课是拿钱办事，第3课是对方律师越愤怒，咱们的胜率越大。那我现在教你第4课，叫做看情况而定，随机应变。现在这是在北都，和南都不一样，这不是咱们的地盘，懂不懂？按照正常的流程走就可以了，不要搞那些虚的。哦，好的，苏律师，我明白了。第4课随机应变，我记住了。李雪珍小脸庄重，认真点了点头。很快，苏白来到北都中级法院，提交了材料，并取回了卷宗。等一会儿到我房间来一趟。啊，苏律师，你是让我等一会儿到你房间？对，过来看卷宗。好的，苏律师，我知道了，我一会儿过去。半个小时后，苏白将一审的庭审辩论以及判决所依据的法律条款看完以后，心里有了底。一审的确如同罗大祥说的那样，全部过程是围绕着防卫过当、过失杀人和故意杀人这2点来进行判处的。而他现在也能够确定，2审的判决不会维持1审原判。走吧，去见见当事人，带上那些证据材料。很快，齐峰被执法人员带到了传唤室，他的脸色很差，整个人身上没有一点精气神。在看到苏白的时候，勉强笑了笑，坐在了自己的位置上。你好，我是你的委托律师苏白。苏律师你好。苏律师，我想请问你我父母还好吗？齐峰父母只有他一个独生子，又不是什么大富大贵的人家，想想以后的生活，齐峰的眼神充满了绝望。你父母目前的情况算是比较稳定的，时间有限，这个暂时先不谈，咱们还是聊聊有关于2审的相关事宜吧。二审还有希望吗？我杀了2个人，估计还是判死刑吧。谁说官司没有希望的？有没有希望还是要试试的。这个案子是罗大祥罗老师让我过来负责的，你父母掏了律师费用，委托我担任本案的辩护律师。作为一名律师，拿钱办事，这是我应该做的，还请你配合一下。你真的是罗大祥老师让你过来负责的？是的，你看一下以上的证据有没有什么问题？有问题的话可以直接提出来。听到苏白确定的话，齐峰的心里面又燃起了一阵希望。他接过那些证据材料，认真仔细的看了看，检查了一遍又一遍，最终摇了摇头。这些证据材料没有任何的问题。那你对于你在1审的庭审中的辩论以及自己的发言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没有。这个需要我有吗？不用的，按照你的正常需求就可以了。那就是没有。好的，有关于你的诉求和问题，我们律所已经了解，谢谢你这次的配合，咱们庭审上见。你记得今天咱们的谈话内容就好了。临近开庭时间，齐峰一案在互联网上也刮起来了一阵热度。齐峰案1审的时候，对于是否是过失防卫还是故意杀人，互联网上跑起来了不小的热度。毕竟这种事情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在自己的身边，面对陌生人的威胁，稍有不慎，反击时对于对方造成了严重的伤害，被判个故意伤人或者是故意杀人，那可算是完犊子了。因此，网络上大部分的舆论声音都是向着齐峰的。开庭前夕，最高播放量的视频下面有一个点赞量高达10万的评论。对于齐峰这个案子，我们的关注度这么高的原因，其实究其原因，是因为齐峰代表的是我们大众的心理。谁希望自己受到欺负的时候不能反击？反击被判定互殴或者是故意伤害的话，那么我们难道要眼睁睁地看着我们自己被欺负？被欺负完再拿起法律的武器吗？迟来的正义还是我们想要的正义吗？评论的共鸣度很高，下方的留言数量蹭的往上涨。说得好，我们其实只是希望法律能够保护我们，而不是反过来保护那些欺负人的人。法律应该惩治的是那些人，而不是弱小者。Very， 迟来的正义还是我们想要的吗？说的太好了。对于当事人来说，伤害已经造成了，拿什么都弥补不回来了。与此同时，苏白看着自己发的这条评论一直被推到评论区第1的位置，而且点赞量还在稳步的上升，嘴角不由得挂起了一丝笑容。这条热评是他发上去的，当然他这么做自然有他的目的。时间很快到了开庭的时间，北都高级法院前。请问吕律师，网络上关于这场公诉案的观点有2个巨大的分歧，一个认为齐峰有罪，一个认为齐峰无罪。吕律师对此有什么看法？吕律师，网络上对你作为公诉律师出庭有着很大的争议，都说你是刽子手，请问你有没有想要做辩解的想法？谢谢大家对于这场庭审的关心，我也知道大家最想要知道的是这场庭审公诉方能不能胜诉。对此我依旧以我1审前接受的采访作为回答，法律会给出最公正的判决。齐峰的行为构成了故意杀人，而且举止恶劣，法律会对齐峰进行审判。这件事情不是由我来决定的，请大家相信司法的审判。至于其他问题，我暂时给不出来答案，谢谢。
等候室内，李雪珍有些欲言又止。苏律师，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问吧。苏律师，你怎么看待刚才那名吕律师说的话的呀？苏白刚才就已经看出来了李雪珍的想法，大学生嘛，难免会被别人的观点所影响。站在那个吕伟律师的角度，是杀人偿命，故意伤害罪，连杀2个人，判处死刑是接受司法正确的审判。可是你站在咱们当事人齐峰的角度去想呢，他是这件事情的受害者，一开始无缘无故的，凭什么判他死刑？所以说，去他的故意杀人罪，去他的杀人偿命，咱们被委托了就是要赢，咱们赢了才是接受司法的正确的审判，明白了吗？去他的杀人偿命，咱们被委托了就是要赢，咱们赢了才是接受司法的正确的审判，明白了吗？苏白的声音不大，却深深地落在了李雪珍的耳朵里。李雪珍小脸郑重地说道：“我明白了，苏律师。”不久后，双方人员进入庭审，审判长林有平敲响法锤。现在开庭。本案上诉方齐峰对于自己在1审中的判决不满，所以提起了2审的上诉。上诉方，这是不是上诉案由？是的，审判长，这是我方的上诉案由。关于上诉方的案由，本院进行了确认，确认属实。下面请上诉方陈述上诉的申请和依据。我方对于本次庭审的诉求很简单，希望法庭能够按照法律依据来对我方当事人进行合理的判处。下面是我方的诉讼请求：一、我方当事人当时在商场内并不是故意杀人，而是进行着正当防卫的举措，在对方2人对于我方进行攻击、殴打的情况下，我方当事人只是一名受害者，进行合理的正当防卫行为。根据刑法第20条正当防卫的解释，对于正在进行不法侵害行为的人，采取制止行为，导致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我方申请撤销1审判决，判处无罪。2、对于检方1审时对我方提起的控诉，造成了我方遭受了不必要的损失，依据国家赔偿法，我方要求检方对于我方当事人按照国家赔偿法中的规定，赔偿我方55864元5分。3、要求检方对于我方名誉所遭受的损失进行公开的发文澄清，以避免后续对于我方声誉造成损失。4、我方当事人现如今正值青年学生，此次事件对于他造成了严重的损害，我方要求对于我方当事人进行一定的补偿措施。上诉方上诉申请陈述完毕，现由公诉方进行陈述。审判长，我方诉讼申请和针对诉讼方的意见请求如下：一、驳回诉讼方，也就是齐峰一方所提出来申请。诉讼方提出来的当事人齐峰正当防卫，没有实质性的证据表明当时的齐峰是处在一个正当防卫的状态。根据当时齐峰的状态，他手持刀具完全足以保护自身的安全，但是却利用刀连杀2人，存在主观意义上的故意伤害，不具有正当防卫的表现性，所以我方申请驳回诉讼方的申请。2、对于诉讼方所提出来的针对诉讼方当事人的赔偿问题，是基于齐峰在无罪条件下的，可是现在齐峰并没有判定无罪，我方申请驳回上诉方的请求。审判长，我方陈述完毕。检方已经陈述完毕，上诉方针对于被告方提出来的问题，你方有没有法律依据证明，或者是拿出相对应的证据，证明当事人齐峰是正当防卫？审判长，我方能够拿出相关的法律依据，但是在此之前，我有几个问题想要询问吕律师。问题是否和庭审有关？是的，审判长。提问问题和本案有关，申请通过。请问吕律师，你是怎么认定我方当事人是故意杀人的？是怎么判断他的主观意图？解决不了问题，那么就把问题抛给对方，先搞对方心态。苏白继续说：1审时是吕律师作为公诉律师对于我方当事人进行控告，指控其故意杀人，其证据是我方在遇到危险时用刀连杀2人，超过了防卫的限度，并且在主观上具有故意杀人的意图。请问吕律师，你是如何判定的呢？审判长，我认为诉讼方律师举例1审的判定与2审无关，我拒绝回答诉讼方律师对我的提问。同意申请，终止诉讼方的提问。被诉讼方针对我方当事人的主要控诉有：第一，主观上的伤害意图； 2，所使用的刀具； 3，在施暴者没有反抗能力的情况下，对于对方进行继续的伤害行为； 4，我方当事人在犯罪后离开了犯罪现场，被认定成逃逸行为。先谈谈本案的起因。从本案来看，我方当事人和另外2个人并不相识，在此之前没有任何的交集，但是在商场内，另外2人针对我方当事人没有由来就进行言语上的辱骂，我方当事人仅回了一句嘴，就遭受到了2个人的殴打。在此过程中，我方当事人顺手拿了商场里面的刀，而对方2个人丝毫不惧，还对我方当事人进行辱骂，并有意且再次实施了殴打行为。在此过程中，我方当事人正当防卫，导致了2人的死亡。整个过程没有错吧？没有错，这是检方提供的过程。但是对于最后一点属于正当防卫，我表示反对，并且目前原告处于庭审阶段，并没有证据表明他是正当防卫，请诉讼方辩护律师注意你的用词。审判长，我想申请对我方当事人进行询问。申请通过。请问我方当事人，当时你在商场内有刻意留意过商场中摆放刀具的位置吗？没有。那你当时拿刀的目的是什么？拿刀的目的是想吓唬他们。那你在杀人以后，第一主观反应是什么？第一反应是害怕。审判长，我的询问完毕。
那请诉讼方律师现在开始你的法律解释吧。好的，审判长，刑法上所定义的故意犯罪是指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时，明知道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而继续实施的心理状态。根据我国刑法第14条规定，故意犯罪有2个特点：其一，行为人明知道自己的行为会危害社会；其二，行为人对于其后果的发生持放任的态度。这2个特点必须同时构成，才能具备故意犯罪。如何判定行为人故意的内容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必须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在本案的过程中，第一，我方当事人没有主观的去记刀具摆放的位置；第二，我方当事人的主观目的是吓唬他们，并没有杀害他们的意图。由于案件的突发性和不可重复性，我方当事人离开的第一反应是害怕，而针对一个青年大学生，在遇到这种事情，难免会有害怕的情绪，这不是单纯的逃逸行为。更重要的是，根据检方的指控和证据表明，我方当事人身高178，对方2人的身高分别为172和175。我方当事人由上而下的划过数刀，想要阻止对方的继续攻击，这只是我方的正当防卫动作，并非刻意的结果。造成对方死亡是我方在正当防卫过程中的行为，我方当事人并没有预见这个结果。从犯罪心理学上来说，这是一种正当防卫中的应急反应，我方当事人是在正当防卫的过程中导致了这一结果的出现，所以面对指控我方当事人故意杀人的控诉不能成立。我操，感觉说的挺牛掰的样子，这是不是要胜诉了？支持加1。但是我想问的是，那个应急反应是什么？罗老师能给我们讲解一下诉讼方的辩论吗？对啊，我想听听，想了解一下到底是什么意思。罗老师给我们讲讲吧。罗大祥听完苏白的庭审辩论，又看到评论区里面的评论，微微笑着点头。好，既然大家想听，那我就先讲讲这场庭审最关键的问题。这场庭审关于双方的诉讼申请，大家都已经听到了。这场庭审的关键点在于齐峰是否构成正当防卫，这也是诉讼方律师苏白在陈述的时候一直强调齐峰是正当防卫，而检方律师吕伟一直在否定齐峰不是正当防卫的原因，因为这是这场辩论的核心要素。刚才诉讼方苏律师的陈述表明了一个观点，那就是齐峰不是故意犯罪，而是一种应激犯罪。为什么诉讼方律师要从这个观点进行辩护呢？原因是应激犯罪是指应付突发状态而实施的犯罪行为。就比如说这场案子，按照诉讼方律师的表述，齐峰是在一种强烈的自我防卫的情绪之下动手的，属于情感性犯罪，不属于故意犯罪。如果这一点得到了审判长的判定，那要齐峰2审的判处有2个可能性：第一个是正当防卫，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第二个是防卫过当，认定犯罪的事实，但会从轻处罚。不管怎么说，一旦成功判定这一点，这个案子最后齐峰都不会再判定为死刑。但具体的情况需要检方律师吕律师对于诉讼方律师的问题进行辩解，看辩解是否合理合法，能否推翻诉讼方律师的陈述。通过这些，审判长再进行最后的判定。相信林有平审判长能够给出一个合理合法的判定的。那这个意思就是诉讼方律师在给对方挖坑呗，只要这个辩护点成立了，判定了，那么无论怎么样，齐峰都不会判定死刑。差不多是这个意思，但挖坑倒不至于，吕律师应该也会有精彩的反驳观点，到时候还需要看诉讼方律师的当庭辩护和审判长的倾向性。这场庭审很精彩，咱们继续看吧。被诉讼方检方对于诉讼方提出来的辩护意见有没有什么要陈述的？针对于诉讼方提出来的正当防卫和非故意杀人，我方表示不认同。根据我国刑法第20条规定，正当防卫指的是当事人在遭遇到严重危及自身安全的暴力犯罪过程中而采取的防卫行为。而在本案当中，齐峰手持刀具已经有了自保的能力，对方2人没有严重危害齐峰的自身安全。再有在当时的情况下，另外2人对齐峰展开攻击的时候，齐峰手持刀具进行反击，在这个过程中他进行了挥刀的行为。如果不是主观故意，他为什么向2人进行挥刀？如果仅仅是对1人，可以说是非主观因素，可是面对2人有涉嫌故意的嫌疑，对于这一点，我方认为对方的主观意愿是有意识行为。审判长，我方陈述完毕。双方辩护都对齐峰是否是主观性的故意发表了各自的意见，诉讼方乙方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审判长，检方律师所提出来的对于齐峰手持刀具拥有自保能力，对方2人没有危害到齐峰的安全，我表示不赞同。审判长，这是有关于执法人员对于对方2人信息的认定报告，信息报告上清楚描述2人先前经常会参与斗殴事件，这表明了对方的难缠。齐峰手持刀具只是给自己一个心理上的安慰，一开始并没有选择主动出手，可是对方的举措是准备继续侵犯我方当事人齐峰，并且在实施这个行为，我方是在这种情况下存在的反击行为，在主观上不能够认定我方是故意伤害，并且我方刚才已经陈述过，在刑法上所定义的故意伤害，第一，刀具不是我方当事人提前准备的，他只是为了防卫，正好看到了商场内的刀具，一开始没有带有目的性；第二，我方的主观意图很明显，只是为了
吓唬他们，逼退他们进行防卫的举措，没有预想到会发展到后面的结果。根据执法方提供的依据，对于齐峰当时的心理已经进行过描述。依据里的内容就是齐峰当时心理上极度恐慌、慌乱，以保护自己为主要目的。现在检方突然提出，我方对于两人进行挥刀动作，不属于主观意识上的防卫，是属于故意行为。那检方律师的意思是要推翻执法方提供的依据吗？我方要求检方出示新的证据，或者是推翻执法方依据的辩解。苏白嘴角略微带着笑意看向吕伟，解决不了矛盾就把矛盾往别处引。你头铁，非要和我争论，那你去试试撞一撞铁墙去吧。你特么让我去推翻执法方提供的证据，我哪有那个能力？还有你这辩护的思路也太野了吧，这不妥妥的送过吗？诉讼方的申请通过，请问检方是否能够提供新的证据或者是辩解依据？审判长，我方没有新的证据，但是我方认为，审判长被诉方没有新的证据，我方认为下面的论述与辩护无关。诉讼方律师不得干扰司法程序的进行，在这里提出提醒一次，如果有下次，将会提出警告处分。诉讼方律师注意庭审纪律。好的，审判长，我方会注意庭审纪律。检方没有新的证据，那有没有新的辩护意见？吕伟目不转睛地盯着苏白，眼睛几乎快要喷出火了。他本来是打算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再加上点法律辩解，影响审判长的意向。结果他没有开口就被苏白打断了。现在审判长问他有没有新的辩护意见，他怎么说？被打断以后，完全错失了刚才的机会。他还说个锤子。审判长，我方没有其他新的辩护意见了。检方没有任何的意见，暂时进行休庭，休庭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后再进行开庭。此时，罗大祥的直播间内，众多网友纷纷喊六，诉讼方律师怼的检方太爽了。根据目前的庭审情况来看，故意杀人应该是不成立了，防卫过当的可能性比较大。至于是不是正当防卫，还要看后面的辩论，可能性很小。这场庭审能够做到这个程度，诉讼方律师的表现已经很亮眼了。很快，休庭时间结束，审判长和2名审判员再次走上了审判台。休庭结束，现在再次开庭。根据诉讼方和检方的诉讼申请和辩护，本庭对于2审的争议焦点归纳如下：一、针对齐峰是否主观存在故意犯罪，针对第一点，本庭根据诉讼方和检方提交的证据进行以下判定。根据故意犯罪的定义，故意犯罪指的是明知道自己的行为会构成危害社会的结果，仍希望或者是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从诉讼方提交的证据和刚才的辩护已经表明，齐峰不存在主观因素的放任和希望行为，故不构成故意伤害。判定齐峰不构成故意伤害。此时齐峰激动的浑身颤抖，他明白自己不用被判死刑了。黑暗之中终于出现了一团曙光。检方对于此判定是否有异议或者补充，可以当庭提出。我方没有异议。现对本庭争议的第2个焦点进行辩护，齐峰是否属于正当防卫？诉讼方对于你方提出来齐峰属于正当防卫，请你方作出辩护。审判长，我方对于齐峰的正当防卫的辩护是根据我国刑法第20条正当防卫的适用。当时齐峰是处在被攻击的状态中，并且对方是2个人，2个经常有违法行为的惯犯，谁也不能够保证他们会对我方当事人造成多大的伤害。对于齐峰来说，危险性很大。根据对正当防卫的司法解释和检方提供的证据表明：一、有不法侵害正在发生；二、是在不法侵害正在进行的时候；四、齐峰的正当防卫行为是基于保护合法权益免受不法侵害的目的；五、齐峰正当防卫所针对的是不法侵害者本人。以上根据我方当时所处的环境来看，与我方都适用。对于第3适用范围，正当防卫不能超过一定限度，我想进行着重的解释。审判长，申请通过，诉讼方陈述你的辩解。刑法规定，正当防卫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度，指的是实施防卫的直接目的是制止不法的继续侵害，以实行防卫以后，以制止住不法侵害的行为为限度。不法行为被制止后，不能继续实施防卫行为。按照对于正当防卫的描述，齐峰在挥刀的时候，直接目的是制止不法行为的侵害，同时齐峰在挥刀防卫以后，之所以继续挥刀的目的是对方2人在继续进行着不法行为，所以进行了数次的挥刀动作。对于对方2人死亡的结果，齐峰并没有预见，他当时的行为和意识都处在一种防卫的过程当中，直到对方2个人倒地，齐峰才制止住了自己的行为，没有选择继续侵害，所以齐峰当时的情景符合正当防卫的条例。审判长，我方辩护结束。检方对于齐峰是否为正当防卫，请开始你方的辩诉。好的，审判长，我方的辩诉如下。我方认为，在本案当中，根据我国刑法规定的第20条司法解释，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失，应当负刑事责任。齐峰对于对方2人造成了死亡，这明显属于重大损伤。而且根据诉讼方律师说的，直到对方2人倒地，齐峰才制止住自己的行为，没有选择继续侵害。但是在此过程中，需要考虑到对方2个人是否还有行使不法行为的能力。答案显然易见，在齐峰挥刀以后，对方2人受伤，2人虽然在主观上想要继续行使不法行为，可是在能力上已经没有行使不法行为的能力了。显然齐峰的行为已经超过必要限度。审判长，我方辩护结束。现诉讼方和检方都已经陈述完各自的辩护意见，那么现进行最后一项法庭陈述。
先由检方进行陈述。我方法庭陈述如下：针对齐峰的防卫过大，造成了两人死亡，并且在对方已经失去了行为能力，继续造成一定的伤害，导致对方死亡，可以说是远远的超过了防卫行为的限度。法律追求人人平等，生命权平等，生命权为第一优先权。齐峰造成的伤害是不可估量的，不仅仅造成了2条生命的消亡，而且对于2个家庭也造成了难以估量的伤害。对于这种情况，我方认为应当考虑其量刑是否合适，应当从重研判，对于2名失去生命的逝者和其家属给出一个可以接受的处罚。审判长，我方陈述完毕。检方已经陈述完毕，现在请诉讼方进行法庭陈述。我方进行法庭陈述如下：对于齐峰一案，不应该只从齐峰造成的结果来看，还应当综合考虑不法侵害的性质、手段、强度、危害程度和防卫行为的性质、时机、手段、强度以及所处的环境等因素进行出发。对于庭审的结果判定，要确保司法裁判经得起法律的检验，也要符合社会公平公正的观念。公平公正指的不是结果，而是通过防卫的整个过程来看，法律对于防卫的终止是否有继续侵害能力判定的太过于笼统，不利于大众对于法律正义的认同。齐峰一案受到大众关注的原因就在这一点，不符合大众对于法律正义的预期。审判长，我想对此插入一些其他相关内容。同意。好的，审判长，在针对齐峰一案，互联网短视频全网播放量高达数亿，其中近期有一个超高播放量所转载的视频中，评论区下面有一则高达10万余赞的留言，是这样讲的：对于齐峰这个案子，我们关注度这么高的原因，究其原因是因为齐峰代表的是我们大众的心理。谁希望自己受到欺负的时候不能反击？反击被判定互殴或者是故意伤害的话，那么我们难道要眼睁睁地看着我们自己被欺负，被欺负完再拿起法律的武器吗？那么我们难道要眼睁睁地看着我们自己被欺负，被欺负完再拿起法律的武器吗？迟来的正义还是我们想要的正义吗？这段话里面表述的虽然有一定的问题，可是它代表的是我们大众的呼声，代表的是大众的共鸣。法律的正义不应该倾向于施暴方。根据我国对于正当防卫的判定，在此过程中，受害方很难去判别施暴方到底有没有继续侵害的能力，对于这个裁定很难进行判定。如果说施暴方对于被害者的侵害，在被害者进行反击的时候，施暴方意识到了被害者会对自己有伤害，故意停止侵犯，在被害方选择停止时，施暴方再次对于被害方进行侵害，这个难道不是对被害者伤害行为的加重吗？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的判定，应当从所处的环境去进行思考。齐峰在当时的环境下，所处的环境就是一个正当防卫的环境，生命权为第一优先权，不能也不应该建立在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基础上。如果站在他人合法权益基础上的话，那么他人的合法权益怎么样才能受到保护？借用网友的评论，站在他人合法权益上的权益还算是正当权益吗？审判长，我方的陈述完毕。诉讼方，有关于你方所表述的视频评论有证据依据吗？有的，审判长。苏白将提前准备好的材料递交给了身旁的工作人员。审判长林有平看完后敲响法锤。现在进入休庭，30分钟后开庭宣布庭审判决。2次宣布休庭，苏白长出了一口气。这次休庭的目的很明显了，看来原本审判长的打算是判定防卫过当，但是经过了他的法庭陈述和最后的辩护，有要改变决定的意思。合议庭审议室内，3名合议庭成员对于本案再次进行了商议。双方的辩诉都有一定的法律依据，根据以往的庭审判决，应该判定为防卫过当。这个案子按照以往的庭审来说，的确应该判定防卫过当。可是这件事情影响不小，尤其是诉讼方律师当庭提出来的法庭陈述。法官林有平听到2个人的话，微微点头，心里面有了判定。与此同时，罗大祥的直播间内议论纷纷。卧槽，这该不会是准备判定正当防卫吧？要是真的话，那这个苏律师也太牛掰了吧！罗大祥望着评论区的评论，自己心里也有些微微激动。这个案子能够判定不是故意伤害，说实话已经是意外之喜了。如果真的能够判定正当防卫，可以说是司法的进步了。很快休庭时间结束，3位合议庭成员再次入场。齐峰，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审判长，我没有什么要说的，我服从任何庭审审判。全体起立，现在开始宣判庭审结果。本案原由诉讼方不满1审判决，提起2审诉讼。本院对该案件具有管辖权，所适用法律全部依据国内法律。下面宣判庭审结果。经合议庭研究判定，对于诉讼方提出来的诉讼请求：1、针对齐峰在商场杀人一案，根据我国刑法第20条正当防卫规定，为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人身、财产和其他利益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对正在行凶、杀人、抢劫、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害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本案中，齐峰行使防卫行为符合正当防卫的要求，判定撤销1审判决，齐峰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无罪当庭释放。话音刚落，整个庭审现场开始躁动，齐峰更是激动的眼圈通红，于伟眼睛中更是写满了不可置信，造成2个人的重大伤亡，怎么可能判定正当防卫？这跟他心中的程序正义完全不符。
诉见。2. 针对诉讼方提出来的国家赔偿，依据国家赔偿法，2审改判无罪需要1审判决法院和作出逮捕决定的机关为共同赔偿义务机关进行赔偿。3. 要求相对应机关消除对其风造成的名誉损失，进行赔礼道歉。4. 同意对于其风的补偿措施，具体则由其风和相应的机关进行沟通。针对检方提出来的犯罪指控和诉讼申请，由于判决其风为正当防卫，不负任何刑事责任，予以全部驳回。本案为2审判决，对于不服本院作出判决的，可以提起审判监督程序，判决书将会在闭庭10日内向各方发送判决书。闭庭。就在刚刚，你又接到一个新案件，当事人被无良老板拖欠2年工钱，期间还被威胁说不继续干活就拿不到钱。原本这只是个劳动仲裁案，而你却以刑事诉讼起诉。苏律师，我家男人是在一家建筑公司上班，没想到这家公司拖欠工钱整整拖了2年，包括垫付的一些材料费用，一共将近30万。我家男人辛辛苦苦干了2年，1分钱都没拿到，期间甚至还威胁他说不干活就不给钱。现在我听说那家建筑公司的老板为了不还钱，还特意找了一个无赖顶缸转换股权债务和法人。万一女人叙述完毕以后，了解完大致情况后的苏白略微皱眉。无良老板压榨完别人，还想拍拍屁股走人，想的倒是挺美。你男人呐，他这个当事人为什么不过来？有些情况我们要见到当事人才能够判断这个案子应该怎么打。我家需要用钱，我家男人一直要钱，要不回来急得病倒了，前2天还在输液，所以我没有让他过来。这么一个情况的话，我们律所可以提供上门服务，你可以先提供一个地址，如果你确定委托我们律所的话，等下午或者是明天，我们会上门进行详细的询问和签订律师代理委托合同。好的，那个苏律师，我想问问这个钱我们还能拿回来吗？这都是我们的血汗钱呢。具体情况我们还是要先去见见当事人，不过经过你的大致描述，我已经了解过了。如果证据和条件足够的话，你们有没有考虑过提起刑事诉讼？苏律师，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字面意思，刑事诉讼附带民事诉讼，先提交相关部门进行立案，然后再提起诉讼或者提交自诉。那这样的话，苏律师，我们的钱能要回来吗？看情况吧，如果对方达成和解，愿意退钱的话就好办，但是如果对方不愿意的话，需要先申请保全财产，看看对方公司有没有钱。不过提起刑事诉讼，对方都不愿意的话，那么民事诉讼估计也不好要。那如果对方公司没有钱呢？没有钱也没有什么问题，不过这个我需要进行下一步了解，才能够确认能不能帮你追回你的工资和一系列的材料费用。具体的情况不好说，没有钱也没有什么问题。那谢谢苏律师了。苏律师，关于律师费用，律师费用按照律师收费标准来，到时候我们律所会出示发票，申请让对方承担律师费用。劳动案中一般胜诉以后都会让对方承担费用，你不用担心的。当然这里说的是一般，如果判处对方不承担的话，那么依旧是按照律师收费标准收取律师费用。好的，谢谢苏律师。等送走了女人以后，李雪珍两眼放光的盯着苏白问道：苏律师，这一次咱们律所如果接下这个案子了，那么咱们律所是不是要把对方老板给送进去呀？这个案子不是提起什么诉讼把谁送进去的问题，最关键的是委托人的诉求。委托人最重要的诉求是拿回钱，所以我们最应该做的是如何满足委托人的诉求才是最关键的，明白了吗？苏律师，我明白了，咱们不仅仅要拿回钱，还要把对方的那个无良老板送进去。李雪珍小脸激动的红扑扑，想一想真刺激。下午，苏白接到劳动案女人的电话后，便应约来到对方家中。万先生，情况我们已经大致了解过，不过还是有些细节想了解一下。好的，苏律师，不好意思让你这么远跑来，我会配合你的。不用客气的，你当初有和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吗？签了。苏律师，你看看。苏白接过劳动合同，简单的看了一眼，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属于正常的劳动劳务合同。合同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你在这2年时间内有申请过劳动保障吗？就是你有没有向劳动相关的执法部门申请过保障你的权益？这个有过，我1年前向劳动监察执法部门申请过，也提交过了自己的意见和材料证据。当时相关执法部门过来沟通调解的时候，对方说的好好的，什么等公司的后续款项下来以后给我工资，可是对方后面一直拖着，就是没有给，向我说各种好话，一直拖着我，直到我现在真的拖不下去了，我找他去要，他直接说没有钱，让我去起诉他，或者是找劳动执法单位，反正就是一句话，没钱。可是他刚换的大奔50-60万，我知道他有钱，只是不想给我。我也去找劳动执法单位，可是他们说已经责令对方支付我劳动报酬，剩下的就没办法了，让我自己想办法。但是目前来看，人早就把钱给卷走了，估计剩不下什么钱了，所以才会这么有底气让我随便去告。苏律师，你说这种情况我还能拿回来属于自己的钱吗？万一对方死皮赖账硬是不给我，或者说没有什么可执行的财产怎么办呀？我听对方的语气好像是根本不怕我告。你放心吧，关于你的诉讼，我们律所已经大致了解了。先立案申请财产保全，如果要是公司真的没有财产可执行的话，要先看看对方公司目前的股权结构了。这家公司是叫天蓝建筑有限公司是吗？
是的。苏白从启信网上面查了一下这家公司的相应信息，除了万恒浩口中的这个吴起占股40%之外，还有2个股东，大股东谢宇占比51%，另外一个董强占股9%，注册缴纳资金800万，实际缴纳资金50万。不过这都是变更债权之前的股东，现在的债权是由2个无赖进行顶缸的。按照万恒浩的意思，这个天蓝建筑有限公司的老板吴起置换了股权结构，显然已经卷钱跑路，不打算付这钱了，并且貌似对方名下也没有什么财产。对方这么有底气的原因之一，就是对方根本不怕起诉和执行公司财产，因为目前的公司完全就是一个空壳，是没有资金的，想要从公司里面讨回债务根本不可能。根据目前的情况进行分析，我们律所大概率可以帮你追回你应得的财产。不过你有没有兴趣增加点别的诉求？很快，万恒浩的案子立案成功，法院通知了双方的当事人员，准备进行庭外的调解。去你的万恒浩，竟然真把老子告到法庭了！老子是有钱，就是不还你怎么了？我就是把钱花在律师身上，也不还你，咋地吧？随后，吴起便来到南都一家知名律所。张律师，我这个劳动法案，这个员工找我要钱，我实在是没钱呢，并且那个万恒浩是和公司签订的劳务合同，目前我已经不是公司的债权人了，他们还找我要。你不是欺负老实人吗？这个公司目前的债权和你没有关系了是吧？对，已经完全交给别人了。转移的时候通知过债务人了吗？通知过了，我这还有聊天证据呢。好的，你的诉讼请求我都已经了解了，目前债权问题都不是你的了，他签的合同也是和公司签订的，他找你要钱这合适吗？有张律师这话我就放心了。法庭调解室内，调解员手持材料看向了苏白和万恒浩。关于调解事项，双方可以进行展开讨论。现在先请准备上诉的一方，按先生一方提出来你们的调解方案吧。好的，针对于我们上诉的请求以及调解的诚意，我们给出来的调解方案是有以下几点：一、要求被诉讼方支付我方的薪资和代付的材料费用，以及2年没有发放的工资所产生的利息，一共合计为36万8千元。二、要求被告方对我方长期以来拖欠工资的行为进行道歉。三、我方由于被诉讼方长时间未发放工资，间接导致了我方的精神状况以及身体状况造成了严重的损伤，我方提出被诉讼方补偿我方一部分医疗费用。以上就是我方提出来最基本的和解要求。我连工资都不想给，你还要我赔偿利息和医疗费用？不给，1分不给。今天给你了，明天别的又来要怎么办？这个口子肯定不能开。万老哥，你也清楚公司有多不容易，我的钱都投进公司里了，我实在是没有钱。你想想咱们兄弟之间的感情，至于为了这点钱起诉我吗？吴起，咱们兄弟感情那么深，你为了这点钱不还，逼我起诉你，你今天把钱还我，我就不起诉了。行，你这是完全不拿我当兄弟了，为了这么一点钱就把我告上法庭，咱们兄弟情算是没有了。那你起诉我吧，你要是不怕拖，不怕要不到钱，不怕败诉的话，咱们法庭上见吧。说完，转身就开着自己的大奔离开。调解失败，万恒浩此时开口问道：苏律师，先前你说的那个吴起是什么来着？拒不支付报酬罪，这在刑法上是成立的。既然你想好了，那准备提起自诉吧。这土大款拖欠惯了，真以为自己是大爷了。好的，苏律师，麻烦你了。开庭的前夕，苏白将附带民事责任的诉讼人多加了2个，一个是谢宇，一个是董强，这2个都是先前天蓝建筑有限公司的股东。吴起，你丫的怎么搞的？你不是说那些工人你能安抚住吗？现在怎么搞到法院去了？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把你俩也告上法庭了，但是你们放心吧，律师说这件官司没什么问题。时间很快到了开庭的日子，相关人员进入法庭后，审判长于振阳敲响了法锤。现在开庭，本案案由诉讼方万恒浩控告被诉讼方吴起作为天蓝建筑有限公司的前主要主责人，拖欠其2年工资以及相应的材料费用，并且控诉其拒不支付报酬，并追加谢宇、董强2个天蓝建筑有限公司前股权股东没有尽到股东实缴义务，要求其代偿诉讼方当事人万恒浩被天蓝建筑有限公司所拖欠的债务。案由是否属实？审判长，案由属实。确认案由属实，下面请诉讼方陈述诉讼请求和事实以及依据。好的，审判长。我方诉讼请求如下：一、吴起作为天蓝建筑有限公司的负责人，也就是我方当事人的老板，故意拖欠我方工资2年之久，已经严重的触犯了我方的利益，构成拒不支付罪。我方申请根据我国刑法第276条之一拒不支付报酬罪，对于吴起进行处罚，同时支付我方被拖欠的工资以及相关的利息，一共合计为36万8千元。二、在我方工作的这2年中，吴起作为公司的负责人和我方当事人的老板，对于我方当事人万恒浩经常性的进行一些精神上面的压力，例如说对于我方工作上的内容进行呵斥和表达不满，对于我方当事人的精神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我方要求吴起当众道歉和补偿一定的损失。三、我方当事人由于吴起未发放工资，间接导致我方的精神状况和身体状况遭受了损伤，我方要求吴起对于我方进行一定的经济补偿。四、谢宇和董强2人作为天蓝建筑有限公司的股东期间，公司注册资金800万，实缴50万。根据公司法第28条规定，股东应当按时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没有完成的即是瑕疵股东。出资瑕疵的股东需要承担公司缴纳担保责任、差额填补责任
任、损害赔偿责任。同时，损害赔偿责任中规定，在公司不能清偿债务时，可要求瑕疵股东在一定范围内承担补充清偿的责任。所以，我方申请谢于董强2名瑕疵股东对于我方提出来的偿还工资以及利息承担一定的责任。5. 我方申请我方的诉讼费用以及律师费用由被诉讼方承担。审判长，我方陈述诉讼申请完毕。下面请被诉讼方陈述诉讼申请。对于诉讼方的申请，我方提出异议。第一，目前天蓝建筑有限公司已经不在我方当事人吴启的名下，我方当事人吴启已经不是主要负责人和股东。关于万恒号的债务问题，不应当由我方当事人吴启承担，因为万恒号的劳动合同是和天蓝建筑有限公司签订的。吴启当初在股权转移的时候，已经通知过万恒号，进行了明确的告知，所以万恒号的欠薪问题理应由天蓝建筑有限公司来承担，即根据拒不支付报酬罪，我方不是其主体人，不构成我方不支付报酬。第二，基于万恒号的欠薪问题和劳动合同问题是和天蓝建筑有限公司签订的，应当寻找天蓝建筑有限公司目前的法定负责人和股权人索要，即诉讼方以上所上诉的诉讼请求不成立，我方申请驳回诉讼方的所有诉讼申请。不愧是大律所的律师啊，就是牛，优势在我，哈哈哈。被诉讼方诉讼申请陈述完毕，下面请诉讼方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或者是事实依据、法律条文的辩解。审判长，我想询问对方当事人几个问题。询问对方当事人的问题是否与本案有所关联？有所关联，审判长。申请通过，诉讼方律师可以针对被诉讼方当事人进行提问。吴启注意到了苏白的目光后，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些紧张，心中默念数遍：优势在我。我想请问被诉讼方当事人吴启，当初你未缴纳全额注册资本的事情，现在的天蓝建筑有限公司的法定负责人是否知晓？知道。那请问你和目前的天蓝建筑有限公司法定负责人，也就是现在天蓝建筑有限公司的最大股东沈广是什么关系？没有什么关系。审判长，我询问完了。诉讼方律师已经询问完成，那么接下来开始诉讼方的事实证明吧。好的，审判长。审判长，根据我方先前提交过的劳动监察部门的执行书表明，我方早在1年前就已经申请过劳动监察，提交时间的日期是在1年前，具体时间为去年的6月9日。可是吴启一方转移股权以及法定代表人则是在去年的9月份，是在劳动监察后的日期进行股权转移的。我方在天蓝建筑有限公司股权以及法定负责人没有转移之前，向劳动监察大队提交过申请劳动监察，劳动监察大队责令吴启支付拖欠我方当事人的薪资，可是吴启却迟迟没有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一直拖到公司的股权和法定代表人发生转变。由此，我方认为吴启的主观上是恶意逃避债务、转移股权和移交债务问题，并且吴启并没有实缴注册资金，属于瑕疵股东，吴启依旧有义务承担我方的欠薪。审判长，我方陈述完毕。被诉讼方对于诉讼方提交的证据有异议没有？没有。被诉讼方对于诉讼方提交的证据没有任何异议。现在请被上诉方发言。好的，审判长。审判长，根据我方提交的证据表明，我方的股权转让协议和股东会决议文件的程序和内容均不违反合同法、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属于合法有效。转让股份属于股东的权益，股东依法享有限期的利益，并且诉讼方并没有证据表明我方是恶意逃避债务，我方只是进行正常的股权转移。对于诉讼方提出来的控告，我方申请驳回。优势在我。审判长，我方申请提交新的证据。申请通过，诉讼方可以当庭提交新的证据。好的，审判长。诉讼方，你提交的材料是现天蓝建筑有限公司的法人股东沈广的信息资料，针对你方提交的证据，法庭会在庭下进行审查，若确认无误，将会采纳；若确认有误，将由诉讼方承担全责。这一点诉讼方清楚吗？审判长，我方清楚。好，开始你方的陈述吧。审判长，我方提交的材料是现天蓝建筑有限公司的大股东和法定负责人沈广的资料。根据信息表示，现天蓝建筑有限公司的大股东和法定负责人沈广是一名被执行人，名下没有任何的可执行财产。吴启将股权转让给沈广，没有任何的获利。根据公司法第20条规定，公司的股东和主要负责人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目前，吴启将股权和法定负责人转让给了沈广，严重侵害了我方当事人的利益。我想请问被诉讼方当事人吴启，你和沈广没有任何的关系，他没有任何的能力和财产支付你方股权的对等交易。你把公司的股权和法定负责人转移给沈广，难道不是想要逃避债务的责任吗？还是难道说这个沈广有能力支付你所转让的股权问题？请问被诉讼方当事人有没有证明能够自证对方支付你的股权转让款？如果不能自证，那我方有权认为对方当事人有恶意转移公司债务的嫌疑。我方申请撤销吴启公司股权和法定负责人的股权转让合同。几个问题串联在一起，把吴启问的脑瓜子嗡嗡的。你说你没有恶意逃避债务，可是对方支付你应有的股权转让款了吗？没有的话，那不是妥妥的没有支付，不就算是免费赠予了股权，恶意逃避债务吗？要是支付的话，那么沈广作为一个被执行人，怎么有钱支付股权转让款呢？这个证据需要吴启来提供。沈广是一名被执行人，名下没有任何的财产，这也是当初吴启选择沈广成为法定负责人和转让股权的主要原因。本着有钱就是不还的理念，他的确是想通过这种方式逃避债务。吴启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回答，于是把目光落在了张伟的身上。这一刻，张伟才意识到自己原来是跳进这个坑里，被对方拉回到恶意逃避债务这个问题上了。
被诉讼方有没有什么异议？审判长，我方提出异议，我方的合同以及转让股权合法有效，不存在主观上面的逃避责任。对于诉讼方提出来的，你方有没有证据证明沈广实际支付了你方股权的转让款？审判长，我方没有证据。被诉方没有证据表明沈广支付了你方股权转让款，对于此事你方有没有什么异议？审判长，我方没有异议。诉讼方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审判长，我方没有什么要补充的了。好的，本案中天蓝建筑有限公司前法人股东吴起恶意转让公司债务，现判定吴起、谢宇、董强转让合同无效，撤销其转让股份协议。双方对于此判定有没有什么异议？苏白听到判定的结果下来以后，嘴角微扬。目前来看的话，有了这么一个判定，追回财产算是稳了。股权转让协议撤销，意味着对方3人必须要承担万恒浩的欠薪。万恒浩的主要委托目的算是已经达到了。一旁的李雪珍听到这个判决以后，把目光直直的落在吴起的身上，小脸上写满了兴奋。张律师，现在这是什么情况啊？怎么还判定转让的股份协议撤销了呢？现在怎么办啊？我该不会真的被定罪吧？原本还得意的吴起在这一刻真的慌了。面对吴起的询问，张伟深吸了一口气，他心里也没有任何的底。走一步看一步吧，具体的结果还是要看后续的辩护的。你名下不是没有可执行财产吗？你是没有能力执行支付薪资的能力，又不是恶意逃避支付劳动报酬。继续庭审吧。现已判定吴起、谢宇、董强等3人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诉讼方和被诉讼方双方均无任何异议。继续庭审流程，双方针对诉讼方提交的吴起触犯了刑法第276条之1拒不支付报酬罪，开始进行法庭辩诉。被诉讼方针对于诉讼方控告你方拒不支付报酬罪，你方有没有什么异议？审判长，我方对于万恒浩上述我方当事人吴起拒不支付报酬罪有异议。根据法律规定，拒不支付报酬罪的构成条件有以下几点：第一点，被诉讼方当事人以转移、财产逃匿等方式拒绝支付劳动报酬，或者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劳动者报酬；第二点，所涉及的金额较大；第三点，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根据我方提供的证据表明，我方当事人名下没有任何的财产，是实实在在没有能力支付劳动者的报酬，达不到第一点所构成的条件，所以不能构成拒不支付报酬罪的构成条件，即我方不构成不支付报酬罪的构成条件。对于诉讼方的诉讼申请，我方认为不当，申请驳回。审判长，我方陈述完毕。现在请诉讼方进行辩诉。请问被诉讼方除了对被诉讼方当事人隐藏恶意逃避财产有异议，对于其他2点还有什么异议吗？我方可以一并解答。我方目前没有疑问。好的，我方陈述如下。根据我国刑法对于拒不支付报酬罪的解释是，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拒不支付报酬罪：一、隐匿财产、恶意清偿、虚构债务、虚假破产、虚假倒闭或者以其他方式转移处分财产；二、逃跑、藏匿；三、隐匿、销毁或者是篡改与劳动报酬相关的材料的；四、以其他方式转移财产。根据被诉讼方所说，吴起的名下没有任何的财产。可是根据调查，天蓝建筑有限公司在我方当事人提起诉讼吴起转让股权协议之前，处在盈利阶段，但是对我方当事人却说无力支付薪资报酬，我方对此申请驳回。刚才根据审判长的判定，吴起将股权和法人无偿转让给他人，恶意逃避债务问题，已经构成了以其他方式转移财产的构成条件。吴起名下的确是没有财产，但那是他的财产都进行了恶意的转移，在转移之前明显具有偿还的能力，已经达成了有能力支付却拒绝支付薪资报酬的条件，即我方认为吴起已经对我方当事人构成了拒不支付报酬罪，并且吴起拒不支付报酬对于我方后续的生活以及身心健康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和后果，我方要求对于吴起进行从重从严处理。面对着苏白在庭审上的发问和陈述，吴起心里那是10000个紧张和后悔。先前吐大款要钱不给，要命也不给的气势早就没了。原本他以为打官司的话，大不了就是判赔钱呗，还能真的把他给送进去不成？可是现在听到苏白的陈述，搞不好他可能真要被对方送进去了。张律师，咱们这官司到底怎么样啊？不保证能赢，但别输啊！你先别急。吴起已经明显意识到了这场庭审的走向不对，这毕竟是关系到他会不会进去，他能不急吗？他心里急得和火烧一样。但是这种关键的时候，吴起只能依靠着张伟，也不敢多说什么。好的，张律师，不急不急，你好好发挥。我想请问诉讼方律师，诉讼方是通过什么来判定天蓝建筑有限公司处于盈利阶段的？我再次提醒一句，非法所获得的证据在庭审上不能充当证据。我申请诉讼方公开判定天蓝建筑有限公司处于盈利阶段的证据来源。申请通过。现在诉讼方出示天蓝建筑有限公司处于盈利阶段的证据来源。好的，审判长，我方的证据来源是税局，以上是我方从税局取得的相关材料。审判长于正阳简单的扫过税务材料，确认无误以后，让工作人员传交给了张伟。诉讼方提交的证据材料确认无误，被诉讼方有无异议？张伟望着税务出示的证明，明白这玩意根本不可能是假的，谁特么敢在税务上面作假呀？审判长，我方没有任何的异议，被诉方无任何异议。
现在进入法庭最后的陈述阶段。于正阳的声音落下以后，诉讼方和被诉讼方双方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反应。苏白表情淡定，万恒浩脸上的表情稍微放松了很多，而李雪珍的小脸上则是满脸的兴奋。目前庭审证据确凿，绝对可以把对方老板送进去。要是送不进去，李雪珍脑海中突然浮现出自己前几天看过的行政法。要是送不进去的话，那我学习的行政法说不定就能派上用场了。李雪珍的小脸通红，整个人的神情激动，眼神悄咪咪地打量着审判长席位上的于正阳。瞅什么呢？啊，苏律师，我只是随便看一看。下面请诉讼方当事人进行法庭陈述。审判长，我不知道该怎么陈述，我只清楚这2年吴起拖欠我的工资，对我的生活和家庭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我病了没钱治，久而久之养成了大病。我家里面小孩子上学也没有钱交学费，都是东拼西凑借的。我之所以选择起诉走法律的程序，只是希望法律能够给我带来公平的判决，不求研判，只求能够行使一个最公正的判决给我。审判长，我陈述完了。委托人律师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审判长，我方没有什么要补充的了。被诉讼方开始你方的法庭陈述。好的，审判长，我方认为我方当事人在主观上并不是有意和故意去拒绝支付万恒浩的工资薪资。我方当事人现在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愿意向万恒浩支付相应的薪资。如果万恒浩愿意，我方当事人将会在3个工作日内向万恒浩支付相应的欠薪以及相应的利息。被诉讼方提出开庭调解，诉讼方是否接受？庭审判决还没有下来，对方是可以提出来和解的。至于和不和解，意愿在你。那苏律师，我不愿意和解，能够拿回钱吗？可以的。那还和解个屁！他太欺负人了，现在都快胜诉了才想还我钱。我以前求他的时候，他怎么没想过还我钱呢？苏律师，我不和解。审判长，我方拒绝和解。拒绝和解的理由呢？被诉方当事人在我方最困难的时候不愿意支付其所拖欠的薪资，导致我方经济困难，在接受法律的审判时却提出和解，意在逃避法律的责任，这是对于法律最大的亵渎。如果人人都像吴起一样当庭提出和解来逃避法律的责任，那么就是对法律威严性的践踏。所以我方认为，为了保持法律的敬畏性，应当对被诉讼方当事人严判处理。法庭陈述完毕，诉讼方拒绝和解，各方还有没有什么异议？我方没有异议。我方没有异议。既然都没有任何异议，现在开始宣判庭审结果。全体起立。本案缘由：诉讼方当事人万恒浩针对被诉讼方当事人吴起拒不支付报酬提起自诉，同时追诉谢宇、董强瑕疵股东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本院对该案件具有管辖权，所适用法律全部依照国内法律。下面宣判庭审结果。经本院研究判定，对于诉讼方提出来的诉讼请求，一、针对控诉吴起作为天蓝建筑有限公司股权人、法人、主要负责人犯拒不支付报酬罪，事实成立，证据确凿，被诉讼方没有任何的异议。被诉讼方当事人吴起严重侵害了万恒浩的权益，造成了严重后果，现判定吴起拒不支付报酬罪成立，判处吴起有期徒刑1年，并在限定期限内支付万恒浩薪资以及所拖欠的利息。因吴起拖欠工资所造成万恒浩的损失部分，应由吴起承担，具体相关庭审以后由法院进一步协调。2、针对诉讼方所提出的追诉瑕疵股东问题，判定谢宇、董强2个人作为瑕疵股东，需要对万恒浩被拖欠的薪资以及利息承担部分赔偿责任，具体责任划分由占有的天蓝建筑有限公司的股权比例而定。3、责令吴起对万恒浩所造成的损失进行道歉。4、对于诉讼方提出的诉讼费以及律师相关费用，判定由被诉讼方承担，针对被诉讼提出的诉讼请求全部驳回。本案为初审判决。根据我国诉讼法规定，被诉讼方若认定裁定判决有任何的问题或者质疑，可以向相关单位提起审查或提起申请再审。判决书将会在闭庭10日内向诉讼双方发送判决书。闭庭。此时你正在打一个很离谱的案件，当事人郭小军的女儿喝了有问题的奶粉，导致身体出现严重问题，向企业索赔，却反被企业告敲诈勒索，判了5年，而你却在2审中一打3，还要把作伪证的当事人妻子送进去。索赔只是一件很正常的诉求，但是以敲诈勒索被判有期徒刑5年，这其中肯定有问题。这个案子是有点问题，不过目前的情况是，当事人准备进行2审上诉，先消除针对自身的有期徒刑的判决。2审的话，这个案子肯定会判无罪，因为其中1审的漏洞太大太明显了。2审请求无罪判处，这个应该没有问题。苏律师，我认同你的观点，不过在庭审上还是要做好充足的准备的。我明白。很快，当事人的父母来到了办公室，老两口脸色很憔悴。一番介绍后，郭小军父亲开口说道：“我儿子30多岁，年薪100万，正值事业发展期，如果真的进去5年，那整个人生就毁了。苏律师，小军这个案子能胜诉吗？”根据你的描述，我已经大致的了解清楚了。这个案子胜诉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问题。问题是你们想不想索赔成功，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其他方面的诉求？关于郭小军索赔这件事情，我认为属于正当举措。这个案子根据你们的描述来看，当时法院判的的
确有一定的问题，但是具体的问题出在哪，我暂时没有看到卷宗，还不太清楚。但是关于你们的诉求，这一点是需要提前了解到的，所以我才想问一下，你们除了让郭小军减刑或者是做无罪辩护以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诉讼请求？我们老两口已经70多了，索不索赔什么的已经无所谓了。我儿子是被人陷害的，我们只求法律能还我们一个正义就够了。好的，关于你们的诉求我已经了解了，你放心，我们白军律师事务所肯定会尽力去完成你们的诉求的。很快，双方签订了委托合同。下午，苏白就到法院取回了卷宗。起诉郭小军的企业名叫爱宝奶粉，是丽江区有名的奶粉企业。苏白翻看了一遍一审的辩论和判决法律依据条文的解读，但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紧接着又看了判决书和证据材料。好了，已经确定一审诉讼败诉的关键了，去见见当事人，然后就可以上诉2审了。好的，苏律师。很快，郭小军被带到了传唤室。郭小军脸色憔悴，看到苏白后勉强笑了笑。你好，是我父母请你来的吗？是的，我是你的委托律师苏益达。你的案子大致的情况我已经了解过，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苏律师，你问吧。关于这一点证据，我想请问你有什么要说的吗？苏白交给郭小军的证据是郭小军妻子的一封指控书，其中指控了郭小军有想要敲诈爱宝奶粉的主观意向。在一审的诉讼当中，判处郭小军败诉的主要因素有2点，第一点是郭小军先提出赔偿，而后追要赔偿的举措；第二个就是郭小军妻子的指控书，这也是导致郭小军索赔败诉的主要因素。这个证据完全是子虚乌有，我没有表达过这方面的想法。那你的意思是你妻子作伪证是吗？是的。确定吗？我不确定他的想法，但是我能确定我没有这方面的想法。那你有可以证实的证明吗？郭小军一脸无助地摇了摇头，他就是因为没有办法证明自己没有这个想法才败诉。想到这，郭小军心里一阵绝望。他年薪100万，正值人生的大好时光，难道人生就此破败了吗？好的，我明白了。针对于你这个案子，我们律所有以下几种方案，你要不要听一听？好的，苏律师，你讲。你对于你妻子的感情如何？会不会舍不得她？没有舍不得，他出庭作证陷害我，我巴不得他进去呢。好的，郭先生，那么我觉得可以按照以下的流程进行：第一，抗诉，申请撤销一审判决，做无罪辩护；第二，控告你的妻子伪证；第三，对于爱宝奶粉进行索赔；第四，向一审法院的审判人员以及相关人员提起监督审查。郭先生，你觉得怎么样？郭小军微微一惊，这诉讼申请这么牛逼吗？我父母到底给我请了一个什么样的神仙律师啊？好的，苏律师，只要能胜诉，我都听你的。离开看守所后，李雪珍一脸兴奋地看着苏白问道：苏律师，刚才你说的第4点，向有关部门提交一审审判人员的审查监察程序，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不是，我没有，你别瞎说。很快，苏白准备好了材料，向北都丽江区中级法院上诉，提起2审，不服一审判决，控告一审证人证词伪证，控告爱宝奶粉进行追赔，要求2审北都丽江区中级法院重审判决，同时提交了庭审直播的诉讼申请。不久后，法院就对本案进行了受理，并且由于案件相互之间有着重大的关联，决定合案并审，并且同意了直播庭审的申请。很快，法院的传票送到了爱宝奶粉企业的法务部门。好家伙，这人都有期徒刑5年了，还控告我方，向我方追赔，这是嫌上次判的太轻了，想多关几年是吧？另一边，郭小军的妻子玛丽收到传票后有些慌张，于是迅速拨通了一个电话。董总，我老公把我告了，说是我做伪证。放心吧，只是控告你做伪证而已，你说的话又不是胡说，全部都是有着事实依据的。只要你坚持咬住不松口，根本判定不了你的。你不是早就想和你老公离婚了吗？那正好借这次机会，到时候我再给你一笔钱，并且这个官司我会帮你请好律师，这总行了吧？好的，董总，我明白了。小样，还敢告我？我把你老婆都收买了，你拿什么跟我斗？时间很快到了开庭的日子，等待室内，李雪珍小脸认真，但又满是期待。苏律师，咱们这场官司需要1打3了。苏白点了点头，这个案子合案并审，的确是需要1打3了。1打检方，2打郭小军的老婆玛丽，3打爱宝奶粉企业。庭审现场，审判长徐春兴敲响了法锤。现在开庭。本案案由诉讼方上述申请驳回一审判决，为郭小军无罪辩护，同时对郭小军的妻子玛丽提供伪证提起控告，并控告爱宝奶粉进行索赔。案由是否属实？审判长，案由属实。确认案由属实。下面请诉讼方陈述诉讼申请、诉讼证据或事实以及法律依据。好的，审判长。审判长，我方诉讼申请如下：一、根据敲诈勒索罪的定义，我方当事人郭小军不构成敲诈勒索罪，我方申请撤销一审判决，判定无罪。2、我方认为在一审判决中出庭的证人，我方当事人的妻子玛丽出具的指控书具有伪证嫌疑，申请法院方面对于玛丽做伪证一事进行判定。3、针对爱宝奶粉对于我方当事人的女儿造成的危害，我方认为爱宝奶粉应当对我方进行民事赔偿，并针对爱宝奶粉企业对我方控告。我方认为爱宝奶粉企业相关人员对于我方有着故意引导的作用，所以我方申请爱宝奶粉企业对我方进行一定的补偿，并且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问题。
4. 针对爱宝奶粉企业先前对我方提出敲诈勒索的罪名，我方申请对方企业对我方进行公开的道歉，并且公开对我方不当的行为以及其公司产业产品的本质安全问题。5. 针对我方庭审所产生的诉讼费用，我方申请全部由爱宝奶粉企业承担。庭审场中，审判长徐春兴在听完苏白的诉讼请求以后，简单的翻看了一下诉讼材料。目前来看的话，1告3，显然这场诉讼对于诉讼方来说占据着不好的劣势。但这场案子首先要确定的一点就是郭小军的行为是不是敲诈勒索，只要确认是敲诈勒索了，其他的都不用再讲了。诉讼方诉讼申请已经陈述完毕。针对于诉讼方陈述的申请理由，本庭有一个需要询问的点：诉讼方对于拟方申请认定郭小军没有敲诈勒索的理由是什么？请拟方进行详细的论述。好的，审判长。审判长，我想先请我方当事人陈述一下事情的经过起因，并且询问几个有关于本案相关的问题。申请通过。郭小军，你可以开始陈述事情的经过起因。诉讼方律师可以提问，但需要注意，你们的一言一行都被法庭记录，不允许有违规行为。好的，审判长。审判长，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我的女儿目前刚刚满2岁，我自己作为一名年收入将近100万的人，对于自己女儿的各方面是希望她能获得更好的生活，不管是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所以我对于我女儿的婴幼儿奶粉格外的关注，希望我的女儿能够健康成长，最好是在小的时候打好身体健康基础。在朋友的推荐下，我购入了爱宝奶粉，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在喝了一段时间的爱宝奶粉后，我女儿的身体出现了严重的不适，我怀疑这个奶粉有问题，于是我把这个奶粉拿去专业的机构检验，检验出来的结果就是这个奶粉有着很大的问题。后来我把爱宝奶粉告上了法庭进行索赔，可是没有想到，这个爱宝奶粉企业竟然这么的不要脸。审判长，诉讼方律师刚才干咳打断了郭小军的话，我认为有故意嫌疑，申请终止当事人陈述和诉讼方律师的提问。申请回绝。不过对于诉讼方律师进行提醒一次，不得干扰正常的司法程序。好的，审判长。郭先生，我想请问，你为什么会增加索赔的额度？因为当时一开始的时候我没有打算要这么多，可是我妻子也就是玛丽说我的年薪将近100万，我女儿遭受到那么大的伤害，就只要求对方赔那么少的钱不合适。再有就是爱宝奶粉暗示我说赔偿金额可以进行商谈，于是我就提出来了500万的诉讼索赔金额。好的，谢谢郭先生你的配合。审判长，我的提问完毕。那开始你的辩诉吧。好的，审判长。这个案子是爱宝奶粉控告我方敲诈勒索，而认定我方敲诈勒索的缘由是我方当事人申请的诉讼赔偿远远超出了赔偿法食品法中的有关规定。对方的控告是食品安全和医疗费用共计5万元，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最高10倍赔偿，应赔偿50万元。但是我方却提出来了500万的赔偿金额，远远超出了法律的规定界限，由此认定我方的索赔是敲诈勒索。对此，我方提出异议。异议有以下几点：一、我方提出来的索赔方式文明，并不具备敲诈勒索对于其进行威胁恐吓的条件。2、我方在主观上进行的索赔不具有恶意主观，而是从自身的角度出发去进行索赔，不构成恶意索赔。3、敲诈勒索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对被害方实施威胁或者要挟的方式强索公司财物的行为。我方并不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我方索赔的方式是进行起诉，是通过法院进行诉讼的方式进行索赔。别说是500万，就算是我方索赔1000万，那也是合理的进行索赔，也不应该判定我方为敲诈勒索。难道说通过起诉的方式进行索赔，这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吗？如果通过起诉，这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话，那么就认定我方为敲诈勒索，我方无话可说。审判台上，徐春兴皱了皱眉，这个问题的确太有针对性了。这还是直播庭审，如果对方回答不好的话，那么将是一次非常严重的法庭事故。现在请检方律师发言。审判长，针对诉讼方，我方提出来几个简单的问题。第一，郭小军知不知道索赔的相关法律法规？为什么先是索赔70万，而后又索赔500万？70万和50万相近，会不会存在知法犯法的行为？第二，根据对于郭小军的指控有一个关键点，其中有着一封控告信，控告信的内容是郭小军的妻子玛丽所描述的，讲的是郭小军有着想要敲诈勒索的意向。郭小军是否和控告信中的描述一致？又或者是一开始没有想要进行敲诈勒索，但是后面提出500万是有敲诈勒索的意向？针对以上2个问题需要了解清楚。审判长，检方发言完毕。诉讼方针对检方的提问，拟方是否能够拿出相应的证据？可以的，审判长。审判长，根据郭小军在被上诉期间在相关执法单位的表述来看，郭小军明显对于赔偿的相关规定不知情，一开始提出来70万的索赔与50相近，但是这同样已经超过了法律的限定，不在索赔50万的合理法律规定范围内。70万已经涉及到了超过规定，并且已经超出了50万20万，金额额度超过1/3。如果郭小军知道相关的规定的话，那么就不会提出70万的索赔，因为这明显是违法行为。提出索赔的关键在于
是针对他本身的收入，以及上述中玛丽的影响和爱宝企业提出来的商谈有关系，即不存在知法犯法的情况。同时，根据相关执法单位出示的证据已经表明了，郭小军的各种口供和证据都指向表明其言行一致，不存在改口的情况。同样，如果他一开始具有敲诈勒索的意向的话，那么为什么不一开始提出500万的赔偿金额，而是后来才增加到500万的赔偿金额呢？关于这一点，我希望审判人员能够考虑得到。检方律师还有没有要补充的？审判长，检方没有要补充的证据。针对诉讼方提出来的问题，检方还有没有什么异议？审判长，检方没有异议。针对郭小军的一审判决，事实证据不足，且缺乏强有力的证据证明郭小军具有敲诈勒索的犯罪事实，暂时判定郭小军不具备敲诈勒索的犯罪事实。KO。王律师，对面律师那么厉害，咱们不会败诉吧？我不想进去啊。放心吧，你的指控不算是伪证，怎么可能进去？这个案子我都已经了解过了，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的。庭审继续，本庭对于本次庭审的3个争议点进行总结。第一，关于郭小军是否属于敲诈勒索，本庭已经对其陈述和判定过了，在这里就不做过多的陈述了。如果接下来各方对此有异议的话，可以在庭审过程中提出来，但必须具备相关的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第二点则是关于郭小军对于妻子玛丽涉嫌虚假的控告问题。第三是关于郭小军针对爱宝奶粉进行索赔。诉讼方对于本庭整理的总结问题有没有异议？审判长，我方没有异议。既然诉讼方没有异议，诉讼方本庭需要确认乙方针对爱宝奶粉申请的赔偿金额是多少。审判长，我方由于爱宝奶粉的无辜控告丢失了工作，导致我方在经济上和精神上遭受了极大的损害，再加上我方当事人购买奶粉导致其女儿的医疗赔偿费用，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我方申请爱宝奶粉对于我方赔偿金额为1785696.56块5毛。本庭已经了解到了诉讼方的赔偿费用申请，被诉讼方爱宝奶粉有没有什么要说的？审判长，我方有异议。异议的不同点在哪？请被诉讼方表述出来。好的，审判长，对于诉讼方提出来的针对我方企业的赔偿申请，其中关于诉讼方提出来的，对方是遭受到我方的控告，所以导致了丢失了工作，在精神上和经济上面遭受了损失，所以对于我方进行索赔。对于这一点，我方提出异议。第一，我方提出的控告是针对于我方合法的权益，并没有特意的去针对郭小军这个当事人。第二，我方只是进行立案，案件的侦查和案件的判定都不属于我方的权益，所以针对于诉讼方提出来的请求，要求我方进行赔偿，这明显的不合理。因为对方被判刑丢失了工作，还有遭受到的精神损失，这和我方爱宝企业都没有任何的关联。我方只是合法的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我方的合法权益。我方提出驳回关于诉讼方在精神和经济上面遭受损失由我方承担赔偿的责任。诉讼方乙方能不能证明乙方遭受到控告所造成的精神损失，或者是丢失了工作与爱宝奶粉有着直接的相关联系？审判长一审的时候，判决条件中认定我方敲诈勒索中有一条，那就是我方提出来了追赔的要求。根据我方当事人所陈述的，我方提出追赔要求是因为受到了企业告知可以商谈协赔金额的影响，而爱宝奶粉在明确告知了我方可以商谈协赔金额的时候，反手就以敲诈勒索将我方告上了法庭。我方在主观上面可以认定这就是爱宝奶粉的恶意控告。我想请问一下对方律师，我方原本索赔70万的时候，爱宝奶粉为什么要告知我方可以商谈赔偿金额？在我方提出索赔500万的时候，又反手以敲诈勒索将我方告上了法庭，这难道不是一种恶意吗？由判定条件可知，爱宝奶粉的恶意引导具有一定影响判决的作用，所以我方由此认定爱宝奶粉对于我方一审判决具有一定的影响性和关联性。审判长，我方陈述完毕。针对于诉讼方的陈述，被诉讼方爱宝奶粉有没有异议？面对审判长的提问，方轩揉了揉眉心。原本他的辩护思路是郭小军遭受到一审判决的处罚，丢了工作造成的损失跟爱宝奶粉企业没有关系，但是苏白又提出了其中的相关联系，还提出了爱宝奶粉企业恶意控诉的话题。关键是爱宝奶粉企业针对郭小军的确有过准备商谈提高赔偿金额的事情，这是执法方提交的证据。他总感觉继续就这个话题辩护下去的话，会掉进对方的坑里，于是直接说道：审判长，我方没有异议。被诉讼方对于爱宝奶粉先前通过商谈提高赔偿金额一事没有异议，现在法庭方判定爱宝奶粉通过商谈提高赔偿金额，具有一定的因素间接导致了郭小军从赔偿金额70万提高到赔偿金额500万。爱宝奶粉企业方有没有异议？审判长，我方没有异议。诉讼方对于这个判定有没有异议？我方没有异议。KO。话音落下以后，苏白将目光锁定在了玛丽的诉讼席位，1打3，目前已经干翻2个了，只剩下最后一个了。你不要过来啊！
针对本庭刚才总结的3个争议点，现在已经有2点均无异议。现对于最后一个争议点，诉讼方控告郭小军的妻子玛丽涉嫌提供虚假证据进行庭审辩诉。诉讼方乙方控告玛丽涉嫌提供虚假证据，有没有证据或者是有无根据法律条文的适用去证实？有的，审判长。根据刑法第305条，伪证罪指的是在刑事诉讼中，证人或其他人对案件有重要的关系情节，故意做虚假证明、鉴定记录，意图陷害他人或隐瞒罪证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对于伪证罪的司法解释是，在主观意图上故意做虚假的证明、鉴定记录，陷害他人或隐瞒罪证。在郭小军的妻子玛丽对郭小军的控告书中陈述了这么一个主观，玛丽说郭小军有想要向爱宝奶粉敲诈勒索的主观意图，原因是郭小军说了多找爱宝奶粉要点钱，要不然就曝光爱宝奶粉的产品质量。我想请问一下被诉讼方当事人玛丽，你为什么通过这么一句话就控告郭小军有向爱宝奶粉敲诈勒索的主观意图？还有就是你作为郭小军的妻子，为什么要对你的丈夫郭小军进行控告？这其中是不是隐瞒着什么秘密？王律师，我作为我方当事人的辩诉律师，可以代为回答诉讼方苏律师的这个问题。原因是因为审判长，我想要对于被诉讼方王律师进行提醒，这场庭审是直播庭审，你代表了玛丽进行回答的话，那么面对控告，王律师作为委托代理律师，你可脱不了干系。苏白意思很明显了，你要是有十足的把握能够胜诉的话，那么你就讲；要是没有的话，你就闭嘴。王满庭原本打算的是替玛丽堵死苏白的提问，但是苏白这么一讲的话，他反倒是有些犹豫了。董承钱给的的确多，但是如果他一旦真的辩不过苏白的话，那么今天他可能要跟玛丽一起进去踩缝纫机了。但凡玛丽有1/1000被控告伪证罪的可能性，这个险他都不能冒，于是主动闭上了嘴，让玛丽进行回答。老宋棍，算你跑得快。我想请问一下被诉讼方当事人玛丽，你作为郭小军的妻子，为什么要对你的丈夫郭小军进行控告？这其中是不是隐瞒着什么秘密？我控告郭小军是因为选择法律的正义，郭小军的确有着诈骗的意向，所以我选择主动控告他，来维持法律正义的尊严。还请被诉讼方的当事人正面回答我，为什么通过这么一句话就控告郭小军有敲诈勒索的主观意图？因为我认为郭小军这么说就是想要敲诈勒索爱宝奶粉。好的，谢谢被诉讼方当事人的配合。请问当事人郭小军，你有没有说过要敲诈勒索爱宝奶粉？没有。那么针对于你的妻子玛丽控告你敲诈勒索爱宝奶粉，你有什么想说的吗？我想说的是，这完全是凭空污蔑，因为我只提到了向爱宝奶粉多要点赔偿，他们不给的话，我就曝光爱宝奶粉的产品质量，并没有玛丽所说的情况。那你是在什么情况下打算多要点赔偿，或者说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打算多要点赔偿？我是在玛丽说这所要的赔偿太少了，且是在爱宝奶粉提出可以商议赔偿的时候提出来想要多要一点赔偿的，并且是打算通过诉讼的方式进行追偿。好的，谢谢你的配合。审判长，目前的基本情况已经明了，根据先前庭审的判定，已经证实了我方没有敲诈勒索的主观意图。关于这份控告书上面的内容已经清清楚楚地表明了，按照被诉讼方玛丽的描述，她根据郭小军的一句话认定了郭小军有敲诈勒索爱宝奶粉的想法，但是根据郭小军的陈述表明，他是在自己妻子玛丽和爱宝奶粉的影响下才说出这样的话的，并且郭小军原本想要表达的意思是多索要赔偿金额，而不是控告书中所描述的多索要钱，这两者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并且玛丽凭什么仅凭借一句话就能认定郭小军有着敲诈勒索的主观意图？如果说任何人的一句话就可以被认定的话，我还说我杀人了呢，那我真的杀人了吗？当然没有。根据法律意义上对于虚假证明或虚假证据的定义是减弱其证据性，这份控告书完全就是虚假的证据和证明，以此完全可以认定为这份控告书为虚假证明。同时，作为郭小军的妻子，玛丽知道郭小军的主要意图是通过走司法程序进行索赔，并没有其他索赔的举动，可是却出庭当作一审的证人，出具虚假证明来控告郭小军对于爱宝奶粉敲诈勒索，已经具备了故意的主观意图，即以此认定郭小军案一审当中证人郭小军的妻子玛丽故意做虚假证明来意图陷害郭小军敲诈勒索，导致了郭小军被判了5年的有期徒刑，已经达到了情节严重的地步。按照法律规定的伪证罪，应处以3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审判长，我方陈述完毕。现在请被诉讼方对于以下几点进行辩诉：一、被诉讼方是否对于玛丽所出示的控告书为虚假证明有异议；二、能否证明玛丽的主观意图非故意陷害郭小军；三、针对于诉讼方律师提出来的问题和陈述是否有异议。面对审判长的这3个提问，王满庭感觉自己脑袋都要大了，同时也庆幸了刚才没有替玛丽陈述，要不然万一被对方抓住任何的问题的话，那么他明天就得去试试里面大锅饭的米硬不硬了。审判长，我方有异议。玛丽对郭小军的控告书中的确有着与事实不符的观点，有些的确是和郭小军的主观意愿不符，但是玛丽的控告是出于他认为的法律的正义，不是他的主观意图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来针对郭小军，并且作为郭小军的妻子，他为什么要提供虚假证明来针对郭小军，让郭小军入狱？他难道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吗？诉讼方能拿出来证据证明玛丽故意提供虚假证明让郭小军入狱，玛丽能得到好处的证明吗？在这一点上，玛丽完全没有犯罪的动机，所以也不存在故意提供虚假证明的前提条件。审判长，我方陈述完毕。
请诉讼方陈述观点或事实依据。刚才我已经询问过玛丽的主观意向，玛丽所表达的观点是出于法律的正义，所以对郭晓军进行控告。可是她凭什么认定这就是她的法律的正义？难道仅仅凭借郭晓军的一句话就认定郭晓军有敲诈勒索的嫌疑吗？这难道就是她所谓的法律的正义吗？我方认为被诉讼方律师的辩护完全是在避重就轻，完全没有回答我方提出的问题，并不能证明玛丽没有故意构造事实做伪证的嫌疑。被诉讼方律师说，被诉讼方当事人没有犯罪的动机，没有故意指控的动机。审判长，我申请提交新的证据。申请通过。审判长，我方提交的是在我方当事人郭晓军被羁押期间，玛丽的银行流水证明和不明来源的大额消费，以及频频提出离婚的想法。被诉讼方玛丽能否解释为什么会有不明来源的大额银行流水消费？这些不明的大额银行流水消费所涉及到的金钱是从哪里来的？并且你为什么在郭晓军被羁押期间频频的提出离婚，想要分割财产的意向？审判长，我方认为这就是玛丽恶意控告我方的证据。被诉讼方能不能拿出来玛丽不是主观意向的证据，或者是反驳诉讼方提出来的银行大额资金不明来源的证据？我方没有表明主观意向的证据。现在进入休庭阶段，1个半小时后开庭，各方陈述完毕，当庭宣布审判结果。爱宝奶粉总经理办公室，董成神色紧张。他先前给了玛丽一笔钱，特意嘱咐让她不要消费，让玛丽暂时的先保存起来。可是让他没想到的是，玛丽竟然不听他的，直接消费，并且让别人抓住了把柄。更没想到的是，郭晓军2审会直接控告玛丽做伪证。如果玛丽被抓的话，很有可能把她供出来，到时候搞不好她也得进去。这个女人真是蠢到家了。很快休庭时间结束，徐春兴敲响了法锤。现在进入庭审的最后环节，法庭陈述，现由诉讼方进行陈述。好的，审判长，我方的法庭陈述如下：针对于我方遭受到的指控和控告，我方表示要严肃地维护法律的正义。面对莫须有的指控，我方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公平公正的法律说法，希望能够得到真正的法律公平。对于某些破坏司法公正以及试图破坏司法公正的人进行严惩，以达到敬畏法律的目的。审判长，我方陈述完毕。现由检方进行法庭陈述。审判长，我方放弃法庭陈述。现在请爱宝奶粉企业委托律师进行法庭陈述。审判长，我方请求审判长考虑到我方公司的经营进行酌情判处。现在请被诉讼方玛丽或当事人委托律师进行法庭陈述。审判长，我方与郭晓军是夫妻关系，并且已经有了数年的感情维系，感情深厚，夫妻本是同根生，是未来走过一生的伴侣，两人之间的关系自然无比的亲密。作为夫妻，我方当事人玛丽和郭晓军还是有着很深刻的情感的，并且两人拥有一个女儿。作为两人感情的结晶，我方申请审判长酌情的从这方面进行考虑，而后再进行审判。审判长，我方陈述完毕。诉讼方与被诉讼方陈述完毕，现宣判庭审判决。全体起立。本案案由诉讼方申请撤销一审判决，并向爱宝奶粉企业进行索赔，同时控告一审证人玛丽作伪证。本院对该案件具有管辖权，所适用法律完全遵照国内法律。下面宣布审判结果：一、针对一审对郭晓军的判决，没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郭晓军涉嫌敲诈勒索，现撤销一审判决，判处郭晓军无罪，当庭释放。二、爱宝奶粉所制造的奶粉对于郭晓军的女儿的确造成了实质性的伤害，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判处其赔偿10倍医疗费用50万，并爱宝奶粉企业方因为引导郭晓军追赔，对一审中郭晓军判处5年有期徒刑负有一定的责任，同意诉讼方的精神损失和工作损失，判处爱宝奶粉企业赔偿郭晓军人民币120万6千元。三、爱宝奶粉企业对于郭晓军造成了严重的名誉伤害，现责令其对郭晓军进行公开道歉，包括但不仅限于各大自媒体平台。四、根据我国刑法第305条规定，故意作虚假证明，意图陷害他人或隐匿罪证的，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情节严重，判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一审证人玛丽故意作虚假证明，导致郭晓军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属于情节严重，判处一审证人玛丽4年有期徒刑。本案判处将会由本院告知检察机关补充相应司法程序。五、判定相关诉讼费用由爱宝奶粉企业承担，针对被诉讼方的诉讼请求全部驳回。根据我国诉讼法规定，被诉讼方若认定本院有任何不合规的判决或不合理的法律解释，可以在判决书发放的10日起内申请审查督查，判决书将会在闭庭的10日内向各方发放。闭庭。成年不久大学生驾车撞倒怀孕3月孕妇，由于发生口角争执，大学生持刀将孕妇杀害。一审判决死缓2年，二审该大学生出示有力证据，判决无期徒刑。不是，他二审凭什么还减刑了？一审判死缓的话，已经算是从轻处罚了吧？是的，苏律师，现在委托人不服从二审判决，提起抗诉，申请再审，但是法院没有受理。
并且二审审判人员告诉委托人，再审就算是受理了，那也是驳回二审法院进行审理，也大概率是维持原判的结果。这是哪个审判员说的话这么牛？这是机会来了呀！这个案子我记得我有印象，先前这个案子在网上有不小的舆论吧？对的，是在网上有着不小的舆论，现在说什么的都有。最离谱的是，这个案子竟然还有为大学生发生的，这不扯淡吗？这玩意不是就和造成车辆事故觉得残废赔的钱更多，干脆故意造成多次碾压一样了吗？第二天早上，李雪珍早早的就来到了律所。苏律师，我怎么觉得这个案子怪怪的？这个案子肯定要判死刑啊！一审判决死缓还属于正常，可是二审还改判无期徒刑，是不是？这个案子的确有问题。就说审判人员对被害者亲属说这种话，显然是不符合规矩和流程的。听完李雪珍小脸兴奋的通红，这次可不是她歪了，而是审判人员可能真的有问题。许久后，委托人终于来到了律所，是一个看上去30岁左右的男人，身边还跟着3位老人。经过了解，男人名叫楚磊，是被害人孕妇的丈夫。他和被害人是从校园走进婚姻的，感情深厚，结婚满2年左右，有房有车，家庭和睦，没有太多的矛盾。从楚磊的表情上面不难看出，这一次其妻子陆颖和怀中的孩子被害，对于他是一次重大的打击。另外3位老人分别是楚磊的父母和被害人陆颖的父亲。你们的委托是什么？我们的委托就是希望对方能够得到应有的惩罚。其实一审判处死缓，我们没有什么太大的意见，但是二审竟然改判无期，我们觉得这个改判不合理，提出了抗审，要求重新审理，但是被拒绝了。杀人了，二审竟然还减刑了，这不是侮辱人吗？我们希望对案件进行重新的审理，还我们一个法律正义的公道。二审的审判成员对你们说，不要再提起抗诉了。就算是再提起抗诉的话，那么审判结果也是这样。这句话是真的吗？我需要提醒一下，你说的话很有可能会影响案件的处理，不能有一丝的虚假和夸大。就算是二审的审判成员有这个意思，暗地里表达了这个意思，你们也需要如实告诉我，不可以断章取义，明白吗？苏律师，我明白，这句话是真的，是当时的审判员亲口和我说的，没有半点的虚假和夸大的成分。如果有任何的虚假和夸大的成分，我愿意承担任何的法律后果。既然这样的话，那么这个案子的大致过程我们已经了解了，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签订委托书了。苏律师，你不再问问为什么法院不受理我们的抗诉请求吗？不用了，这个案子的大致过程我已经了解了，剩下的问题需要看判决书还有卷宗中的详细过程和材料，你们只需要签订委托书就可以了。好的，苏律师，我明白了。签订完委托书后，楚磊惴惴不安，开口询问苏律师：“我听其他律师说你是南都最顶级的刑事律师，这个案子能赢吗？”能不能赢不能保证，不过这个案子是个尽力案，你放心，我们律所肯定会努力帮助你们达成委托的。李雪珍在一旁小脸认真的听着苏白的话，用力的点了点头。尽力案的意思属于字面意思，尽全力，苏律师尽全力，嘿嘿，死刑起步，苏律师尽全力，嘿嘿，死刑起步。很快，苏白从南都高院取回了卷宗后，便着手整理起来，其中最主要的还是整理证据和检方提供的事发过程方面。将这些全部整理完毕后，苏白走到李雪珍身边问道：“关于二审时和一审时判决减刑的新证据整理出来了吗？”苏律师整理出来了，减刑的新证据是一份口供和证人的论述，合议庭成员是根据这个来进行减刑的。就根据这个，就从死缓减到无期徒刑。这二审的判决说没有什么问题，苏白肯定是不信的。不过先前没有新的证据和论证观点，的确是不好进行抗诉提交再审申请。现在有机会了，准备一下提交新证据进行抗诉，向最高法申请再审。好的，苏律师。与此同时，施害者秦晓峰家中，秦晓峰是南都一所一本院校的特长体育生，其父亲秦安海是一所大学的知名教授，母亲万玉萍则是一名生意人。平时对于秦晓峰疼爱有加，由于做生意，万玉萍缺少了陪伴自己儿子的时间，就想用金钱来弥补，所以对于秦晓峰有求必应，要什么给什么。在其高考结束考上大学的时候，就给他买了一辆40-50万的车作为奖励，平时的红包转账什么的更是少不了。万玉萍对于秦晓峰是完全的溺爱。你说现在怎么办吧？我听说那个什么陆颖的老公又去找了其他律所，还是一个南都的顶级律所，说是要抗诉，说要去最高法去告咱们小峰多可怜呀！要不是那个女人当时非要吵着说要告咱们小峰肇事逃逸，咱们小峰能捅他吗？现在好了吧，自己死了不说，还搭上了咱们小峰的未来前途。咱们小峰才成年多久啊？我看呀，那个女人也有责任。二审判咱们小峰有期徒刑还不够吗？你想办法解决了这件事情。闭嘴吧你！这件事情闹得有多大你知道吗？你知道对我有多大的影响吗？要不是咱们拿出来了新的证据，现在小峰就是死缓要比无期徒刑严重的多得多，你明白吗？好了，那个什么，楚磊上一次找律所想要申请再审，不是没成功吗？这一次再来，他也不可能成功，就算是有什么情况，也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行了，这件事情暂时到此为止吧，别在这哭哭啼啼的了。要不是你惯着小峰，小峰至于成长到这个地步吗？姓秦的，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在外面做生意赚钱，你在大学当教授，家里是你在做主，你整天忙着在大学里面工作，你还好意思说我？这难道只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吗？你为什么没有教育好小峰？说到底的话，这件事情根本就不怪小峰，都怪那个女人。不是那个女人胡搅蛮缠的话，咱们儿子能动手吗？秦安海不耐烦地看了万玉萍一眼，不打算继续争吵下去。这时候却突然接到了电话。秦安海看着电话号码，长呼了一口气，让自己冷静下来。什么？你说那个什么白军律师事务所有点难缠，你也不行吗？好吧，是不是需要我们出钱让对方出具谅解书？这样的话才能维持二审的判决。可是你之前不是说对方向最高法申请再审的话机会不大吗？好的，我知道了。怎么了？出什么问题了吗？出了一点小问题，说是那个楚磊现在找的律师很厉害，咱们需要私下和楚磊达成和解，让他不要再申请再审，或者是给他一些钱，让他出具谅解书。出谅解书？出什么谅解书？这件事情他们也有责任。小峰现在被判了无期徒刑，我还没有找他们算账呢。再说了，咱们上一次也说是出钱让他们出谅解书，目的就是为了让小峰减刑，但是他们没有同意。这一次他们能同意吗？上一次你只出了30万，他们肯定不同意啊。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把价钱抬高一点，再问问他们愿不愿意谅解咱们。好了，其他的就别说了，按照我说的办。白军律师事务所内，苏白接到了楚磊的电话。苏律师，那个秦晓峰的父母说是想出80万让我撤销申请再审，我拒绝了以后又说拿80万让我出具谅解书。那你呢？你的想法是什么？苏律师，我绝对不接受对方出具的任何谅解书，我只希望法律能给我一个公平的交代。苏律师，说实话，我希望对方能够被判死刑，甚至我觉得死刑还不够。楚磊的声音中对于秦晓峰带着浓厚的恨意。从情感上来说，苏白能够理解自己的白月光好不容易和自己从校园走到了婚纱，有了自己的宝宝和家庭，即将迈入幸福的道路，但是出现了一个人，残忍的将这一切都给破坏了。起因竟然是发生了争执，但凡是换做一个不理智的人，那么可能就不会用法律来解决了。苏白深吸了一口气，这个委托楚磊找白军律师事务所还真的找对了。苏律师，对不起，我刚才情绪有些上头了。人之常情，没关系的。不过对方找你请求谅解书的相关证据一定要保存好。好的，苏律师，我明白了。由于南都孕妇案这个案子本身就具有代表性，在2审判决下来的时候，这个案子还在网上引起了一阵讨论的声音。在苏白将新的证据和法律变数提交上去以后，最高法方面很快就进行了认定，2审判决具有一定的问题，要求南都高院重新审理南都孕妇案。那个楚磊到底想要干嘛？都说好了给他80万作为和解费，他还不愿意，他这是什么意思吗？是不是想敲诈咱们更多的钱呀？要不咱们反手直接告他敲诈得了。你说什么胡话呢？现在南都高院又要重新审这个案子，那咱们的小峰岂不是又要面临一定的风险啊？还有那个白军律师事务所，那个谁不是说向最高法申诉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吗？为什么这个什么白军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苏白这么轻松？他是不是有什么关系啊？要不要告他？告什么告？你当人家最高法是吃白饭的？这个白军律师事务所我查过了，的确是一个很厉害的律师事务所，在南都都是顶尖的刑事律所。那个楚磊这一次进行申诉肯定不是为了钱，并且我听说那个白军律师事务所一般接的案子都会胜诉，楚磊想的就是要让咱儿子抵命。根据何辉说的，这个案子保不齐对方的诉求就是想判咱们儿子死刑。这还能判死刑吗？那何辉呢？何辉不能帮忙吗？你以为法院是你家？何辉只是一个审判员，他又不是审判长。再说这个案子能是他想怎么判就怎么判的吗？要有证据，要有司法解释，你懂不懂？如果说对方具有很严密的证据和法律解释的话，那么何辉也没有办法。那现在怎么办？现在只能联系那个白军律师事务所，让他们不委托楚磊的案子，或者是让何辉试试去说动楚磊换个律师。那个楚磊估计也出不了多少的律师费用，我就不信我出10倍100倍，那个什么白军律师事务所还不心动。白军律师事务所内，苏白安静地听着万玉萍叙述案情，只是越听越觉得不对劲。你这个案子应该是最近的孕妇被杀案吧？对的，苏律师，就是这个案子。我是秦晓峰的母亲，这一次来到白军律师事务所，就是想委托苏律师帮忙打一下辩护官司。苏律师，只要你不再委托楚磊的这个案子，委托我儿子秦晓峰减刑辩护的官司，我可以给你100万律师费。不好意思，这个律师费用的确很高，但是我们律所已经接受了楚磊的委托，还请万女士离开。送走万玉萍后，正在整理案件资料的苏白又接到了楚磊的电话。苏律师，那个2审的审判员又来找我了。那个2审的审判员找你干嘛？说是这一次的案子不容易打，想给我推荐一个好的律所。这个证据我保留下来了。那个何辉算不算是威胁我啊？
苏律师，这个审判员咱能不能把他……你先把证据发给我。好的，苏律师。苏白挂断电话，将楚磊发给他的证据简单的了解过后，再次拨通了楚磊的电话。这个不算是证据，总体来说就是审判员对于你进行简单的问询，在流程和规定中没有问题。一般来说，审判员、审判长询问这种问题的话，都是对原告或被告的一种善意。不过这个何辉明显没安好心，你先不用管他。这个证据虽然说不能当做指控何辉的证据，但在庭审上很关键，你先保留好。好的，苏律师，我会保留好的。很快，录影被杀一案到了开庭审理的那天，庭审场内，审判长周强胜敲响了法锤。现庭审人员身份信息已经全部核实完毕。本院南都高院按照最高院指示，针对录影被害一案进行重审程序。本案由南都高级法院审理，合议庭组成成员：审判员何辉、审判长周强胜、审判员张广全。诉讼三方是否申请回避？无异议，不申请回避。无异议，不申请回避。我方有异议，我方申请合议庭全体成员回避。被害人委托律师苏白，你方有什么异议？申请回避的理由是什么？审判长，我方认为审判人员违背了刑事诉讼法中的第30条，办案人员违反禁止行为的回避，即我方申请审判人员进行回避。请被害人委托律师表述事实，清楚的陈述说明哪个审判人员违反了哪一条例，为什么要申请全体合议庭成员回避，请你方表述清楚。好的，审判长，合议庭成员中审判员何辉违反了禁止行为。根据刑诉解释第28条的规定，审判人员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申请回避：一、违反规定会见本案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二、为本案当事人推荐介绍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或者为律师、其他人员介绍办理本案的，以上行为可能会影响公正判决，违反上述规定，应当责令其回避，并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要求回避。审判员何辉在庭审前询问我方当事人，想给我方当事人推荐一个好律所，已经违反了相关的规定。审判长，我方行使的是我方正当的法律权益，还请审判长以及合议庭的成员进行回避。委托方律师苏白，你陈述了审判人员何辉违反了禁止行为的回避问题，那么你方有证据表明审判人员何辉有违规行为吗？有的，审判长。苏白将通话录音证据交由了一旁的工作人员，案中的违法录音侵犯了他人的隐私权，可以不当作庭审证据，但是正常的通话录音是成立的，可以当作证据使用。这个通话记录只是我单纯的询问楚磊有没有委托好的律所，没有的话，法院这边可以进行安排，并且根据录音的内容，没有证据可以表明我为本案当事人推荐律师和律所。这件事情的本质是我想让当事人进一步了解庭审的情况以及好意的提醒，驳回回避请求，庭审继续。那我请问审判员，为什么要通话我的当事人询问其有没有委托好律师？在我方提交诉讼申请的时候，上面应该写明了委托方的律所和律师吧？难道何审判员没有注意到或者是没有看到吗？请问何审判员，你有没有证据能够表明你的出发点是好意的，而不是想让我方当事人更换律所和代理律师？同样，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何审判员凭什么驳回我方的回避申请？根据刑事诉讼回避程序第31条，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的回避应当分别由院长、检察长和公安机关的负责人决定，审判长以及审判人员无权决定是否进行回避。我想请问审判人员，决定回避是你们合议庭成员集体研究决定出来的决定吗？如果是的话，那么做出来这个决定的依据是什么？是根据哪一条法律法规来进行的？法律的解释权难道不属于法律的定义，而在审判人员的手里吗？我想请合议庭成员正面回答我这个问题。庭审场上，面对苏白的质问，周强胜眉头紧锁，他是完全不敢正面回答。正面回答要怎么回答？难道他要把法律解释权在审判员、审判长手里的这顶大帽子扣在他自己身上吗？这句话他只要敢说出来，话是上午说的，人是下午被调查的，大锅饭是晚上吃的。周强胜深吸了一口气，只能继续和稀泥。被害人委托律师，还请你平复一下自己的心情。现在谈论的是回避的问题，而不是其他事情。被害人律师，请注意自己在庭审上的发言。审判长，我想请问我是哪一条法律条文说错了吗？质疑是每个法律人应该有的权利，这也是维持法律的最基本的义务。审判长，我不觉得我的发言有任何的问题，还请审判长回答我刚才询问的问题。驳回回避的申请是否是合议庭的研究决定？关于驳回我方回避申请是否符合法律依据？暂时进入休庭。话音落下，周强胜着急地站起身，率先离开了庭审席位。紧接着，何辉和张广全也跟着离开了庭审席位。说说吧，闹成现在这个样子，怎么收场？何辉被害人辩护律师指控你没有实行回避，这件事情你怎么看？你做了这件事情，为什么没有实行自行回避？这件事情我的本意是为了让那个楚磊能够进行更好的诉讼，特意询问了他有没有委托律师。没有实行自行回避的原因，是因为我是出于好意，又没有向他推荐律所之类的。再说，谁能够想到对方竟然拿这件事情来申请回避，并且给咱们扣上大帽子？大家都是审判人员，你这么说，觉得谁会信？你搁这糊弄谁呢？当大家都是傻子呢？根据相应的法律法规，应当将这件事情迅速的上报给院
院长，我同意这个意见。好的，就按照审判长的想法去办。很快，南都高院的院长批示同意回避，并且安排了相关的人员进行继续审判的处理。同时，为了避免苏白再次以回避原则回避当庭审判长和先前审判人员是同事关系，特意更换了于彩霞副院长为这次庭审的审判长，并且安排了相关的工作人员询问了苏白的意见。苏白对于彩霞的印象很深刻，于是同意了法院方面提出来的更换审判人员的要求。审判庭内，审判长于彩霞敲响法锤。本院遵循回避原则，现已取消原审判人员周强胜、张广全、何辉针对本案的审判资格，由南都高院于彩霞、金玉芳、王传杰组成新的合议庭成员。诉讼三方有没有异议或提出回避请求？无异议，不申请回避。无异议，不申请回避。无异议，不申请回避。对于由本院审理本案，并与彩霞、金玉芳、王传杰组成合议庭，庭审各方均无异议，现宣布案由：本案由南都高院进行审理。缘由：本案为施害方秦晓峰，男，已成年，驾车行驶过程中撞倒被害方陆颖，发生口角争执后，秦晓峰愤怒之下故意伤害陆颖，致其死亡。二审判决由南都高院进行判定，被害方家属对于原二审判决认定有裁定错误，由最高院指示高院进行重审。对于以上，各方是否有异议？案由属实，无异议。无异议，无异议。各方对于本案案由无异议，那么下面请检方进行控告陈述，被害方同样作为控告方，准备进行补充说明。开始吧。好的，审判长，检方认定被告方秦晓峰涉嫌故意杀人，并且造成了重大的社会影响，请求法院对于秦晓峰作死刑判决。控告如下：第一，秦晓峰驾车对于受害者陆颖造成了伤害，不仅没有及时进行问询，还因为发生了口角争执而持刀对受害人进行攻击，攻击持续5刀，面对一名孕妇，手段残忍，社会影响极其恶劣。第二，根据执法方提供的证据和秦晓峰提供的口供表明，秦晓峰驾车下车时与陆颖发生口角争执，只是单纯的口角争执问题，而秦晓峰却用车上携带的刀具对于陆颖实施犯罪行为，此行为完全是出于自身故意犯罪的目的，并且车身带刀，本身具有着故意犯罪的倾向性。第三，秦晓峰在犯罪实施时已满18周岁，已经具备了成年人应该具备的刑事承担责任能力，对于自己做出的事情具有了承担的能力，理应受到法律的审判。第四，本案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舆论，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和极其不好的社会影响。由于被害人是孕妇，秦晓峰的故意犯罪行为直接导致了一尸两命，引起了社会大众对于法律正义的不满，造成了严重恶劣和不好的影响。根据刑法相关规定，犯罪嫌疑人故意犯罪，查实属于重大犯罪，手段极其残忍，社会影响力恶劣，有权判处死刑。检方申请判处秦晓峰死刑。审判长，我方陈述完毕。请问控告方、被害人一方还有没有要继续补充说明的？审判长，我方对于检方的诉讼申请陈述没有要补充的了。控告方陈述完毕，现在请被告方律师做辩诉。好的，审判长，我方的诉讼请求如下：一、我方当事人认错态度良好，主动认罪，不存在拒不认罪的情况，对于自己的犯罪事实坦白，供认不讳。二、根据我方当事人的描述和执法方的证据表明，第一，我方当事人在第一时间并不知道陆颖是孕妇这一事实情况；第二，我方当事人车辆里携带刀具，但是我方当事人携带刀具的目的不是故意杀人犯罪；第三，我方在发生争吵的时候，不是第一时间进行动刀行凶，而是在争吵激烈和对方言语的刺激下进行了行凶，这不属于故意谋杀。按照犯罪心理学的理念，这是一种在冲动行为下的心理情绪犯罪，也称作激情式犯罪。这类犯罪的动机不是单以故意杀人为目的，而是以施害人的心理状态而呈现的一种犯罪行为。同时，我方的年龄刚成年，有这种心理是属于一种正常的情况。另外，我方当事人具有自首的主观意愿，刑法规定自首应该适当减轻犯罪人的处罚，犯罪轻微的应当免除处罚。我想请审判长从这几个方面去考虑对于我方当事人秦晓峰的判处，而不是直接以控告死刑为结论。审判长，我方陈述完毕。检方对于被告的陈述有没有什么反驳的地方？那么秦晓峰为什么要对陆颖连捅5刀？第一刀可以解释为冲动下的犯罪行为，那么连捅5刀，这个怎么解释？5刀的时间在5秒到15秒的时间内，这个时间在使用刀具进行故意伤害的犯罪中已经称得上较长时间了。针对于这一点，被告方怎么解释？通过刚才的陈述，已经表明了我方当事人是激情犯罪、情绪性犯罪。这种行为下，犯罪人的理智被削弱或丧失，自我控制的能力较弱，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我方当事人在那种情况下会对于被害人持续的进行伤害的行为。请问被害人一方、你方还有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审判长，我方需要进行补充。好的，请陈述你方观点。关于刚才公诉人已经提到过的，我就不再提了。但是关于被告方律师的发言，我想要表达几个观点。第一，我需要强调的是，当时秦晓峰的杀人地点是在马路上，白天上午10点左右。这个时间点，马路上还有行人，光天化日，丝毫不遮掩不回避，直接在马路上将一名孕妇连捅5刀，致其死亡。
这种虽然说不是蓄意谋杀，可是这种在大庭广众之下使用如此残忍的手段来进行犯罪行为，不管是蓄意谋杀还是激情犯罪，对于社会的影响来说都是巨大的，都必须要从重从严判处。第二点，我想请问被告方律师，被告方律师刚才表明了秦晓峰在第一时间没有得知陆颖的孕妇身份，第一时间的这个说法很模糊两可。我想请问被告人律师，第一时间指的是什么？指的是秦晓峰先前不知道陆颖的孕妇身份吗？但是根据口供和证据显示，陆颖在被秦晓峰捅伤的第一时间就告知了秦晓峰她的孕妇身份，并请求秦晓峰不要继续伤害她。所以这个第一时间是指什么时间？就算是指秦晓峰挥刀的第一时间不知道陆颖的孕妇身份，可是在这个连捅数刀的过程中，陆颖已经表明了自己认错的态度和提出来了自己是孕妇的身份。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秦晓峰选择继续挥刀，属不属于已知情况而选择继续犯罪？已知对方是孕妇而选择继续犯罪，那么该不该从重严判？第三点，根据被告方律师的陈述，主要的辩护观点之一是秦晓峰属于激情犯罪，不是进行谋杀。可是情绪性犯罪所造成的后果是一尸两命，是面对一个陌生的孕妇发生了口角就取刀杀人。根据被告方辩护律师说的，秦晓峰属于犯罪心理学的激情犯罪。秦晓峰刚成年，这种心理是一种正常的情况。可是其他人在刚成年的时候在车里放刀吗？面对口角争执，直接取刀连捅数刀。秦晓峰是刚成年，可是这不是情绪性犯罪的借口。作为一名18周岁的成年人，理应有自己的独立思考的能力，这个和是否是刚成年没有任何的关系。既然已经达到了成年的年龄，那么在法律上应该属于平等的权利，不能以单个人的心理来表明大众的心理。对于被告方律师的观点，无论是从客观的角度还是从主观的角度来说，我都不赞同。同时，对于秦晓峰自首这件事情，我也有疑惑。案发当天是在当月22日上午10点，根据执法方提供的证据证明表示，秦晓峰是在当月24日的下午前往附近执法部门的过程中被捕。其中根据秦晓峰的口供得出，他是准备进行自首的。被告方认定秦晓峰有自首情节的认定，应该是根据自首情节中的犯罪人在逃跑后，在被通缉追捕过程中主动投案的，经查实确已准备投案，或者准备投案的过程中被执法机关捕获的，应认定自动投案。可是我了解的情况不是这样的。审判长根据我方已经提交相关的执法人员的口述证据表明了，当时秦晓峰在附近执法部门的路途中被捕时，有明显的抗拒心理，并且进行了一定的反抗。最关键的一点是，执法方没有将这一点表述进自首的相关材料内，明显属于违反了相关程序。我方认为执法方材料程序违规，通过这一点并不能够认定秦晓峰是自首主动投案。与此同时，罗大祥直播间内的观众们对于苏白说的这么长的内容有些不太理解，纷纷留言询问。前面的我听懂了，大致意思就是说这个秦晓峰该死，后面的没有听太明白，这个去执法队的路上被抓了，不应该是被逮捕了吗？怎么变成自动投案了？这个反抗又是啥意思？有没有大佬能够解释一下？解释的大致意思就是他们这个案子里面有大问题。罗老师，你给我们讲讲这位苏律师辩诉的意思呗。其实这场庭审只有2个关键点，第一个是关于指控故意杀人的，第二个是关于自首情节的。大家应该也都知道，杀人分情况，只有特别恶劣的情况才能判定为死刑。控告方苏律师和被控告方律师第一个关键的点也就在这，被告方律师以情绪犯罪来为秦晓峰进行开脱，那是因为情绪犯罪的判定相比于其他犯罪情况，判处的处罚相对轻一些。而苏律师的观点则是，白天公然杀人，并且在过程中得知了对方是孕妇的情况下继续行凶，无论是情绪性犯罪还是其他带有目的性的犯罪，那么都具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都是以故意杀人为目的，减刑罪行是对法律的不公。而第二个关键点就很简单了，自首这个情节分很多种情况，在这里我就不一一论述了。控告方苏律师反驳的就是秦晓峰属不属于自首的情况，并且质疑执法方提供的证据。那为什么先前没有提出来呢？这是不是说明了执法方提供的材料有问题？这种情况不太好判断，其中认定自首有很多种可能，不能单一的以某种情况去进行判定。好了，其他闲话先不说了，继续看庭审吧。针对于本案，现在有以下几点需要对于被告方当事人秦晓峰进行提问。当事人需要如实回答，不允许有虚假回答或隐瞒事实的情况。如若有虚假回答，那么责任全由被告人当事人承担。好的，审判长。第一，针对控告方控诉的被害人陆颖在你进行攻击时表达了她是孕妇的事实，这件事情你有异议吗？没有异议。导致你犯罪的主要动机是什么？主要动机是我觉得她难产，所以冲动之下就动手。那你能够解释自己车子里为什么会放刀具吗？放刀具的原因是什么？放刀具的原因是我那些日子需要切水果，所以就在车子里面随手放了刀具。那么，针对被控告方控告你在自首过程中遭受到了执法的逮捕，但是却有一定的反抗，这一点你怎么解释？当时的情况是，突然冲出来了一些人要抓我，我当时心情紧张，不知道是什么人，所以才反抗的。你的意思是，执法方在逮捕你的过程中没有出示自己的身份证明吗？控告方律师不得打断问询，在此提醒一次。好的，审判长。
针对刚才控告方的问题，被告人解释一下吧。当时执法人员是否声明了自己的执法身份？审判长，我当时是着急了，没有注意到。被告方律师面对控告方所控告的，还有什么需要陈述的吗？审判长，对于我方当事人在投案自首过程中被捕，具有反抗行为，我方认为我方当事人刚成年不久，还没有独立的社会经验，所以在面对相关的执法人员时，会有一些应激的反应。我方请审判长需要考虑到这个因素。审判长，我方陈述完毕。针对于控告方和被控告方的庭审辩诉，合议庭成员经研究决定，做出了以下总结。第一，秦晓峰故意杀人事实属实，虽然具有一定情绪性犯罪，但是连捅5刀具有故意性。第二，秦晓峰在行凶过程中得知了录影是孕妇的事实。第三，秦晓峰在投案自首的过程中被捕，但是有一定的反抗行为，并执法方没有记录在内。对于以上3点，各方有无异议？我方无异议。我方无异议。我方无异议。对于以上总结，各方均无异议。下面进行法庭陈述。现在请检方进行陈述。检方陈述如下：检方认为秦晓峰涉嫌故意杀人，并且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影响，应当受以严厉的惩罚，以敬畏法律人人平等的权利。每个公民应具有平等享受法律的义务。审判长，我方陈述完毕。现请被告方代理律师进行陈述。好的，审判长。审判长，有关于陈述方面，我方申请展示一些东西，与本案有关。申请通过。好的，审判长。审判长，这些资料是有关于在校人员和在校老师对于秦晓峰的评价。在校人员和在校老师对于秦晓峰的评价大部分都是正向的，其中有一名在校老师对于秦晓峰的评价是这样的：没有想到过秦晓峰竟然会杀人。平常在学校，秦晓峰都是认真完成学业，尊敬师长，友爱同学。对于秦晓峰的印象都是一个好学生，一个好孩子。对于秦晓峰做出这种错误的决定感到很痛心。以上基于学校同学和老师的评价，可以看得出来，秦晓峰在平时的学习环境中与人友好。这一次的犯罪事实，秦晓峰在面对相关执法人员的审讯时也是供认不讳，直接坦白了自己的犯罪罪行。面对一个刚成年的大学生，在情绪上的确会出现波动，这也是导致秦晓峰做出如此犯罪行为的关键因素之一。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在法律行为上，秦晓峰的确有着犯罪的事实，但请审判长以及2名审判员能够考虑到其他因素，应该给予一定的机会，让其改过自新。我方愿意对于录影亲属做出补偿。审判长，我方陈述完毕。现在请被告方当事人发言。我已经深刻地认识到了我犯下的错误，愿意接受法庭的审判，愿意接受法律的审判。审判长，我陈述完了。现在请受害人委托律师发言。好家伙，搁这演双簧呢，是不是在这打感情牌呢？这个我擅长啊。审判长，我方陈述如下。面对被告方的陈述，我方表示不赞同。什么叫做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对的，秦晓峰可能的确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但是他面对自己所犯下来的错误，承担应有的责任，这不应该吗？他做的是什么事情？他做的事情是使一个家庭破裂，是一尸两命，是使被害人家属终日活在对被害人的追忆当中，是当街因为争吵而暴怒杀人，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他犯错了能改，但是被害人家属有什么错？被害人有什么错？他驾驶车辆刮蹭了一名孕妇，孕妇有什么错？产生了争执以后，秦晓峰当即从车里取刀，将被害人连捅5刀，连捅5刀，这是什么概念？在这连捅5刀的时间内，他想的是什么？光天化日之下，他都能做出这种事情来。就算是他知错了，就算是他自首了，承担了自己的错误，但是受害人和他肚中的婴儿有什么错？原本的一家3口，现在变成了孤零零的一人。难道你一句我认错了，我自首了，就能补偿对于受害人家属的损失吗？赔偿我们1分不要，我们只要法律的尊严。死刑，判处死刑，就是对法律尊严的维护。法庭陈述完毕，进入休庭阶段。合议庭成员研究判决结果。1个小时后，开庭宣布判决。合议庭商讨室内，于彩霞看向另外2名审判人员，开口询问：这一次的判决你们怎么看？按照重审的庭审辩诉和双方提交的证据来看，秦晓峰应该介于死刑和死缓的判决之间。不过秦晓峰当街光明正大的连捅被害人5刀致其死亡，当场逃逸，我赞同死刑。这个案子所有的证据都表明了秦晓峰有罪，但是秦晓峰毕竟在犯罪时刚成年不久，这一点是需要考虑的。考虑这一点有什么需要好考虑的？成年不久，那也是已满18周岁。作为一个成年人，面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就应该付出应有的惩罚。我是说这一点需要考虑，但是我没说我不支持死刑判决啊。那你不早说，那你也没给我机会呀。对于控告方提交非自首的证据，我确定过了没有问题，但执法机关认定秦晓峰属于自首，你们怎么看？这个能怎么看？控告方已经提交证据了。审判长，
这个都懂吧？我只是佩服控告人律师人脉强大，能搞到这方面的证据。那就这样。很快，休庭时间结束，于彩霞和2名审判员重新回到了判决台席位上。现开始宣布审判结果。全体起立，请审判长宣布审判结果。本案案由针对秦晓峰故意犯罪致人死亡，被害人不服从2审判决，最高院指示南都高院对于本案进行重审。现宣布判决结果：一、判定被告人秦晓峰犯故意杀人罪成立；二、判定被告人秦晓峰于南都杏花街道十字路口上午10点钟杀害孕妇陆颖，并且在行使犯罪的过程中得知陆颖犯有身孕，并继续行使犯罪，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三、判定被告人秦晓峰自首情节有异议，并且在自首时具有明显的反抗举动，自首意愿不明显。综上，本院认为2审判决缺乏有力证据，现撤销原2审判决，改判被告人秦晓峰犯故意杀人罪，并造成了社会恶劣影响，判处死刑，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复核。本院判处死刑判决将移送最高院进行核准，等到最高院进行核准后，将执行死刑程序，驳回被告方所有诉讼请求。本案为最高法指示重审案件，被告方如有任何异议，可向最高法院或相关的审查监察部门提交相关证据证明，申请撤销。判决书将在闭庭10日内向诉讼各方发放判决书。闭庭。在庭审结束以后，苏白也提起了监督审查的程序，认定本案1审、2审中存在着众多的疑点。原1审、2审检方和合议庭成员没有了解清楚事实，加以判定，执法方提供证据材料违规，请求相关部门对于本案进行提起审查程序。由于这个案子的热度高，并且存在着疑点，相关部门很快就接受了审查的请求。数天后，秦晓峰案最高院核准批准死刑，并于当月月底，也就是30日执行。同时，相关执法部门对于审查监察的通报如下：何辉因担任合议庭审判员期间，故意引导对秦晓峰的处罚，知法犯法，身为审判人员，严重影响了审判的公正性，是对法律的不公，其审判的结果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根据刑法规定，何辉作为审判人员，严重影响了司法的公正性，被以渎职罪中的滥用职权罪、裁定失职罪进行提起公诉。以上罪名一般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上到10年以下有期徒刑。对于审判长周强胜、审判员张广全的处理结果如下：由于审判长负责判决处理结果，没有预见判决有误，处罚是不能继续担任审判岗位，给予调离审判职位处理。对于张广全的处分结果，张广全不知情，没有太大裁定权利，给予警告处分。对于自首材料违规负责人处理结果，由于受到不良影响，做出错误违规，导致严重影响判决，被提起公诉。秦安海处理结果，利用自身的人际关系，严重影响司法判定，严重影响司法裁决，被提起公诉。你的当事人王明轩是一名拉货司机，由于在开车过程中女乘客跳车身亡，导致被判过失杀人罪，判处7年有期徒刑。这个案子是被监察机关以过失犯罪起诉的，对吧？是的，苏律师。那么那个搭车人员的家属，你们在被提起公诉的时候，相关的律师应该询问过你们是否要取得家属的谅解，是吧？问过了，律师跟我们讲的是取得家属的谅解可能会判得轻一点。我们也去找过他们家属，想要取得他们的谅解，可是他们张口就要100万，我们哪有这个钱啊？对方一个劲的认定我们就是杀人犯，说如果不是我们的话，他们的孩子不会死，非要我们赔偿100万才能谅解，少1分钱都不行。甚至在我们犹豫的时候，对方还加价说要再加20万，没有办法，我们直接说算了。可是谁能想到判了那么重？苏律师，这个案子我家那位大概会被判几年啊？我当初跟他说了，不要让他跑车，他非要跑，非想补贴一下家用。现在好了，闹出这件事情，万一真被判了7年，这可怎么办啊？具体的情况还需要看过卷宗以后才能够判定，但是以过失犯罪致人死亡，判处有期徒刑7年，这可以说是顶格处罚，这种判决不合理。我想问一下，关于对方家属向你索赔100万才肯签署谅解书这件事情，有没有什么详细的过程？婶子，你好好想想，苏律师问的问题就没有白问的，说不定对于我表叔在官司上很重要。这个详细的过程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是。好的，事情的经过我都已经了解清楚了。时间很快就到了高院开庭的日子，审判庭内，审判长江河涛敲响了法锤。现在开庭，本案案由：本案为诉讼方认为1审判决不合理，提出2审做无罪辩护，案由是否属实？审判长，案由属实。案由属实。下面请诉讼方陈述诉讼申请和事实或法律依据，作为庭审补充。好的，审判长。审判长，我方诉讼请求如下：我方认为1审判决判处我方7年有期徒刑不合理，这判决完全违背了法律上人人平等的权益，侵害了我方的法律权益。我方不服从1审判决，请求2审撤销1审判决。审判长，我方诉讼申请陈述完毕。
现在请检方进行陈述诉讼申请。审判长，我方申请驳回诉讼方的诉讼申请。我方认为，在这起案件当中，王明轩有明显的过错。根据案件的整体过程来看，王明轩在拉货过程中偏离航线，并且在遇见受害人林秀有跳车行为的时候，没有及时的进行阻止，已经明显的构成了过失犯罪。我方认为一审的判定合理。请问检方有能够出示林秀跳车行为？我方当事人王明轩有明显的预见行为吗？或者说，检方为什么认定我方当事人触犯了过失致人死亡罪？根据刑法第233条，过失致人死亡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请检方回答我方正面提出来的问题。检方认定我方触犯了过失致人死亡罪，是通过哪一点来认定的？法律上对于过失犯罪的清晰定义是：过失致人死亡是指疏忽大意的过失致人死亡，以及过于自信造成的过失致人死亡。前者指的是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会造成致他人死亡的结果，由于自己的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以致造成他人死亡。后者指的是行为人已经预见到其行为可能会造成他人死亡的结果，但由于轻信能够避免，以致造成他人死亡的，同样归类于过失致人死亡。但是如果行为人主观上没有过失，而是由于其他无法预见的原因导致他人死亡的，属于意外事情，行为人不负有法律责任。以上是针对刑法规定第233条过失致人死亡的法律适用解读。我想请问检方，你是根据哪一点来进行判断我方当事人过失致人死亡的？根据刚才诉讼方律师陈述的过失致人死亡罪的构成条件，关键点在于王明轩有没有构成预见预知的可能。在这里，我想询问当事人几个问题。第一，你在驾车行驶前，根据你所陈述的，有没有和林秀发生过冲突？第二，你在改变导航路线前，有没有提前明确的告知林秀，或者说你能不能够确定林秀知道？第三，你有没有看到林秀将身子伸出车窗外？你看到林秀将身子伸出车窗外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是不是认为她不会跳车？请当事人回答我这以上3点。审判长，我方认为检方提出来的这3点问题不符合庭审流程。第3个问题，检方律师在提问的时候明显带有诱导性。我的提问哪里带有诱导性了？我想请问检方为什么要提问我方认不认为林秀会不会跳车？跳车这个概念，这不是诱导性是什么？你询问我方这个问题的目的是什么？无论我方回答是或者不是，检方律师是不是都抓住这个点来控告我方的主观意识？审判长，检方律师提出这种不符合流程的问题，我申请检方律师回避。审判长，我的提问只是基于正常的提问，不具有诱导性，请审判驳回诉讼方律师的申请，并诉讼方律师打断我的提问，明显是在干扰庭审流程，我申请诉讼方律师回避。检方律师提问违反了庭审询问规则，现驳回检方律师的第3条中是不是认为林秀会不会跳车的提问，同时驳回检方的请求。庭审继续，请当事人回答我以上提出的问题。我先前是和那个林秀有过冲突，不过是在上车前，上车以后属于正常情况，没有发生任何争吵。改变航线这件事情，其实我是和林秀提过一句的，中途他问我的时候，我也告诉他了，只不过可能语气不是太好。我说的大致意思是换航线可以避开摄像头，因为沙斗有些地方是不让过货车的，会扣分。第3个问题，我的确看到了林秀把身子趴在车窗了，我当时的想法没有多想什么，只是觉得危险，然后就松开油门，打开双闪，准备降低车速。我说完了。你和林秀在上车前就已经发生了争吵，你又变更了航线，没有清楚的表明自己改变路线的原因，并且语气不是太好。这个时候林秀把身子探出车窗，你踩刹车，难道不是已经预知到了林秀有跳车的想法吗？如果不是，那你为什么踩刹车？一个正常人的正常反应不应该是阻拦对方把身子探出车窗吗？同时，你说你在上车之前就和林秀发生过争吵，那么在车上林秀自然会有恐慌的情绪，她的主观情绪就是担心，尤其是一个女性，相对在车里和一个陌生的男性待在一起来说，年轻的女性坐在车上会产生相对来说较为恐慌的情绪，这一点你应该预知到了。但是在她身子探出车窗的时候，你为什么不第一时间进行阻拦？我作为王明轩的代理人，想要询问检方律师一个问题，想请问检方律师用了大概可能应该这些词语，这些问题检方律师能够拿出来足够的证据吗？你的怀疑具有合理性吗？如果庭审用的是你认为和我认为这种大致可能应该等模糊的主观概念的话，那么我认为我方无罪，有问题吗？审判长，法律讲究的是证据，没有证据仅用怀疑，这完全不符合流程。我申请终止检方再对我方当事人进行提问。同意申请，检方律师不得再对当事人王明轩进行提问。检方提问有一定引导的嫌疑，现终止检方对于当事人的提问，请检方继续陈述。审判长，根据证据表明和刚才当事人王明轩的陈述，已经说明了王明轩已经预知到了林秀即将跳车。根据过失犯罪致人死亡的构成条件，预见可能会导致他人死亡的行为而没有行动，或者是轻信不会造成死亡的，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定罪。
即判定王明轩过失致人死亡没有任何的问题。我方否认。庭审中，检方一直在强调和诱导王明轩有主观的意愿，表明王明轩已经预知到了林秀即将跳车。可是检方能不能不通过你方的主观来判定王明轩的主观？检方能不能拿出来实质性的证据来表明王明轩的主观是已经预见或者预知了林秀即将跳车？审判长根据执法方的证据和相关的王明轩的口供，以及检方提供的证据来说，没有任何一项强有力甚至是辅证能够证明王明轩预见了林秀跳车。检方律师凭什么一口咬定王明轩已经预见了林秀的跳车行为？那王明轩为什么要减速？减速的原因难道不是因为已经预见了林秀的跳车行为吗？法律上对于过失致人死亡的定义是，预见到其行为可能会造成他人死亡的结果，才会被判定成过失致人死亡罪。我方当事人看到林秀将身子探出车窗，这一行为很危险，一般正常的司机都会采取减速，目的是为了保护乘客的安全，这不是很正常的吗？同时在驾驶车辆的时候，王明轩的精力会在行驶车辆的本身上面，在此期间一系列的行为都只是下意识的行为。另外，预见危险并不能等同于预见跳车，请检方考虑到这个因素。可是王明轩作为一名老司机，难道就没有半点的预见吗？作为有着10几年驾龄的司机，拉货也有数年，这种情况是他能够预见的。他难道不知道林秀作为一个独身女孩的恐慌和担忧吗？审判长，我方认为这几者之间不存在刑事之间的因果关系，申请驳回检方的辩诉。请诉讼方陈述你方的驳回观点。好的，审判长，我方认为检方对于我方的控诉没有明显的证据，全凭借着的是主观上控诉。例如，我方作为驾龄10几年的司机，应该有足够的经验去预判，这两者之间不是必然的关系。还有林秀作为一个独身女孩，恐慌这一点是可以凭借着先前的经验来进行判断的。但是林秀恐慌，这和跳车有什么必然之间的联系吗？王明轩作为司机，怎么去预知林秀有跳车的行为？从法律层面上来讲，检方的陈述都是主观因素的判断，没有实质性的证据去判定和表明王明轩预见了这种可能性。基于以上，我方申请驳回检方的观点。审判长，我方陈述完毕。根据诉讼方所申请以及检方所指控的辩诉来看，目前检方的确没有任何有力的证据能够证明当事人王明轩有任何预见跳车的行为。关于这一点的判定，稍后再议论。现在对于诉讼方和检方的争议焦点进行总结。检方和诉讼方的争议焦点在于王明轩是否有预见、预知行为人林秀有跳车发生生命危险的行为。对于这一点，检方和诉讼方有无异议？我方无异议。我方无异议。下面开始对于当事人进行提问，当事人是否做好了被提问的准备？审判长，我做好准备了。庭审中，当事人的所有回答都将作为证据。如果查验当事人有欺瞒、谎报等与事实不符的行为，责任全由当事人承担。当事人对于这一点了解吗？了解。好。当事人在林秀跳车前的心理状况是什么？当时我的想法是林秀把身子伸出去，这样不安全。那么你认为不安全的点在哪里？因为那条路上不只是我这一辆车，把手或者身子伸出车外这样做很危险，所以我就松开油门，放缓车速，准备提醒林秀。在林秀跳车之前，是否和你表达过有跳车想法？没有。那么在林秀跳车以后，你的做法是什么？靠边停车，拨打急救电话。现在进行休庭阶段，1个小时后再进行开庭审理。合议庭审议室内，江河涛看着另外2名审判员开口问道：“这个案子1审判决我看过了，对于王明轩的判决过分重了，这也是咱们法院选择接受2审的原因。不过这个暂时先不提，现在最主要的处理难点在于是否判定这个王明轩是不是过失致人死亡。我想听听你们2个人的想法。我觉得这个案子应该判。这个案子的主要点是在于林秀的确是死亡了，并且是从王明轩的车上跳车死亡的，这是结果，并且网上的舆论声那么大，咱们2审应该遵从着舆论的声音来进行一定的考虑。林秀死亡的确是结果，林秀死亡这一点，王明轩的确应该有责任，但是刑事责任的话，还是需要依靠法律依据的。舆论的声音不应该影响咱们司法的公正判处，并且我们不能只看舆论的声音，还要从司法的角度去考虑这些问题的影响性。据我所知，南都、北都、上都以及咱们沙都等某些地方的司法机关，有些司法机构都对这个案子进行了讨论，讨论的结果是这一次咱们沙都中院判处的不合理。我不赞同张莹莹的看法，结果已经造成了王明轩的主观完全是由他个人的意愿去构成的，他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他说没有，那就真的没有吗？可是他说没有，你能拿出来证据证明他有吗？你不能够拿出实质性的证据来证明王明轩的主观意愿是预见预知了林秀跳车，这不就是一桩冤案吗？对方如果真的没有呢？咱们审判人员如果仅凭借自己的主观去判案的话，那么会造成很多的冤假错案，司法里不是没有出现过，这一点你难道不知道吗？行吧行吧，你这是直接往我头上扣帽子了，觉得我这个审判员做的不合格是吧？不是，我的意思是咱们需要用法律依据去确认事实，而不是凭借着主观的个人意愿。我从心里面也认为林秀跳车有王明轩一定的影响，可是这不是判定王明轩有罪的理由。我们需要的是用法律依据和证据来证明王明轩有罪，而不是凭借审判员的个人主观。
这个案子的确没有证据表明王明轩有罪。如果审判员仅凭借着个人主观去判定案件的话，那么就会造成司法的不公，这对于被审判人员是不公平的。我觉得应该按照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去判。好了，针对这个案件，既然有争执的话，那么再看证据和双方的法庭陈述吧。你们两个不要再争吵了。休庭结束，案件审理继续。休庭前，诉讼双方针对案件都已经做出来了详细的陈述。双方针对于当事人王明轩是否预知预见行为人林秀跳车一事有所争议，对于王明轩是否判定过失事人死亡有所争议。本庭归纳争议点：一、王明轩在看到林秀将身子探出窗外以后，有没有预见预知林秀将会跳车？二、王明轩踩刹车是否属于已经预见了林秀会跳车？两者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三、王明轩在已经得知林秀恐慌的情况下，对于林秀跳车的事件有没有刑事上的责任关系？对于合议庭总结出来的这3点问题，诉讼双方有没有什么意见或者异议？审判长，我方无异议。检方没有意见。既然双方对于这3个总结都没有什么意见和异议，那么就这3个问题继续讨论。先从第3个问题开始。根据本庭掌握的证据表明，当时王明轩在接到平台单子赶往林秀所在小区的时间点是在晚上8点半左右，其中林秀搬货用了40分钟，也就是在晚上9点10分左右的时间搬货完成。在此期间，双方闹了不愉快，发生了一定的争吵，但是没有发生任何的肢体冲突。双方有无异议？无异议。无异议。双方无异议。那么继续，在9点10分左右，林秀坐上了副驾驶，行驶过程中看到与导航不一致，询问过王明轩，对此王明轩进行了回复。可是在此过程中，林秀对于陌生的路段依旧担心。根据证据调查显示，林秀对于陌生男子极度没有安全感，在车上的时候，林秀的心理过度恐慌，这是导致林秀跳车的原因。双方是否有异议？对于林秀心理恐慌，王明轩已知林秀在恐慌状态，这一点诉讼双方有没有异议？没有异议。没有异议。以上均无异议。根据以上，本合议庭总结，王明轩已知林秀在恐慌的状态，但是在上车前以及林秀上车后，两者在此时间内没有发生激烈的冲突，没有导致林秀跳车的直接因素。直接原因是林秀因为恐慌而选择的跳车行为与王明轩无刑事之间的责任关系。以此判定，王明轩在已经得知林秀恐慌的情况下，对于林秀跳车的事件没有刑事上的因果关系，所以不负有责任关系。对于此判定，双方有无异议？我方无异议。我方无异议。下面针对第2个问题进行讨论。根据执法方和检方提供的证据表明，在林秀将身子探出车窗的时候，王明轩注意到了以后，松开了油门。根据王明轩的表述已经很清楚了，是为了避免过来车辆对于林秀造成伤害。而通过法院的调查，这段路段的确有着不少过来的车辆，说法合理。判定王明轩踩刹车和在主观上与预知林秀会跳车没有因果关系，继而连带判定王明轩看到林秀将身子探出窗外，预知林秀会跳车没有因果关系。对于以上判定，双方是否有异议？审判长，我方有异议，请检方陈述或者是表明证据事实，证明判定错误。审判长，我想提交一份新的证据。申请通过，请检方提交新的证据。新的证据是有关于林秀的死亡前一段时间的医疗诊断，上面所显示的是林秀受过感情伤害，诊断结果为轻度抑郁，并且对于男性有一定的排斥心理。在林秀和王明轩发生争吵的时候，林秀就表现出来了这一状态，即林秀的死亡和王明轩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我方申请驳回刚才的判定请求。你管这个叫证据？林秀的医疗诊断和他跳车有什么关系？这证据只能够进一步判定他跳车是他自身的行为，与王明轩无关吧？你这是拿不出来主观的判定证据，所以想通过引导审判合议庭成员的意向来对王明轩进行判处是吧？根据检方的表述，检方提出来的这个林秀患有轻度抑郁，并对男性有一定的排斥，这和本案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联吗？或者说，通过这个证据能够证明王明轩具有主观上面预见预知林秀跳车的想法吗？我看着检方律师吞吞吐吐的说不出话，审判长江河涛也明白对方提交所谓的证据目的就是为了影响合议庭成员的意向。但是作为一个从业审判10余年的人来说，在他眼里没有证据，没有直接的证据，那么就是疑罪从无。现认定检方所上诉的证据对于本案没有任何的关联性，判定检方所上诉的证据无效。检方有无异议？好的，审判长，我方接受审判长的判定，没有任何的异议。针对以上诉讼方和检方均无异议，即判定以上问题成立。庭审已经进行到最后阶段，各方对于庭审辩诉的最终问题均无异议。下面请诉讼双方开始法庭陈述吧。
请检方先开始陈述。审判长，我方法庭陈述如下：在本案当中，除了当事人王明轩的口供以外，没有证据能够表明王明轩的主观性，且当事人并不能以当事人的口供作为脱罪的证据。再者，由于行为人林秀是一名刚出社会女性，对于男性较为排斥，而先前又发生过多次的类似不好的事件，例如某某某司机对于某女子进行的杀害行为，因此导致了行为人林秀的恐慌心理，由此产生了林秀想要跳车的举动和行为。再有就是对于林秀的恐慌心理，王明轩已经预知，并且在林秀准备跳车前将身子探出车窗外。王明轩显然已经注意到，却没有进行阻止。他为什么没有阻止？他难道认为林秀没有跳车的可能性吗？他难道不知道如果发生了什么意外情况会造成什么后果吗？他能拿出来证据证明自己的清白吗？不能。通过主观上的推断，王明轩对于林秀的跳车负有一定的责任，存在着可能预知，但清楚的知道自己不能说预知的严重后果性，导致了从其口供中没有找出来证据。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什么叫王明轩清楚的知道自己不能说自己预知到了后果的严重性，所以才导致了从他的嘴里没有问出什么有效的线索？你意思是王明轩知道自己说了自己预知到了林秀跳车就会遭到审判，所以选择不说是吧？你刚才都在用诱导性的问题来询问王明轩了，要不是我打断的话，王明轩可能就会栽到你的诱导性问题里面了。你现在又说他一个普通人能够顶得住执法方的问询，你要不要进去试试能不能顶得住顶级刑侦的问询压力啊？真是离大谱了，主观上的栽赃你是有一手的。行为人作为一名女性，本身具有一定的弱势，跳车死亡是被逼不得已的行为。这件事情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原因是什么？引起巨大社会影响的原因是在于女性的权利得不到保障，诉求得不到满足造成的情况。我希望审判长从多方位去考虑这个问题。对于王明轩没有实质性证据能够拿出所谓的没有预见，我方认为应当从保护行为人的生命权利，不能放过一个坏人，不能让一个犯罪人逃脱，多聆听社会舆论的声音。审判长，我方陈述完毕。我认为这个法庭陈述讲得很好。检方陈述完毕，现在请诉讼方律师进行法庭陈述。好的，审判长，我方认为检方律师的陈述具有强烈的个人主观性，不具备一名律师应当有的职业操守，申请驳回检方律师陈述。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第55条，重证据不轻信口供，证据确实充分的法定条件可知，对于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陈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过法定程查证属实；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本案检方对于我方王明轩的控告，完全是通过主观因素来认定，事实和证据依靠的是我方的口供。我想请问检方律师，这合理吗？这符合法律对于庭审判决的定义吗？你所指控我方是依据哪一条法律而来？又或者是直接抛开了诉讼法第55条的法定法规？检方的表述是站在行为人一方的，是从主观方面进行表述的。可是法律的适用原则是根据证据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有罪，而不是从某个主观方面。审判长，我方陈述完毕。房倩，你的意见呢？我觉得应该从社会影响力的角度出发。既然意见不统一，那就再讨论一下吧。现在进入休庭，30分钟后开庭宣布庭审判决。说说吧，谈谈你们两个人的看法。法庭陈述之前，你们两个人的意见不一样，现在陈述以后，你们两个再谈一谈。我还是那个意见，我认为造成行为人死亡，这是既定的事实，并且巨大的社会影响。江审判长，你也看到了，我依旧保持意见，并且我认为判处无罪这件事情的确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但是如果判处有罪的话，那么将是我们的程序违规，并且违背了法定的条例，这对于司法公信力的打击是非常大的，到时候造成的舆论社会影响力会更大。审判长，我认为我们不应该从行为人的社会舆论考虑，还要考虑到司法部门的社会影响力。这件事情我还是认为判定无罪，并且那名诉讼律师苏白是南都资深顶级的刑事律师，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认定有罪的话，那么很明显咱们合议庭成员的判处结果有一定的问题。毕竟通过司法解读来说，这个案子没有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王明轩有罪，据疑罪从无的原则，并且根据诉讼法第55条的法律条文解释，判处有罪，那么很有可能会让对方质疑庭审结果，质疑咱们判处的有理有据，他怎么质疑？你说怎么质疑？对方已经拿出法律依据了，你还硬着头皮这么判定，到时候对方在庭审判决时候提出来你判决中的疑问，你怎么解答？你给不出来解释，你凭什么这么判？你怕是不知道对方法官都送进去一个了，你想做第二个是吧？我支持张莹莹的观点。可是没有可是，房倩，我认为你的主观因素有一定的问题，并且在庭审当中表现的主观过于倾向。作为一名审判人员，的确是会有着自己的倾向性，但是你的倾向性过于明显，并且不符合逻辑，甚至是基本的法律条文不顾。你的这种想法很危险，不适合担任审判员。回头我会将这件事情通报给院长，请求调离你的职位。好了，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
全体起立，请审判长宣布判决结果。本案案由王明轩不服从一审判决，请求上诉二审做无罪辩护。本院对于该案件具有管辖权，所适用法律全部依照国内法律。下面宣布判决结果。根据合议庭的研究决定，针对诉讼方申请撤销一审判决，做无罪辩护。现判决处理结果如下：一、针对诉讼方提出的申请撤销一审判决，二审法院沙都高级法院认定，一审判决对于王明轩的判决主观认定不清，没有强有力的事实依据，依靠判决的方式仅仅是依据王明轩的主观认定以及行为人的心理认定，并没有客观的证据来认定。根据刑事诉讼法第55条，若无证据证实有罪，则不具备判处刑罚的条件。以此，本院沙都高级法院作为二审法院认定，撤销一审判决结果，判处王明轩无罪，并当庭释放。根据我国诉讼法规定，诉讼双方若认定判决事实有误或判定依据裁定有误，则在闭庭后可以向相关部门提交审查监察，或者提出再审的诉讼请求。判决书将会在闭庭10日内发放到诉讼各方。闭庭。庭审后不久，检方律师吕红梅因违反庭审流程被暂停和收回公诉人身份，调离到其他部门。审判员冯倩也因个人主观因素被取消审判员身份，调离其他部门。一刚成年男孩被指控侵犯女性，并且在事后又将其残忍杀害。苏律师，我儿子当时才刚高考完没多久的时间，他一个平时那么懂事的孩子，我相信他不会做出来那种事情的，并且我儿子一直告诉我，他没有做任何违法犯罪的事情。他说了他没有犯罪。苏律师，我相信我儿子。苏律师，我这不是在偏袒我儿子，是真的，我说的是真的。我没有说你说的是假的，不过具体的情况还需要看更多的证据以及一审的卷宗，还有详细的事实经过。而且这个案子时间有点久，所牵扯的东西和内容有点多，所以需要一定的时间进行排查。苏律师，我明白，我能够理解。不过这个案子，苏律师，按照我说的是真的的话，这个案子能够胜诉吗？这个案子没有进行过具体的了解，但是如果通过你的描述的话，胜诉的可能性很大。对于这个案子，我们律所会尽力的。很快，在签订完委托代理书后，苏白又询问了李香芳几个问题。这个案子你们当初没有进行过上诉吗？我看过你们的案子，好像只进行过一审的判决。还有就是你尝没尝试过利用网络的方式寻求法律的帮助？苏律师，我们不懂，我是一个单亲妈妈，孩子的父亲早就离世了。当时我是想过二审上诉，但是什么？有什么担忧的都可以说出来。没有二审的原因是，当时有人告诉了我说，继续上诉的话可能会判得更重，直接判死刑也有可能，所以就不敢继续上诉了。后面了解到了可能不会判得更重，想要找其他律师去接这个案子，但是询问过其他律师说这个案子很难赢。我问过为什么难赢，他们只是说自己的水平不好，后来知道是时间太长了，他们不愿意接手这个案子。然后我在网上看到了苏律师打官司那么厉害，就找到了苏律师。至于在上网寻求帮助，这个我不是很懂上网什么的。我以前看到过有人在网上发什么东西，但是我不会弄，我也发过几次，没有什么用。当初让你不要继续上诉的那人，你还清楚是谁吗？或者说你认不认识那个人？这个时间太久了，我记不太清楚了，只记得当时那个人自己说他是法院那边的，说是好心提醒我一下，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然后当时我就相信了。苏律师，我如果找不到那个人的话，这个影响是不是很大啊？没关系的，这个问题只是提供了一个方向，和犯案本身没有什么太大的联系。我就是随口问了一句。不久后，取回卷宗的苏白在看完证据卷宗内容后，很快就发现了重大的问题。苏律师，怎么了？这是执法方提供的证据，你看看这个证据有什么问题没有？苏律师，这个我觉得有一定问题，感觉这证据有点太草率了，并且凭借着这一点证据去控告林浩学死刑的话，太过严重了。所以林浩学没有被判死刑，最高法核准驳回了江都中院的判决决定。好了，最后再去见一见当事人林浩学，确认一些关键事宜，然后就可以追诉了。好的，苏律师。苏律师，我想问问，这个案子是不是特别的重大啊？根据一审的判决来说，这个案子存在着重大的问题。如果进行追诉的话，那么涉及到的问题有很多，不仅涉及到公检部门，说不定连法院部门也有一定的牵连。具体等申请追诉成功以后再看吧。好的，苏律师。传唤室内，苏白看着林浩学，刚成年18岁左右时入狱，如今为止已经6年，将近24岁，脸上有着不符合这个年龄的苍老感。虽然在年龄上只有24岁，但从林浩学的面相上来看，更像是30出头的人。关于我们的身份还有信息，你母亲应该在探监的时候已经和你说过了吧？我是你的委托律师苏益达，这是我们律所整理出来的相关的信息资料，其中有几个关键点我简单的总结了一下。第一点就是案发的时间，第二点就是案发时候的证据是否属实，第三点就是执法方提供的一些口供，还有检方提供的推断性证据。这几点是你能不能翻案的重点内容，你看一下，然后说说你的情况。
这个案子已经过去了6年的时间，其中有些详细的情况，不知道你还能不能记清楚？如果记不清楚的话，不要用模糊的概念回答就好了。我记得很清楚，我没有犯罪。6年，就算是10年，我也记得清清楚楚我当时在做什么。时间很快，1个小时过去，问询结束的苏白走出监狱，心里默念：这估计是个大冤案啊。苏律师，这个案子咱们什么时候提交追诉材料啊？现在所掌握的证据齐全，准备一下可以提交追诉材料了。好的，苏律师。林浩学这个案子疑惑点在于证据不足，却判了。苏白将1审时的控告证据和控告辩诉中的疑惑点直接提交到江都高级法院后，江都高院方面很快对于苏白提交的证据材料进行了整理，并且重新梳理了这个案子的脉络。在梳理完成以后，发现1审的审理的确有着一定的问题，并且林浩学这个案子没有过追诉期，于是接受重新审理的追诉请求。时间很快就到了高院开庭的日子，审判长王建军敲响了法锤。身份信息核实完毕，本次庭审由审判长王建军、审判员周云、审判员朱朝阳组成合议庭，各方是否有异议或者申请回避？无异议，不申请回避。无异议，不申请回避。无异议，不申请回避。各方均无异议，不申请回避。现宣布案由：本案上诉人为林浩学，上诉理由：认定1审判决有误，请求重新判决，认为事实依据有问题，认为执法方提供的证据有误，并申请追责。案由是否属实？属实。案由属实，现请诉讼方陈述诉讼请求。诉讼方代理律师，现在你可以开始陈述乙方的诉讼请求和事实依据了。好的，审判长。审判长在陈述之前，我想要先将案件进行大致的描述，申请陈述。可以，不过不能够不客观、不依据事实进行描述。若有不实言论，审判系有权打断你的陈述，并且驳回你的诉讼申请。这个你清楚吗？好的，审判长，我清楚。案件大致经过：6年前，我方当事人林浩学在离开家和同学出去玩，在晚上大约9点20分左右，回家的路上经过了一条胡同，发现了一具女尸，无监控，无摄像。报案以后，警方通过排查，认定我方当事人林浩学为犯罪嫌疑人。认定的证据有以下几点：第一，当时尸体在胡同的角落，走访调查发现来往有数人，无人发现尸体，但是却偏偏是由林浩学发现的，认为这是一个疑点。第二，林浩学身上当日有伤口，并且为抓痕，认定这伤口是被害人反抗造成的。第四，林浩学的口供存在疑点，在反复询问的过程中，口供得不到一致的口径，以此认定林浩学口供有一定问题。审判长根据1审对于我方的认定和判决，我方在2审中提出以下的诉讼申请：一，我方认为1审判决中缺少大量的有力的证据来对于林浩学进行判定，没有犯罪的强有力证据，1审判决不符合判决规定，所以我方申请撤销1审判决，判处林浩学无罪。二，我方在大量的证据中看到有些执法方提供的证据与事实有较大的出入，缺少强有力的事实依据，在主观方面的认定较为强烈，我方认为执法方有一定过错，需要向我方进行赔偿。四，我方因被错判，导致了我方被羁押6年，错过了自己的人生，我方请求1审法院对我方的错判进行赔偿，合计3726895元7角8分。审判长，我方陈述完毕。诉讼方已经陈诉完毕，现在请公诉人和被控告方律师进行陈述。现在请公诉人开始诉讼陈述。公诉方认定这个案子的确存在疑点，但是否撤销1审的判决，需要依照证据和事实。公诉方陈诉完毕。下面请被控告方代理人律师陈述。我认为诉讼方对我方的控告严重不符合实际的情况，诉讼方认定我方有过失、有过错，对于这一点我方不认同，我方申请诉讼方对我方控告的驳回，并且要求诉讼方对我方控告严重侵害了我方的形象，当庭对我方进行赔礼道歉。各方陈述完毕，现在开始出具事实依据和辩诉。诉讼方乙方申请无罪，现在请陈述你方无罪的理由。好的，审判长，我方认定无罪的理由是证据不足，不能达到判定我方当事人林浩学罪行的要求。面对1审判决的依据和整个案发的事项，我方都已经进行过陈述，不再继续陈述。以上案发经过和执法方提供的证据和事实依据都不能认定我方有罪。比如，执法方认定我方为犯罪嫌疑人的条件是，我方经过那个胡同，其中有不少人都经过了，但是为什么只有我方发现了女尸，以此来认定我方为犯罪嫌疑人？对于这一点，我方并不认同。首先，这个做法不符合法律依据。法律依据的控告嫌疑人指的是有事实依据的线索来进行控告。用以上的说法来控告我方作为嫌疑人的话，这完全就是无稽之谈。我方发现了女尸，然后呢，别人没发现，那可能是别人没有留意；我方发现，那可能是我方在平时走路的习惯比较仔细。没有事实依据的线索来证实怀疑，这是合理的。但是以此作为控告，这依据的是国内的哪一条法律规定？这不符合任何的法律法规。再有，1审指责控告和提起公诉的罪名是我方当事人亲
侵犯了被害人，并且将其残忍杀害。对于这一点，我表示强烈的异议。根据一审判决的表述，认定我方有犯罪事实是根据我方的口供，以及包括了其他一些人的侧面口供来进行证实，其中包括一些主观性的判断，但是没有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我方侵害了被害人，并且将其残忍杀害。被控告方能拿出来我方有侵害被害人，并且将其残忍杀害的强有力证据证明吗？显然没有。那凭什么移交检方对我方提起公诉？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重证据轻口供，尤其是在一些特大罪行上的判定中，对于没有强有力的证据来表明我方有犯罪事实，那么就理应判决无罪。再有最重要的一点是我方当事人的口供反复，没有经过确认的口供，为什么要作为庭审的证据？这一点符不符合庭审判决的流程和规定？审判长我方所参照的都是一审判决中的遗漏点以及卷宗中的疑问点，我方陈述完毕。对于诉讼方提出来的问题，被控诉方诉讼代理人有没有什么要说的？审判长，我不赞同诉讼方的观点。陈述你方观点。根据诉讼方律师的陈述，诉讼方律师完全是在转移林浩雪背叛的着重点。第一，根据当初的证据是已经指明了所有的犯罪嫌疑都在林浩雪的身上，并不是诉讼方陈述的，只是因为林浩雪发现了被害人的尸体，所以控告他为犯罪嫌疑人，而是当初经过了长时间的筛选了很多犯罪嫌疑人以后，确定了林浩雪就是当时最大的犯罪嫌疑人，从而证实了他是犯罪嫌疑人。针对诉讼方提出来的我方没有林浩雪强有力的犯罪证据，却将其移交检方这件事情，我方同样不认同。第一，在当时的情况下，所有的证据和嫌疑都已经表明了这场犯罪是林浩雪实施的，并且有着林浩学的口供，林浩学的犯罪事实，这一点是我方经过反复勘查、寻找证据已经确认的，将其移交检方是我方的责任。至于确认证据，那么则是检方的责任。判决的话，那是法院的责任，和我方没有任何的关联。诉讼方控告我方有过失过错行为，我方认为不合理，并且根据法律的相关规定，只有经过法院的判决，才能认定犯罪事实存在或者是犯罪事实不存在。现在法院还没有进行判决，诉讼方说我方针对于林浩学的控告有过失行为，请问你这是直接挑战法律的定义吗？你凭什么认定林浩学现在已经不是犯罪人了？现在可还没有通过法院的判决呢。至于诉讼方讲的我方当初没有强有力证据的问题，审判长，我方认为诉讼方完全是以片面的信息进行诱导庭审走向。诉讼方说的没有强有力的证据，这句话完全是在胡说。当时认定林浩学犯罪的事实，在于被害人指甲中含有林浩学的 DNA， 这难道不是强有力的证据吗？请诉讼方进行陈述。好的，审判长，请问被控告方，你说走访了多人，锁定了很多嫌疑人，其中有证据能够证明吗？还有我方并没有以片面来进行诱导庭审。被控告方说的强有力的证据指的是 DNA 检查报告。对于一般的情况来说， DNA 鉴定报告的确是一个有力的证据，但是根据刑事诉讼法第50条规定，证据的含义以及法定种类，其中说明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其中包括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鉴定意见、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以及视听资料和电子数据等。 DNA 鉴定是证据，可是根据刑事诉讼法50条，对于证据的适用范围也有着明确的规定，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鉴定的结果不是最终结论，仍然需要相关部门经过司法机关结合全案以及其他证据进行审查判断，查证属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但是本案在进行审查阶段，没有结合其他证据直接进行认定事实，直接通过 DNA 的检验报告来确定林浩学的犯罪事实依据，明显是不符合法律的依据的。同时，根据我方当事人林浩学的陈述，他在当时已经陈述和解释过他身上血痕的来源，犯罪嫌疑人的表述是证据中关键的一个证据来源。在证据发生冲突的时候，按照法律的规定，应当查实属实，也就是说，需要对于林浩学身上的血痕来源进行查证，才能确定 DNA 鉴定报告无误。单单凭借一个 DNA 证据，并不能代表是强有力的证据。同样，只拿出来一个 DNA 证据，不对犯罪嫌疑人的陈述进行查证，程序违规，那怎么能认定 DNA 报告就是准确的呢？换个说法，我方质疑 DNA 报告来源的合法性。与此同时，罗大祥直播间内不少热心水友都在纷纷留言评论。这个问题提的简直绝了，直接质疑证据的来源。这个要是处理不好的话，我看被控方律师的职业生涯就到此结束了吧。根据苏大律师的提问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有一定的问题，要不然的话，苏大律师也不会直接问出来。不过这一波我看是被控方律师把自己给绕进去了。如果他不提出来什么 DNA 的话，苏律师可能也不会针对这一点进行质疑。但是现在提出来的话，对方回答不好，可真就律师职业生涯到此结束了。的确，本来一开始听到被控方律师提出来问题的时候，我还在想，这一次苏大律师是不是翻车了？现在看来是我见识浅了呀，原来苏大律师是等着这一出呢。现在对于诉讼方和被控方双方产生争执的点进行总结。诉讼方认为被控方没有实质性的证据就移交检方，不符合流程，具有一定的过失，并且认定其证据有一定的错误。被控方认为无错，无错的关键点在于 DNA 鉴定是主要证据，并且通过 DNA 的鉴定反驳了一审判决有问题。检方有没有什么要说的？审判长，我方没有要陈述的。
双方的争执点在于 DNA 鉴定能否构成判定林浩学有罪的事实证据。对于这一点，诉讼方和被控方有没有什么异议？我方没有异议。我方没有异议。那好，对于这一点双方都没有异议，那么就针对这一点进行辩诉。诉讼方有没有什么要提出来的？我方针对被控方提交的 DNA 报告的真假性提出质疑，我方请求对方证实 DNA 鉴定报告的完整流程以及准确性，以验证 DNA 流程是否违规，是否属于伪证。申请通过。现在请被控告方提供真实的 DNA 报告的准确性以及完整的流程。好的。严向上将准备好的材料递给了身边的工作人员，在审判长王建军看过以后，紧接着转交给了苏白。我想请问被告方代理人，你方怎么证实这份 DNA 报告不是伪造的？什么意思？这份 DNA 报告真实性是经过相关机构鉴定过的，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如果你方认为有什么问题，可以再次进行鉴定。故意装不懂是吧？我问的是这个吗？我问的是你怎么确定你这个 DNA 报告是不是流程伪造？不装了，摊牌了。我怀疑你这个 DNA 报告涉嫌栽赃陷害，你别装不懂。我方并不是认为这份 DNA 报告有任何的问题，而是在质疑这份 DNA 鉴定报告的来源合法性。根据被控方的陈述，死者指甲内残留着林浩学的 DNA， 是在林浩学实施侵犯的过程中，女方进行挣扎，对于林浩学进行的攻击。那么请问被控方，当时林浩学是在实施侵犯，应该还有侵犯所遗留的 DNA 证据吧？这是一项更有力的证据，可是被控方却在当时没有提出来这一点，而只是凭借指甲中残留的 DNA 来作为主要证据。我方不知道执法方是遗忘了这个最重要的证据，还是当时没有这个证据。对于这一点，我方先不进行表态，不过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疑惑点。另外，先前已经进行过陈述，被控方没有对于林浩学解释血痕的来源进行调查查证，这一点也存在疑点。我相信被控方对于这两点的正常流程应该很清楚，因为这是基本的程序流程问题。既然出现了那么多的疑点，那么我方有权利对这份 DNA 报告是否是程序造假，是否是对林浩学的恶意控告提出合理依据的质疑。暂停双方辩诉。王建军看向当事人席位上的林浩学，此时的林浩学的表情上写满了紧张。这场庭审对于他来说，就是改变他命运的关键时刻。18岁被诬告进了监狱，6年以后有了重新的希望。这场庭审就是他以后人生的改变点。对于这场庭审，他无比的希望能够胜诉，还他自己一个清白。当事人不用紧张，我只是询问你几个问题，你只需要如实回答，不虚假回答就可以了。好的，审判长。你在当时审查阶段是否告知了你身上的血痕来源？你当时身上的血痕来源是怎么来的？你还清楚吗？审判长，我能够确定，我当时在审查阶段告知了。我当时身上的血痕来源是出去玩的时候和我的女同学闹着玩，打闹的时候留下来的。有证据吗？有的，审判长，我方与那名女同学进行过沟通，证人不愿出庭，但是留有一份录音。被控方和检方还有没有要陈述的？对方这证据都直接甩脸上了，还有什么要陈述的？这个时候陈述不是给自己找不痛快吗？审判长，我方没有什么要陈述的。检方和被控方没有什么需要陈述和补充，那么暂时休庭，休庭1个小时，开庭后再继续进行审理。与此同时，罗大祥直播间内不少粉丝们针对刚才苏白和严向上之间的辩诉进行了讨论。罗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讲解一下刚才苏大律师和对方律师的辩诉，为什么要这么辩诉啊？既然要我讲一下，那么我就谈一下自己的理解。这场庭审诉讼方，也就是苏律师的一方是申请撤销一审的判决，来对自己的辩护人林浩学做无罪辩护，从无期徒刑做无罪辩护。这一点是需要重大证据来证明的。根据一审判决的证据， DNA 鉴定是作为一审判决的主要证据来源，来判处林浩学无期徒刑。诉讼方质疑 DNA 鉴定有问题，并且质疑执法方的程序流程有问题，那么就相当于推翻了一审的证据和推翻了一审的控告。二审判决也会因为执法方程序流程违规和证据不足而判定撤销一审判决，并宣告林浩学无罪。这个是双方辩诉的关键点。很快休庭时间结束，审判长王建军敲响法锤。目前对于林浩学2审判决的庭审已经大致辩诉完成。被控方，请问你方能否提供当初 DNA 检验报告的完整流程？面对王建军的提问，严向上沉默了数秒，不知道应不应该提交，因为一旦提交了的话，那么可能就会因为这个提交的流程引起质疑。可是不提交的话，那么这个案子彻底没有了翻盘的可能性。法院认定执法方过失的话，那么对于他们的影响力太大了。被控方，请回答问题。审判长，关于审判长的提问，对于 DNA 检验流程方面的事情，我没有进行深入了解，当庭不能给出回复。审判长，我方申请在庭后上交相关的材料和证据。王建军表情平淡，他担任了这么多年的审判长，显然一眼就看出了对方的小心思，无非就是打算利用这一点说辞来说明他有证据，有相应的线索，让他在判定的时候考虑到这一点。可他还是那句话，该怎么判就怎么判，证据要看的是当庭证据，其他证据看不看有什么意义？既然被控方当庭提供不了证据，那么根据庭审规则，不能够证实合法来源的证据，即判定当初的 DNA 检测报告属于无效证据。
被控方有什么意见吗？审判长，我方有异议，我方认为这么判定不合理，我方的 DNA 鉴定报告为真，并且我方已经提出在庭后提交相应的流程证据，为什么要判定我方的检测报告属于无效证据？据刑事诉讼法第52条，依法收集证据的理解与适用，诉讼方对于拟方证据的来源提出质疑，且具有事实依据，拟方不能够当庭证明证据来源的合法性。基于以上，判定拟方证据属于无效证据。被控方如果有任何事实依据不符，或者是认为该判定不符合哪一条法律，可以当庭提出，法院方面认为合理，可以进行采纳。被控方对于以上判定有异议，现在请被控方陈述反驳意见。被控方是否能够拿出事实依据来证明合议庭对于这个判定有问题？审判长，我方不能，我方对于合议庭的判定没有任何的异议。被控方律师没有任何的异议，那么刚才为什么要提出质疑？被控方律师扰乱干涉庭审流程的进展，警告一次。被控方律师对于这个处罚是否有异议？审判长，我方对于这个处罚没有异议。诉讼各方对于判定 DNA 证据无效有没有异议？无异议。无异议。无异议。诉讼各方对于此判定均无异议。合议庭已经对于本案进行了大致的梳理，确认了基本事实。现在请诉讼各方进行法庭陈述，请检方进行陈述。审判长，我方放弃陈述。检方公诉人放弃陈述，下面请被控方进行陈述。审判长，我方进行的法庭陈述如下：我方认为诉讼方控告我方过失具有过错，实际上不具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这一观点。执法方在行使责任的时候，考虑到的是多方面的问题，不能以一个单一的表面去判定其是否有过失过错。审判长，我方陈述完毕。执法方陈述完毕，现在请当事人进行陈述。审判长，我没有什么要陈述的，我只希望法律能够还我一个公道的判决。审判长，我说完了。当事人陈述完毕，其代理人有没有什么要进行补充的？有的，审判长，请当事人代理人进行补充。好的，审判长，我的补充是针对执法方陈述，他们没有过失的。对于执法方的这个陈述，我认为不合适。首先，执法方在没有确认证据的真相事实前，就将林浩学移交检方处理。其次，执法方严重的背离程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如果不是没有对林浩学的证词证言进行调查，那么林浩学怎么可能会被指控侵犯妇女并作案后杀人？怎么可能会以18岁刚成年的身份入狱6年？错过人生。要知道，本案一开始指控的是死刑，并向最高法提交了核准申请。如果核准通过的话，那么对于林浩学来说，就不是错过6年的人生，而是直接没有了人生。每一次的冤假错案与判决的公信力来说，都是一次巨大的打击。如果执法方核实证据，不违规，不背离程序，那么就不会有这一次的冤假错案出现。基于以上，我方认为被控方有着严重的过失、过错行为，必须对于我方进行公开道歉和补偿。各方法庭陈述，合议庭成员已经了解，现在准备宣布判决结果。全体起立，请审判长宣布庭审判决。本案案由诉讼方不服对林浩学一审判决，申请撤销一审判决做无罪辩护，并认定被控方部门在行使责任时有过错，申请公开道歉。本院对于该案件具有管辖权，所适用法律全部依照国内法律。下面宣布判决结果。根据合议庭研究决定，针对诉讼方申请撤销林浩学案一审判决做无罪辩护。现判决结果如下：针对撤销林浩学一审江都中级法院判决，现二审法院江都高级法院认定，根据刑事诉讼法第50条规定及其所适用条例的理解和范围和第55条亲口公众证据条例的适用范围，一审判决中对于认定的事实不服。重点有以下几点：第一，林浩学的口供和执法方所提交的证据有着重大的差别。第二，林浩学口供反复，尚未判定，没有确定事实就进行判定，不符合相应的判决流程。第三，相关部门没有听取林浩学的证词证言，属于严重违规行为，并且林浩学方拿出事实依据，判定一审主要证据 DNA 检测报告无效。第四，诉讼方提交了关于一审时认定林浩学胸口血痕来源的证据，从而与一审时所认定的血痕来源相悖，判定一审时认定错误。基于以上，认定一审判决缺乏事实依据，缺乏法律依据，缺乏事实辨认。二审判定撤销一审判决，判定林浩学无罪，当庭释放。同时，认定诉讼方申请的国家赔偿金额，判定对于诉讼方所控告执法方有过失行为。经法院判定，执法方没有基于犯罪事实的条件和犯罪事实的目的以及其他事实依据去认定事实去移交检方，的确具有过失行为。判定当时相关执法单位对于林浩学进行公开道歉。根据我国诉讼法规定，诉讼双方若认定事实有误或判定裁定有误，可在闭庭后向相关部门提交审查监察，或向上一级法院提出再审请求。判决书将会在闭庭15日内发放到诉讼各方。闭庭。庭审结束后，林浩学在苏白的帮助下对此案件涉事人员提起监察审查。不久后，江都方面公布了调查结果。经调查，林浩学案涉及到违法违纪人员共10人，分别被以渎职罪、伪证罪，还有一些是数罪并罚，提起公诉。
对方律师只因在法庭上多看了你2眼，就被你送进去关了2年半。你是无敌律师张三，此时的你正在打一个骗保案的官司。案件的起因是购买保险的当事人在购买完人身意外险以后，在工作时突发意外，造成了残疾。由于买了保险，当事人寻求保险公司索赔，可保险公司却以当事人有高血压为由拒绝赔付，并扬言就是不赔，有本事告我。就在当事人寻找律师准备起诉的时候，保险公司却先下手为强，以骗保为由立案，将当事人起诉至法院，判了6个月有期徒刑。对于保险公司指控你故意骗保这个事情，你怎么看？苏律师，不是的，我没有骗保，那都是他们当时暗示我母亲这么说的。对于这个案子，你有没有什么诉求？苏律师，我的诉求就是撤销那个什么罪，我文化不高，忘了那个叫什么了。还有就是拿到我应该有的补偿。好的，关于你的诉求我都已经了解了，后续的话等待诉讼申请通过吧，到时候我会通知你的。苏律师，这么简单就问完了吗？对的，问完了，相关的问题都已经写在了一审的卷宗里面了，事实清楚，证据链也清楚，有什么问题的话，通过卷宗已经了解到了。不过你难道没有一点其他的想法吗？送走当事人贺东升后，李雪珍开口问道：“苏律师，这个贺东升不是真的骗保吗？”我确认过了，不是真的骗保，是不是在一审的卷宗感觉像是真的骗保案啊？苏律师，看着这一审的卷宗，的确感觉像真的骗保案，但是如果这个案子真的不是骗保案的话，那么这个案子存在一定的问题。不错，这个案子的确有一定的问题，主要的问题就是保险公司的这群老法棍们进行诱导性的提问。那这个保险公司的法务律师做的也太恶心了吧？人家不是骗保的，还故意将人家提起公诉，并且还进行诱导性的提问，这不是故意的吗？好了，暂时先别气愤了，跟我出去一趟。苏律师，我们出去干嘛？去买保险啊！很快买完保险后的苏白回到律所后，便将诉讼材料整理完，接着便直接向法院提交了庭审申请。南都中级法院对于此案进行了受理，并确认了苏白提交的诉讼证据和申请符合开庭审理的条件，并很快向各方发放了传票。这一次咱们法务部被控告说是咱们诱导购买保险的顾客，涉及到了侵犯他人的法律权益。对方提交的诉讼申请中更是提到了咱们有故意诬告的嫌疑。这个案子是李双军、顾斌你们2个人负责任的，你们2个说说吧，这件事情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好处理，告就让他告，他能告赢就算他厉害，骗保还有理了。咱们提交立案，那就说明咱们具有合理的依据，证明对方骗保，不管用了什么方法，判处已经定了，他凭什么说咱们是故意诬告？对方的种种迹象表明，就是有一定的骗保嫌疑，咱们对其立案没有任何的问题。再说了，咱们只是正常的法律问询和移交司法机关，什么叫做咱们还有故意诬告的嫌疑啊？这是哪家律所接的案子？这不胡扯吗？王主任，这种案子咱们公司挺多的了，都有一个正常的流程了，用不着开会吧？换做一般的情况，的确是不用开会讨论的，但是这一次的情况不一样，有点特殊。特殊？王主任，这话是什么意思？你们自己看看法院传票和对方委托律所的具体内容吧。怎么了？这怎么气氛还突然严肃起来了呢？普普通通的一个案子，没什么大问题吧？对方是白军律师事务所，委托律师是苏白。那这个官司的确有点难打了，不过对方主打的是刑事案件，虽然咱们这个案子涉及到刑事，但是深究下去还是保险问题。咱们法务对于保险问题应该比一个刑事律师更了解吧？先不说针对法律问题的研究谁更深，最关键的不是这个，而是白军律师事务所打官司所产生的影响力。这件事情万一闹大了，那么对于咱们全安保险来说损失太大了。南都银行就是典型。现在南都银行那边由于上一次闹的影响那么大，目前的业绩情况，我听那边的法务说的是至少下滑了30%。对于这个案子所产生的影响，我咨询过负责人，负责人的意思是能和解就和解，不要继续扩大影响力，大不了把保险的金额赔给那个什么当事人就行了，免得闹出来不必要的麻烦。主要的关键问题还是和解，让对方撤销对我们附带的民事诉讼还有控告。至于骗保的刑事处罚，那就不是咱们的问题了，明白了吗？王主任，我们明白了。法院那边估计也会对双方的诉讼提出调解，到时候在调解时表明补偿就好了。那个什么贺东升估计也没见过什么钱，到时候说说，差不多就得了。实在不行就私下里再说说，让对方撤销对咱们的控诉。好的，王主任。法院的调解等候室内，调解员在双方人员到齐后开口道：“现在我作为南都中级法院对双方的纠纷方面进行调解。全安保险公司方，你方作为被起诉的一方，你方愿不愿意调解？愿意。贺东升，你方愿不愿意调解？愿意。既然双方都愿意进行调解，那谈谈和解要求吧。对于对方控告我方法务具有引导立案，我方表明这点不属实，并且对方要求我方进行保险上面的赔偿，我方也认为这非常的不合理。不过这个案件关乎到我们全安保险公司的形象问题，并且出于对于当事人的遭遇表示同情，我们愿意出于人道主义，对于贺东升这个当事人补偿30万，这是我方能够补偿的最大额度，也表明了我方的和解诚意，还请对方能够好好的考虑一下。当事人，你愿不愿意进行调解？我作为当事人的代理
人，并且是全权代理人，有发言权。如果对方只开出了补偿30万的金额的话，那么我方拒绝和解，并且我认为对方对我们的不应该是补偿金额，而应该是法律意义上的赔偿金额，这两者的意义不一样。如果对方愿意能够赔偿我方应有的保险金额，并且认为对于我方进行控告和立案属于不正当的控告，那么我方愿意和解。苏律师，我们全安保险方面已经开出了我们的诚意，还请苏律师拿出你们的诚意吧。你管补偿30万叫做诚意？你诱导人家，然后进行立案的时候怎么不说？再说了，按照贺东升的投保金额，保险的应赔金额就已经达到了90多万，你现在补偿30万，说已经达到了你的最大诚意，这不是纯搞笑吗？说出这些话的时候，你们难道不是在刁难我们？这也是我们的最低和解要求了。苏律师，既然这样的话，不如我们各退一步，我们愿意进行补偿，补偿的金额再提高一些，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既然全安保险方面提出来的和解要求并不能满足我方的诉求的话，那么我方觉得这一次的调解没有继续谈下去的必要了。对方拒绝了咱们的条件，现在怎么说？那个苏白作为全权代理人，懂法律，对于这个案子也有信心，的确有些麻烦。再说咱们开出来30万的补偿，可能的确是有点低了。这样吧，再去找那个当事人一次，让他直接撤销诉讼代理，直接从当事人入手，还简单一点。这样也行，我去联系一下。回去后记得我刚刚和你说的几点，他们如果私下联系你要求和解，你记得把我给你的录音笔打开后再谈。好的，苏律师，你这房子已经建了好多年了吧？看着有点老旧了，有没有想要翻新的打算啊？我还听说你母亲病了，每个月的住院费应该需要不少钱吧？你现在没有了工作，接下来有没有什么想法？我们全安保险有仓库保安的岗位，可以解决你的工作问题的。当然，刚才都是在闲谈，下面才是正事。有关的事项，咱们已经在电话里面大致的谈清楚了。接下来，咱们聊聊具体的事宜吧。上一次你有个同事过来找过我，然后回去就立案了。这是录音笔，我已经打开了。接下来，我们所有的对话都将录入其中，可以充当法律的依据。录音笔我放在这里了。如果在咱们谈话的过程中，我有什么违反法律的事情，你完全可以依照这个录音笔中的内容去告我。这样的话，你应该放心了吧？上一次你那个同事过来故意套我话，我需要补偿。这件事情我不是太了解，咱们还是聊一聊今天主要补偿的事情吧。你同意了见面，我想你心里也有个数。你目前的经济状况不是很好，对于这个我们全安保险进行过了解，你也知道我们公司注重对于客户的信誉问题，只要你撤销对我们公司的控告，我们公司愿意补偿你60万元，包括你的医疗费用，我们保险公司也可以进行报销。这个条件已经是我向公司申请的最高标准了。不过既然是谈钱的事情，你也可以提出来自己的想法，我虽然不能保证答应，但可以回去进行反馈。我不想谈钱，我只想让你们公司撤销对我的控告，赔我的保险金额，其他的我都不要。撤销这个是法院的判决，我们没有能力。不过关于补偿的事情，我们可以再商讨商讨。不行，我只要你们正常撤销和正常赔偿我的保险。你看阿姨还在生病，难道你要准备一直拖着吗？你要知道打官司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再说了，这场官司你也不一定能够打赢，我觉得我们和解才是对你最好的选择，你觉得呢？我不这么觉得。实话实说吧，其实我们开出来的最低底线是80万，只要你答应撤销诉讼，80万补偿，按照你的工资水平来算的话，1个月7000，一年8万多，需要大概10年不吃不喝才能够拿到80万，这是我们最后的底线了。你如果同意的话，那么咱们现在就可以签订和解协议；不同意的话，那咱们就法庭上见。我们公司只是为了避免麻烦才开出来这么高的补偿，可是你如果上法庭的话，官司打输了，可就1分钱的补偿都没有了。我还是只想要我应该得的。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么咱们法庭见。在开庭之前，你都可以有反悔的机会，不过一旦开庭了，你可就没有反悔的机会了。在李双军离开以后，贺东升从口袋里面掏出了录音笔。虽然他不清楚苏白让他录音的目的是什么，但是他明白苏律师既然这么交代了，那么就说明这很重要。什么补偿80万，全安保险法务的话，他是一个字都不信的。本案案由：诉讼方认为其当事人一审判决是由全安保险公司恶意控告并恶意引导进行立案，二审申请撤销一审判决，并控告全安保险公司法务进行恶意控告，并要求全安保险公司赔偿相应的赔保金额。诉讼方案由是否属实？审判长案由属实。案由属实，下面请诉讼双方陈述诉讼申请以及事实依据、法律依据。请诉讼方开始陈述。好的，审判长，我方的诉讼申请如下：第一，我方认为一审判决与事实严重不符，我方并无骗保意愿，我方申请撤销一审判决，判处我方无罪。第二，针对于全安保险公司对于我方当事人贺东升的控告，我方认为有恶意控告的主观意愿，我方申请全安保险公司对于我方进行公开的道歉和赔偿，以及追究全安保险公司相关的恶意控告责任。第三，我方购买保险索赔是依据合同的规范进行索赔，是正当的索赔，我方的索赔诉求是在合同范围内，我方
方要求对方按照保险诉讼赔偿合同赔偿我方958674.52元。第四，由于对方对我方的恶意控告，对我方精神损失造成了极大的损害，我方要求对方赔偿我方的精神损失费用46852.47元。第五，我方要求对方支付我方的诉讼费用和律师费用。审判长，我方陈述完毕。诉讼方已经陈述完毕，现在请检方开始陈述。检方认为贺东升具有骗保嫌疑，并且客观事实既定，除非对方有关键性证据能够表明贺东升不具备骗保行为的依据，即在无关键性证据表明贺东升不具备骗保行为时，检方认为应当驳回诉讼方申请无罪请求。检方陈述完毕，现在请被诉讼方进行陈述。审判长，我方认为诉讼方对于我方全安保险公司的控告完全属于子虚乌有的控告，贺东升骗保这是具有事实依据的，我方完全不存在恶意控告，并且从立案到执行再到判决这整个过程当中，各方认定贺东升具有骗保的事实，这并不是我方全安保险能够操控和做到的，是实际上贺东升有着骗保的事实依据，所以才会被提起公诉。在这种情况之下，诉讼方是怎么认定我方是恶意控告？这完全是诽谤，严重侵害了我方的名誉。我方申请合议庭驳回诉讼方的申请，并且要求对方对侵害我方名誉进行道歉。审判长，我方陈述完毕。不愧是老法官，真是不要脸，这反手控告用的是真溜啊！诉讼方对于你方提出来的诉讼申请，检方和被诉讼方均已作出陈述。现在总结第一点，贺东升是否构成骗保罪，请你方现在开始进行陈述。好的，审判长，我申请将整件事情的过程进行陈述，了解案件的前后因果关系，以至于更好的解析辅证证明。申请通过。案件的起因是贺东升购买了人身意外险，并投保的数额较大。在购买人身意外险以后，当月的5号生效，10号贺东升出现了伤残的情况，于是向保险公司进行索赔。在贺东升出事以后，保险公司的人员对于保险事故进行了认定。一开始的认定是正常的保险行为，只是经过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对于贺东升的问询，在得知了我方当事人患有高血压以后，以此来拒绝我方的索赔，理由是未告知高血压，身患高血压不在赔偿的范围之内。但依据保险公司所出具的合同来看，如果是因为高血压发病的自身因素导致了出现意外情况，不会进行理赔。可是这场保险是属于非因为高血压发病导致出现的意外情况，而是由于机械原因出现了意外的情况，造成了我方的意外伤残，因此认定我方不属于理赔是非常不合理的。贺东升当时也没有打算接受保险公司的这个解决方案，于是想通过诉讼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利益，打算将全安保险告上法庭。可是全安保险在我方打算通过诉讼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不遭受损失的时候，才来认定我方当事人有骗保嫌疑，而不是一开始认定我方就有骗保嫌疑。对于这一点，我方请被诉讼方回答我方问题，为什么不是一开始认定我方具有骗保嫌疑？因为在当时我方公司的相关工作人员没有将具体的事项告知法务部门，相关的工作人员没有法律经验，在我方法务人员经过核实后，发现了对方具有骗保嫌疑，于是展开调查。好的，谢谢被诉讼方的回答。我方继续陈述，在一审判决当中，根据全安保险方面所提交的材料和诉讼辩诉，怀疑贺东升骗保的依据是贺东升从购买保险到自身出现意外伤残，造成永久性伤害的时间间隔太短，怀疑贺东升在主观上具有骗保的嫌疑。证据有以下几点：第一，保险受益人是贺东升的母亲，贺东升的母亲患有重病，需要用钱，具有骗保为母亲治病的主观意愿的嫌疑。保险公司的法务对于贺东升的母亲进行过询问，得知了贺东升具有骗保的想法，并且通过对于贺东升母亲的话，再次对贺东升进行询问，认定其具有骗保的主观意愿，以此提交证据进行立案。对于这一点关键性证据，我方保留疑问。疑问的点在于，我方认为全安保险的法务对于我方的询问带有强烈的引导性和目的性。第二点，全安保险的法务经过询问贺东升的同事，得知了贺东升有提及过万一真的出事了，那么保险金额算是解决了他的大麻烦了。通过贺东升的同事进行进一步的证实了贺东升骗保的主观意愿。第三点，通过专业的机构检测，在非人为故意的情况下，出现意外情况的几率为5%。通过这个专业机构的检测，全安保险公司认为我方在具有保护意识的情况下，不应该出现这种意外的情况，再进一步认定我方骗保的主观意愿。根据保险诈骗罪的概念和构成要件，保险诈骗罪指的是违反保险法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进行保险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行为。主观方面表现的是犯罪人以故意为主观条件，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违反了保险法规，采取虚构保险标的、保险事故或制造保险事故。基于以上控告，判定贺东升具有骗保嫌疑。我想请问检方，一审的控告是这样的吗？一审的基本控告是基于以上问题。审判长，我方认为诉讼方的陈述带有太强烈的主观意愿表现，陈述的内容也带有一定的偏向性，不具有法律上公平、公正、客观的事实。诉讼方认为我方提供的证据具有诱导性，这件事情是没有经过法院进行判定的。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规
规定，在没有经过法院判定和判决的情况下，任何人不应该对于证据或者犯罪嫌疑人进行定义。我方认为应当驳回诉讼方这一段的陈述。我方并没有这么认为，我方只是对于这一点提出疑惑，并在庭审上进行陈述。并且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被诉讼方对于我方提出来的这个疑惑点这么的紧张？被诉讼方如果真的没有诱导行为的话，那么为什么要申请驳回我的陈述？并且我方提出的诉讼申请中控告被诉讼方具有恶意控告的行为，现在被诉讼方提出驳回我方的陈述，是否是为了后面我方和被诉讼方对于全安保险恶意控告贺东升这一点进行提前的准备呢？根据法律依据，我方具有怀疑的权利，还请被诉讼方回答我方的问题。我方只是不希望有任何抹黑我方名誉的事情，并不是诉讼方所提及到的其他事情，而是基于我方本身的法律权益去申请驳回。驳回被诉讼方的申请，并且在此对全体成员进行提醒：这场庭审中不得以任何的缘由故意去打断陈述，否则的话将会进行双重警告。好的，审判长。现在，请诉讼方继续陈述。好的，审判长，判定我方骗保是基于以上3点，对此检方也认同。在这里，我想请问检方，如果贺东升的母亲和贺东升2个人都是被全安保险带有诱导性的提问，从而认定了有骗保的主观意愿，那么这个证据是不是就不属于实质证据了？是的，根据刑诉法第52条，不属于实质证据。审判长，我想询问被诉讼方席位的顾斌律师几个问题，和本案有着重大关联。申请通过，诉讼方可以进行提问，不过记得遵循庭审秩序，不得提问与本案无关的内容，或者是带有倾向性的问题，否则的话，庭审有权终止你的提问。好的，审判长。顾律师，我想请问，你当初是不是在私下和贺东升的母亲以及贺东升接触过？是。那么你接触和询问贺东升母亲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履行我们法务部门的责任。我们法务部门有责任和义务对于购买我们全安保险的投保人、受益人以及被保险人进行接触。同时，我也想请问一下诉讼方律师，诉讼方律师的这2个问题和这个案子有什么关系吗？当然有关系。保险第一时间联系的应该是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受益人的情况分为很多种，应当是最后询问的一方。但是顾律师直接询问受益人，这反倒是有些不太合理。同时，我还想请问一下顾律师，当时询问了贺东升的母亲什么内容？苏律师，关于我之前询问的内容，我并不一定能够完全的复述下来，但是有提供的证据。苏律师如果想知道的话，可以通过证据来确认我当时询问的内容。这个问题由于涉及到了法律的严谨性，我并不能直接回答。好的，谢谢。审判长，被诉讼方律师不能准确的回答我方的问题，我方申请提问当事人来对当时的情况进行陈述。申请通过，现在请诉讼方提问当事人进行陈述吧。好的，审判长，当事人是否能够记清楚当时全安保险的法务律师对于你的询问？可以。好的，现在请大致的陈述一遍，不用进行具体详细的描述的，只需要将大概的内容描述清楚就好了。大概具体的内容就是，当时全安保险的法务律师，也就是现在坐在庭审现场的顾律师，一直在问我是不是有骗保的想法。那你是怎么回答的？我的回答是我没有骗保的想法。然后顾律师又问我，没有骗保的想法，为什么要准备起诉全安保险？还有就是问我，如果我没有骗保的想法，为什么在购买保险那么短的时间内又受伤了？为什么购买那么大额的保险？还问我说这不是骗保的行为是什么？还有一些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我记不下来。不过最后一点我记得很清楚，顾律师的大致意思就是让我去自首。那你购买那么大额的保险，真实的想法是什么？购买那么大额的保险，真实想法当然是为了万一出现什么意外的话，能够赔得多一点。最主要的还是当时的销售员非要热情的说让我购买大额的保险，对于以后的人身有保障一些。我当时抹不开面子，然后那名销售员还特别的热情。我心里想着，我这个工作本来就很危险，如果万一真的出意外了，赔的也多一点，算是给自己一个保障。然后就买了那么大额的保险。顾律师还询问别的了吗？问了。顾律师还说我妈已经说过我有骗保的想法了，让我早点认罪。不过顾律师不是直接说出来的，他是暗示我的。他是怎么暗示的？是说一半话让我脑补一段，比如他说我妈说我有骗保的想法，然后问我说应该怎么办之类的。那你有证据能够证明这些吗？没有。你对于你以上的言论负责吗？我对于以上的言论负全部的法律责任。好的，谢谢当事人的配合。我想问的已经询问完了。根据我方当事人的描述和被诉讼方当时立案时候深交的证据，可以明显的看出来，在顾斌询问我方当事人母亲和我方当事人的时候，带着特别强烈的主观意愿，一直不停的引导着我方骗保这个话题，没有客观的进行陈述和询问，强烈的引导着我方当事人和我方当事人母亲的主观意愿。而且还有一点，那就是通过我方当事人的描述，全安的法务人员顾斌告诉过我方当事人，要让我方当事人去自首。可在全安法务提交的证据中，并没有这一项内容。我想请问全安法务的律师，关于这一点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你们提交的证据中没有这一点？我们提交的证据链完整，并没有修改和拼接的痕迹，这一点是经过检方的查验的。至于为什么和当事人所表述的不一样，这一点我方并不清楚。不过我方既然有证据证明，那么当事人也应该提交证据，否则的话，我方有权利怀疑当事人在庭审现场故意以子虚乌有的事情对我方进行攻击，来影响审判的公正性。我方申请驳回对方的申请。我方没有证据能够表明对方对于贺东升说过这些话，但同样，对方没有证据表明对方没有说过这些话。同时，我方申请对于全安保险法务部门律师违规对我方进行具有倾向性的提问进行判定。针对贺东升控告顾斌劝其自首，双方都没有证据能够表明其真实性，暂时不进行判定。被诉讼方律师顾斌对于诉讼方和当事人陈述的其他内容有没有异议？没有异议。被诉讼方没有异议，那么根据诉讼方所控告的其他内容而言，被诉讼方全安保险法务律师没有尽到一个律师该有的公正公平的询问责任。证据已经经过合议庭的查验，针对诉讼方提出来的被诉讼方全安保险在与贺东升及其母亲交流时具有一定倾向的引导性，现在进行判定，属实。判定全安保险法务部门法务人员对贺东升以及贺东升母亲的询问具有诱导性，等同于说一审过程中判定贺东升有罪的第一点已经属于无效的证据，那么第二点和第三点相应的也会因为控告不足而撤销。也就是说，这场二审已经基本上能够判定贺东升无罪。现在本庭对于本案进行简单的总结：一、判定全安保险法务部门方面对于贺东升及其母亲的询问具有一定的诱导性，针对全安保险提交的这一份证据判定为无效证据。除了一审判定中的条件以外，全安保险方面还不能出示或者提供其他证据来证明贺东升具有骗保的主观行为证据？有的，审判长，我方认为贺东升可以购买大额保险单，并且短短数日的时间内就遭受到了意外伤害。我方请求诉讼方对于这件事情进行解释。审判长对于全安保险方面提出来的疑问，我方申请出示新的证据。申请通过，请诉讼方出示新的证据。好的，审判长。审判长根据我方当事人的陈述和证据，已经表明了我方为什么要购买那么大额度的保险，是由于保险营业人员非常热情，贺东升拒绝不了这种热情，所以才会导致贺东升购买了巨额的保险。我方出示的证据可以明显的表明这一点，这才是导致贺东升购买巨额保险的原因，而不是贺东升为了骗保才购买巨额保险。购买巨额保险和骗保两者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并且后续出现的意外伤残是不可控的。购买巨额保险和在短时间内出现意外伤残，这两者之间没有任何的关系，不具备法律上硬定的法律因果关系，所以并不能通过我方购买了大额保险，购买完短时间内出现了意外情况来认定我方具有骗保的主观意愿。审判长，我方陈述完毕。全安保险方面对于诉方所陈述的事实依据是否有异议？无异议。除以上问题之外，全安保险在其他方面还有没有什么要提出来的新的问题？审判长，我们没有什么其他问题了。检方还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检方没有其他问题了。检方和全安保险针对贺东升骗保的审查还不能够提供其他的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检方无法提供。审判长，我方承认我方法务的提问具有一定的倾向性，但是这种倾向性并不是刻意放大的。如果贺东升没有骗保的话，那么他就会一口否认。审判长，我认为这一点需要审判长去着重考虑。我方的提问的确有倾向性，但并不是非法性。好了，全安保险方面不用再继续陈述了，你所陈述的庭审内容合议庭都已经了解了。现在对于贺东升是否对全安保险进行保险诈骗的主观性进行判定，根据各方庭审辩诉以及相关的证据证明：一、全安保险针对贺东升的问询以及针对贺东升母亲的问询具有诱导性，属于无效证据；二、同事和关系友好的朋友的证词达不到证据证实的标准，没有有力的事实依据进行说明；三、根据提供的证据显示，贺东升在工作的时间使机器突然开动，造成了贺东升的伤残，在此过程中机器的突然开动可能是由于贺东升的故意行为，也有几率是由于机器出现的故障。机器出现故障的概率虽然小，但是并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故不能以此认定贺东升有着故意开动机器造成自己伤残，用以非法骗保的主观性。四、根据全安保险提出来的关于贺东升购买了巨额保险，并在购买巨额保险后短时间内出现意外伤残的情况，根据贺东升的陈述和证据表明，贺东升购买保险是由于销售人员的热情，所以买了巨额的保险。这种购买巨额保险的行为和在购买保险生效后短时间内出现意外情况，两者并无法律上的因果既定关系。基于以上，判定贺东升并没有以非法目的骗取全安保险公司保险金，主观表现为非故意。诉讼各方对于以上判定有无异议？审判长，我方没有异议。我方没有异议。俺也一样。
各方针对判定贺东升主观上并无非法骗取保险金的目的没有异议，那么庭审辩诉继续。现在针对诉讼方的请求进一步确认，诉讼方乙方的诉讼请求是请求全安保险赔偿贺东升应有的保险金额，并控诉全安保险对贺东升进行恶意控告，要求对于相关责任人进行追责，赔偿贺东升精神损失。以上是否准确？审判长，我方以上的诉讼请求准确。好，确认诉讼方诉讼请求。那么对于诉讼请求进行总结：一、要求全安保险进行应有赔偿；二、控诉全安保险恶意控告并追责追偿。现在对第一点进行辩诉，诉讼方请乙方进行陈述。好的，审判长。审判长，根据我方提供的合同材料证据已经表明：第一，我方属于人身意外，符合合同内容的规定；第二，我方人身意外造成永久性伤残的时间在合同约定的时间内，也就是说我方没有超期；第三，我方申请的赔偿都在提交的合同材料内，没有超出合理的范围。审判长，我方陈述完毕。对于诉讼方的陈述，全安保险公司方面有没有什么要陈述的？审判长，对于诉讼方的陈述，我方没有任何的异议。针对赔偿的事宜，全安保险公司方面没有异议，诉讼方的诉讼申请没有超出合理的范围，所申请的赔偿在合同赔偿的范围之内，现判定全安保险公司应支付贺东升应得的保险赔偿金额。双方有无异议？无异议。无异议。针对诉讼方所控告全安保险公司的第一点，现在已经完成判定，下面进行第二点。诉讼方乙方控告全安保险公司对贺东升进行恶意控告，下面请乙方陈述法律条例或事实依据。好的，审判长。审判长，我方想先请问对方顾斌顾律师几个问题。申请通过，诉讼方律师可以开始进行询问。好的，审判长。根据恶意控告所涉及到的相关法律是第243条诬告诬陷罪，其中相关的概念指的是捏造犯罪事实进行虚假的立案和告发，意图使他人遭受到刑事责任。我想请问顾律师，当初你在故意诱导贺东升的时候是怎么想的？你作为一名律师进行诱导询问，并且将诱导询问的内容作为基础移交立案，这其中的主观因素是什么？你的主观性是不是想让贺东升遭受到刑事责任？如果不是的话，为什么要进行诱导询问，并且用这诱导询问的结果进行移交立案？你难道不知道骗保罪是能够遭受到刑事责任的吗？作为一名保险的法务人员，相信你对于骗保罪是了解的吧？请顾律师正面回答我的这几个问题。根据当时的情况以及我们全安保险法务部门的经验来说，贺东升的确有着巨大的骗保嫌疑。我的主观上认为的是贺东升具有骗保嫌疑，所以在完成我想知道的答案以后，将其移交立案处理。实际上，我的主观意图并不是想让贺东升以骗保罪遭受到刑事责任。再有，我是根据自己的判断来认定贺东升具有骗保嫌疑，而不是捏造事实。根据诬告诬陷罪的定义，我不具备达到诬告诬陷罪的构成条件。苏律师，针对你的问题，我回答完了。顾律师，我询问的是你为什么进行诱导性的询问，请不要抛开这最关键的一点进行回答。你进行诱导性询问的目的是什么？既然你的主观意图不是为了诬告诬陷贺东升，那么为什么要进行诱导性询问的行为？针对诉讼方律师的提问，我的正面回答如下：第一，我当时为什么进行诱导性的提问？虽然说法院方面判定我当时的提问为诱导性，可是我已经解释过了，我的提问是基于贺东升有着重大的骗保的嫌疑的基础上，我询问的目的当然是为了进一步确认贺东升是否是真的骗保。第二，进行诱导性询问和主观意图是诬告诬陷贺东升，这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法律联系，并不能通过诱导性询问这一点来判定我的主观意图就是诬告诬陷贺东升。移交立案是我检举事实，可是贺东升的确具有着重大的骗保嫌疑，不是吗？根据刑法第243条规定和适用的范围，恶意控告需要带有主观因素的恶意，我的主观因素是进行事实的调查，而不是恶意的控告。我的怀疑没有任何的问题。诉讼方律师，你的问题我回答完了。请问顾律师，你刚才提到了检举事实这一点，在这一点的情况下，说明了你对贺东升的主观意愿是否是骗保不清楚，对吗？对。那么我请问顾律师，你说你对贺东升是否属于骗保的主观意愿并不清楚，那么为什么要用诱导性的问题去询问贺东升，然后通过诱导性的问题来得出答案进行立案？你难道不可以公正客观的询问吗？你给出的解释是贺东升的确是有着重大的嫌疑，可是有着重大的嫌疑并不代表着的确有着骗保的事实。你也说了，进行诱导性的询问和诬告陷害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在主观性上你既然没有诬告陷害的想法的话，那么为什么会进行诱导性询问，从而立案以此提交非法证据？我再次重申，全安保险公司方面是依照经验来对贺东升进行怀疑的，贺东升的做法的确具有重大的嫌疑性。对于这一点，我相信在场的所有庭审人员，包括审判员也没有任何的疑问。我是基于这一点才做出的诱导性询问，在主观上并没有恶意控告的主观行为。审判长，我申请终止诉讼方对我的提问。申请缘由，该回答的问题我已经回答完毕。申请通过，诉讼方不再提问被诉讼方。针对诉讼方和被诉讼方的辩诉，合议庭进行了以下几点的总结：第一，顾斌的行为算不算得上是诬告诬陷？第二，
顾斌的主观行为是什么？请问被诉讼方全安保险公司法务人顾斌，你知不知道诱导性证据为非法证据？知道。那你为什么以诱导性事实立案，并且将其作为证据？按照诉讼方对于全安保险的控告，既然全安保险的主观性不是恶意控告，那么全安保险为什么以诱导性事实进行立案，并且移交检方作为这个案件的主要负责人？你有什么想说的吗？审判长，我想说的是，全安保险并没有进行恶意控告，而是基于本身的怀疑进行的控告。那你怎么解释以诱导性事实进行立案？审判长，虽然全安保险公司以诱导性对贺东升进行移交立案，但是并不代表主观性有恶意控告。诱导和恶意控告这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那你有证据吗？你方能不能提交相关的证据？没有。诉讼方还有什么需要提交的事实依据或者是判定的证据吗？有的，审判长，我方这边有一份全安保险公司找我方私下和解开价80万的录音。录音谈话中，全安保险公司方面明确的想要开价80万对我方进行补偿。我想请问全安保险的代理人，你方为什么要开价80万对我方进行补偿？要让我方撤销这场庭审的诉讼？补偿仅仅是因为觉得这场官司会影响到全安保险方面的声誉吗？可是如果仅仅是因为这场官司会影响到全安保险方面的声誉，那么在当初为什么要进行非法控告和非法立案？对于诉讼方提交的证据，现在请为诉讼方全安保险公司进行解释。审判长，我方提出80万补偿，的确是想要避免对于我方公司造成负面的声誉影响，没有其他原因。现在进行休庭，半小时以后开庭。开庭双方进行完法庭陈述，宣布判决结果。现在双方都陈述的差不多了，你们两个都说出自己的想法吧。这还有什么好考虑的？双方在辩诉过程中，全安保险公司的法务代理人针对诉讼方的提问一直在扯别的，他当他是在做采访呢，扯一扯这件事就算是过去了。这是在庭审，又不是做什么其他事情，胡搅蛮缠随便扯扯就过去了。法律的判定需要的是依据性。顾斌作为全安保险公司的法务人员，难道不懂这一点吗？他明白，他也懂这一点，心里也清楚全安保险公司是属于恶意控告，所以不敢回答。回答的内容完全和诉讼方提问的内容不在一个点上，并且还有一点，全安保险在一审的时候作为利益受害方出席了这场公诉判决，指控贺东升骗保，在明知道自己是非法证据的情况下还出席庭审指控贺东升骗保，这不妥妥的恶意控告吗？而且这场庭审不是简单的涉及到恶意控告的事情，还涉及到了非法证据，采用诱导性的证据，并在已知的情况下作为庭审证据，还涉及到了伪证。不过涉及到伪证这件事情，需要在这场庭审外说。我同意李承秀的观点。休庭结束，现在各方进行法庭陈述，陈述完毕后将会进行判决。现在请检方进行陈述。这场官司还有我啥事吗？检方不再进行法庭陈述。检方不进行法庭陈述，下面请全安保险公司诉讼代理人进行法庭陈述。审判长，我方的法庭陈述如下：针对贺东升被错判，我方表示这是一个遗憾，这是由我方的失误造成的。在这里，我对贺东升进行道歉。我方承认，由于我方的失误造成了贺东升的错判，但是我方控告贺东升骗保是出于当时错疑，为保护我方的法律利益，而不是进行恶意的控告。我方如果当时能够得知贺东升没有骗保的主观意愿的话，那么肯定不会进行控告的。我方希望审判长能够从这一点进行考虑，给予我们一个公平公正的审判。审判长，我方陈述完毕，现在请诉讼方进行法庭陈述。好的，审判长，我方陈述如下。我方认为这场庭审中涉及到了多个方面，其中包括了当事人贺东升遭受的蒙冤，以及全安保险法务人具有引导性的恶意控告。这场庭审如果不是全安保险法务人具有倾向性的引导和主观上恶意的控告，就不会出现今天的庭审场面。一切的缘由都在于全安保险法务人对贺东升恶意的控告，故意引导的非法证据，这是这场庭审的起因。我方对于这场庭审只有一个诉求，那就是能够给予我方当事人贺东升一个有理有据的法律判决。审判长，我方陈述完毕。各方法庭陈述完毕，现在准备宣布判决结果。全体起立，请审判长宣布判决结果。本案案由诉讼方认为，当事人贺东升一审判决是由全安保险公司恶意控告并恶意引导进行立案申请，要求撤销一审判决，并追究全安保险公司法务恶意控告的相关责任，要求全安保险公司赔偿当事人贺东升应有的保险赔偿以及相应的精神损失。本院对该案件具有管辖权，所适用法律全部依照国内法律。下面开始宣判庭审结果。经合议庭研究判定，对诉讼方提出来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中所适用的证据，其中具有非法证据，严重影响了判决的公平性，判决与事实严重不符，判定撤销一审对贺东升的刑事处罚，改判无罪。针对贺东升购买的保险所依据的是全安保险公司提供的人身意外险合同，按照合同内容，贺东升在工作时出现了严重的意外，造成了永久性的伤残，符合签订的保险合同。对此，诉讼方要求全安保险公司对于贺东升进行赔偿的所求合理，判决全安保险公司赔偿贺东升958674.52元。
3、针对全安保险对于贺东升的控告是否属于恶意控告，合议庭对于这一点进行了完整的整理。全安保险公司提供的立案证据属于非法证据，虽然不是伪造，但是是根据诱导得来，同样属于虚构证据。全安保险公司在明知道他们提供的证据属于非法证据的情况下，依旧选择进行控告，本身的意愿存在着恶意的行为。基于以上2点，判处全安保险公司对于贺东升的控告属于恶意控告，并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4、针对全安保险公司对贺东升的恶意控告，造成了贺东升精神方面出现了极大的损害，要求赔偿的问题，判定全安保险公司赔偿贺东升方精神损失费10200.23元。5、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判处全安保险公司支付贺东升方所有诉讼费用和律师费用，针对被诉讼方提出的诉讼请求全部驳回。针对本案中所涉及的诬告诬陷罪以及使用非法证据构成伪证等问题，本院将会向相关部门提起公诉，走候补程序。根据我国诉讼法规定，被诉讼方若是认为庭审的裁定判决有任何的问题或疑问，可以向相关单位提起监督审查，或者是提起再审的请求。庭审判决宣布完毕，判决书将会在闭庭的10日内向诉讼各方发送判决书。闭庭。2位律师后续要走公诉流程，还请配合我们的工作，接受审查调查。你打官司20年毫无败绩，只因法官判你的官司输了，你竟把法官给送了进去。张三那小子见你都得绕路走。案件的起因是你的当事人上班路上扶一老太被讹诈40万，一审法官竟然以不是你撞的，你为什么扶为由，判定你方败诉。而你在庭审后直接到检察审查部门提起2审，将1审法官告上法庭。苏律师你好，我叫张大虎。苏白仔细询问了张大虎有没有推倒那个老太太，可如何发现那个老太太的所有细节，在相关事宜确认无误，并且将其整理和还原的差不多了后。好了，关于这件事情我已经了解过了，你还有什么其他的诉求吗？对方的做法显然是一个敲诈勒索的行为，如果你有证据的话，可以提起公诉的。当然，如果没有证据的话，也可以在庭审上提出来，要求补充继续程序，让相关的执法部门去取证。我都听苏律师的。双方签订完委托书后不久，便到了诉前调解的时间。调解室内，调解员在人员到齐后开口说道：原告的诉讼理由是被告张大虎无意碰倒了陈美霞，造成了陈美霞的严重损伤，需要赔付医疗费用和精神损失费用。被告方原告这边的话是向你索赔40万元，包括医疗费用、精神损失费用以及后续的治疗费用。你这边的话能不能接受这个40万元的赔偿？如果不能接受的话，最低能接受多少赔偿？20万行不行？老人家不容易，各退一步行不行？对方没有足够的证据能够证明陈美霞是被张大虎推倒的，所以我们拒绝任何赔偿。同时，我方还要求对方将我方已经交过的医疗费用全部退还给我方，对我方进行公开道歉。要不然的话，我们将会在庭审上提出来针对对方的控诉。另外，调解员，我们认为调解应该站在公平公正的角度上面进行出发，而不是一开始对方要赔多少，我们的心里接受赔多少就该赔多少。我方认为调解员没有做到公平公正的进行调解。对方身为老年人，的确在身体上是弱势方，但这不是偏袒对方的依据。对方既然不能够拿出来我方推倒陈美霞的证据，我们凭什么要赔他们钱？别说对方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我方推倒了陈美霞，就算是有证据，那么在法院没有进行判决之前，任何人都是无罪的，没有任何人有权利判定一方有罪。调解员，你刚才的意思是指张大虎推倒了陈美霞，因而有罪，所以需要承担20万元的赔偿责任吗？我请调解员注意你的言辞，因为你的言辞代表着法院的态度。调解失败后，时间很快到了正式开庭的日子。庭审场内，审判长钱伟开敲响法锤。本案案由原告方陈美霞控告被告方张大虎于5月16日在溪水街道撞倒陈美霞，导致其倒地昏迷住院，产生了巨额医疗费用。现陈美霞向张大虎提起诉讼，进行追赔医疗费用以及后续的补偿精神损失费用。案由是否属实？审判长，案由属实。确认案由属实，请原告方开始陈述诉讼请求和法律依据。好的，审判长，我方诉讼申请陈述只有2点：一，我方要求对方赔偿我方医疗费用、精神损失费用、后续医疗费用合计40万元整；二，我方要求对方承担本次庭审的诉讼费用和律师费用。审判长，我方陈述完毕。请被告方开始陈述吧。好的，审判长，我方认为原告的索赔不合理，我方申请驳回对方的诉讼申请。